可是姐姐，你为什么会不在我身边哇？那你要去哪里玩？姐姐，你在外面养了别的小孩吗？梁康见势不对，干爹，我们先出去玩了。姐姐，你不能在外面养别的小孩。摘星楼，小哥哥，这里的蟹黄酥可好吃了啊，炒肉肉也很好吃，还有喝的那个什么茶也很好喝。哎，大小姐今日怎么没带长毛来啊？长毛不想来。到底是长毛不想来，还是你没带他？咱们摘星楼新上了几个菜色，你们要不要尝尝？可以啊，不过不好吃的话，我们是不会付钱的。精还是你精？等我们长大了，一定要去北周那边找你玩。自然。对于这一刻的江婷来说，她好像在这里生了根，即便是去遥远的北周，心里也始终有个归处。这里有温暖的大人，还有温暖的小朋友们，他们一辈子都会是很好的朋友。下午，一群娃被梁夫人接到了梁府，娃娃们都凑在这里交换礼物，有康康专门定制的小贱弩，有大喜奶奶亲自做的衣服，还有张尚书亲自批注的书。最后的最后，是阿宝送的一只系着红布条的小花猪，还有一张面值不小的银票。老爷说送猪就得系红布条，我本来想送银锭的，但是爷爷说银锭太占地方，就改成票票了。小哥哥，你今年年底一定要回来跟我们玩啊！梁夫人站在窗外，看着几个娃娃抱在一起的样子，她欣慰地笑着。地契准备好了吗？梁管家点头，只是在孩子们分散开的时候，将江婷喊到了自己的身边。梁姨，阿婷，我幼时曾随我爹去过北周，这是当年在北周买的2个庄子的地契，今日交给你。你在北周根基尚浅，这2个庄子旁人不知，你可以做些自己的筹谋。不必推辞，你们都是康康的好朋友，我如今也离不开京城，就当你帮我打理了。江婷不知道是该收还是不收，这也太贵重了。来日方长，好好长大再说其他。她其实特别庆幸康康能跟这群孩子们玩在一起，只要人健健康康的，钱财都会再赚回来的。切记保护好自己。江婷点头，再次朝着梁夫人道谢。好了，你快回去跟他们玩吧，免得他们又来找你。我娘是不是给你塞地契了？我娘就喜欢送地契，她给阿宝他们也送过的，每人1张的，是不是给你也送了？江婷想了想，还是点了点头。几张？江婷伸出了2只手。2张？竟然是2张？不行，我也得好好表现，我娘肯定也会给我第2张的。康康，我娘给你你就收了，等你以后要是不想要了再转手给我，得了钱我分你1半。就不该太感动。反正等你手里有钱了，你也多买庄子，我娘就是这样，她在江南还有不少庄子呢。我跟你说，我娘把银子都买庄子了，所以我爹才会让那些姨娘们养的。打住吧，再说就是家族秘辛了。反正你就不要娶姨娘，你就多买庄子就行了。江婷点了点头。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哇？阿宝瞧见这2人凑在一起，他噔噔噔地跑了过来。你们是不是藏了什么好吃的哇？大家的关注点果然各不相同。这天晚上，一群人凑在一起，在清河街吃了一顿饭，然后大人们就带着孩子们去看烟花。阿宝坐在赵恒的肩膀上。郑国公见状，安平和赵轩2个孩子大了，肯定是不想了，所以他直接将江婷捞了起来，让江婷坐在了自己的肩膀上。岳爷爷，小江婷，坐好了，别跟阿宝那样扭成了虫子。阿婷啊，回北周势必要劳累1年，你要永远记住这些美好的事儿，等年底咱们再回家。江婷点头，她仰头，怕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姐姐，姐姐，我要吃糖葫芦。
阿宝在前面跟叫魂儿一样的喊着赵恒，赵恒的耳朵简直是要被震聋了。你明天早晨要是起不来，看我怎么喊你起来。阿宝嘿嘿的笑，只要他不听，他就不知道明天要开学了。孩子们在这一晚好好的告了别。第二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沈正就赶着马车带着江婷朝着北周的方向出发了。主子，13哥今日同我说，秦太傅他们已经到达北周了。看着越发远去的京城，他嗯了一声，尽快赶路吧。他也要回到他自己该去的地方了。除却江婷，他还是北周之主，即便他还是个小孩子，因为江婷出发的极早，所以孩子们都没有出来送。可是即便这样，阿宝还是起不来。赵恒冷笑一声，站在阿宝的屋子外面，拿着一个锣，小声地敲了起来。虽然他克制了力度，但是阿宝还是被吵了起来。只是让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阿宝被吵起来第一件事儿不是麻溜的起床，而是爬到了床底下，将他的大喇叭给扒拉了出来，然后就大声地吹了起来，把外面的赵恒给吓了一大跳。主子，那喇叭大小姐从哪儿来的？那是他当年在村里边卖艺赚钱的时候用的，给人哭丧用的。赵阿宝，你再给我吹！麻利儿，赶紧起床，要不然一天没有饭吃。阿宝一屁股坐在地上，听着外面赵恒的话，他迷迷糊糊的又往床上爬了去。赵恒说完狠话，仍旧没有听见里面有动起来的动静。他捏了捏眉心，去把夫人请过来吧。这熊玩意儿，我真是顾得不了。王春娘来了以后，然后就看见睡在被窝里还流哈喇子的胖墩墩。阿宝，阿宝，起床了，得赶紧吃饭，要去上学了。娘亲，我是不是在做梦啊？王春娘是哭笑不得啊。等到阿宝坐在椅子上准备干饭的时候，行啊，你赵阿宝啊，叫都叫不起来。阿宝不听，埋头炫饭。今天能拿喇叭，明天还不得找唢呐呀？姐姐，唢呐找不到啦。啊，对了，阿恒啊，布庄的老板说你订了不少布料，说是今天要送过来。咱们不是刚做过衣服吗？等阿宝今天放学，让阿宝看看。我怀疑阿宝的这个审美有问题。眼下是猪头车，万一等他长大一些变成花红柳绿的衣服，赵恒是不敢想。他之前努力去给阿宝培养意识心态，可完全忽略了这娃的审美。阿宝没有问题，是爹爹有问题。爹爹说过的，别人说你有问题，不，你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别人。哎呀，我这行吧。之前刻意训练的阿宝的心态，其实无非就是想达到这样的境界。也行吧，行吧，行，你先去上学啊，一切等放了学再说。赵恒看着阿宝，在自己说到上学的时候，阿宝的小胖脸肉眼可见的耷拉了下来。很快的，一天嗖嗖的就过去了。田小丫，我跟你说，过除夕的时候我赚了一个银锭的压岁钱。我也赚了一个，好开心呀！能不能天天过年呀？还有我！阿宝走了，别讨论了，留着银子，咱们还得找李庄叔叔吃面条子呢。一听梁康这样说，阿宝顿时闭嘴了，朝着梁康跑了过来。干爹不是说过吗？不能随便乱说银锭的。旁人若是再问，你就说压岁钱是几文钱。阿宝有些不懂，声音很小的道：我赚了好多银锭，但是我只说一个。阿宝认为自己已经很低调了。不行，还得往少了说，旁人再问就说没多少。阿宝想了想，还是答应了，毕竟他现在又满脑子都是面条子了。看着阿宝头也不回地进了书院。走吧，那个小王八蛋都不用适应，那我也不用担心了。主子，我们现在去哪里？去上朝。此时宫里，
大太监巴巴地朝着裴文帝道：皇上，听闻今日京城里的书院开学，所以赵恒今天肯定不会来上朝的。裴文帝嗯了一声，想着今日或许可以放松一些，便抬脚朝着大殿走了过去。结果等到主仆俩到了乾坤殿的时候，发现赵恒已经站在了那里，周围的大臣们都安静如鸡。爱卿今日怎么上朝了？皇上英明，臣恳请皇上，护女司的主使、副主使须是女子，必须是女子。对裴文帝来说啊，设置护女司已经是退了一大步。说是今天真的答应了赵恒这个要求，那么就说明日后朝堂之上肯定会有女人的一席之位了。赵大人为何如此？朝堂之上有女子，若是皇上找臣子谈事情，岂非传出去难听？若由男子担任主使，只怕不能共情，长此以往，护女司的存在也就形同虚设了。容朕想想。裴文帝现在学精了，他从来不在朝堂之上答应赵恒什么，问就是需要想想。书院，阿宝努力地瞪大眼睛，不让自己走神。他熬啊熬，熬啊熬，终于在数了好几遍100的时候，等到夫子下课了。夫子下课的时候，眼神有些一言难尽地看了阿宝一眼。夫子一离开，阿宝，夫子刚刚怎么一直看着你的方向呀？我今天太厉害啦，我都没有偷偷吃东西，也没有偷偷睡觉，我一直在听夫子讲课呢。啊，你竟然一直在听，我后面2句诗就没有再听了。夫子讲诗了吗？啊，你不是听课了吗？为啥连夫子讲了诗都不知道啊？夫子离开课堂以后，立即让书院的人去通知赵恒了。找一下赵大人，让他方便的话今天来一趟吧。于是乎啊，赵恒就这么被从调酒院给找了过来。本学期上学的第1天，赵恒就被喊家长了。赵大人，赵阿宝今天上课的时候一直数数，什么也不听，一直数到我下课。赵恒觉得自己的头都抬不起来了。结果就在这时候，阿宝的声音很是惊喜地从后面传了过来。爷爷，你怎么来书院啦？是不是中午要带我们出去吃好吃的哇？赵大人快去处理吧。夫子现在是听不得阿宝的声音，听了就高血压。爷爷，我跟你说，我今天可厉害啦，我今天都没有上课吃东西，我一直听完了的。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是很听话的话，爹为何会被喊到这里来呢？是不是要交什么钱了哇？我知道的，书院也是要交钱的。赵恒只觉得自己的额头突突的跳。不过阿宝都已经看见自己来了，他也推脱不了。正好中午带着几个娃去吃饭，一群娃围在一个桌子旁，只有赵恒一个大人坐在那里。赵阿宝啊，来给爹表演一下，你今天上课怎么数数的？阿宝压根没有察觉到不对，当着赵恒的面开始沉默地数起了数，急得梁康啊是团团转。阿宝咋也不想想，他们这些小伙伴都没有说，肯定是夫子告状了呀。爷爷，我厉不厉害？好，晚上回家啊，爹有好东西给你。好东西不会是鞋底吧？可怜的阿宝。下午的时候，因着压岁钱的话题，阿宝就跟钱小鸭凑到了一起。钱小鸭偷偷地朝着阿宝晃了晃自己手里的东西，两个人躲在角落里小声地说着什么。这阿宝，我得了一瓶好东西，你看，我抹了一个指甲盖，我也给你抹一点吧，可好看了，我家二姨娘给我的。阿宝看了看，哇，红红的好漂亮，可是味道好像不太对哇。钱小鸭，你别涂这个，你今晚跟我回家吧。不行的，我爹娘说了，不能去别人家，放学就要回家。他觉得自己说不通钱小鸭，就去找大宝和梁康。这扣单有点问题，你别用了，
你回家让你爹娘查查吧。听见了没有？钱小鸭被迫点了点小脑袋。钱小鸭，你的鞋子跟我的好像啊。我爹给我买的，说很贵呢。这是我娘亲给我买的，不过我娘亲没有跟我说多少钱。很贵的，我娘让我明天就换别的。你有空还是关心你自己的安危吧，别整天鞋子衣服了。回去的路上，我跟你们说，我知道钱小鸭家，他爹在东街那边开了一家古玩店，听说家里还养了好几个姨娘。我娘之前说过，钱家跟竹子一样，外面是硬的，里面是空的。反正以后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不要动。可是那个指甲盖真的很好看啊。阿宝啊，听说你今天上课数数了，你要是不好好学呀，以后你爹留给你的银子容易让你给败光喽。爷爷，那我能不能现在就花了啊？那样以后就不会没有啦。你去问问你爹吧，你看你爹答应不答应？阿宝，天黑了。听见哥哥这样说，然后撒丫子就往外面跑了。阿轩呐，这天还没黑呢，你们兄妹俩在说什么呀？爷爷，对阿宝来说，天已经黑了。你爹又要揍小孩？找阿宝。老鸭王这话刚说完，赵恒已经从花厅后面走了出来。爹，阿宝去梁家玩了。去梁家玩？是去梁家玩了，还是去梁家避难了啊？哎呀，不就是上课数数吗？他在家玩了这么些天，第一天上学，那肯定不适应的呀。爹难道想看阿宝日后不学无术？这我也不想啊。行吧，那我去把阿宝给带回来，你说教两句就行了啊，别吓着他。赵恒简直是要气笑了，阿宝现在那样子，吓是吓不到的。阿宝正哼哧哼哧地往梁府的方向跑呢。康康最会说了，康康肯定能帮自己逃脱挨打的。结果跑到半路，人就被老药王给追上了。爷爷，你跑得这么快哇！爷爷老，所以跑得快。哎呀，你别管爷爷老不老了啊，跟爷爷回家，爷爷回去给你金锭，嘿，今天刚赚的。要钱还是要挨打啊？老药王挑眉，得，这自己还挺明白的。不过金锭的吸引力到底还是很大的。阿宝最后还是乖乖地跟着老药王回了赵府。除了得了老药王的2个金锭，阿宝顺便喜提罚站1刻钟。阿宝顶着碗罚站的时候，他的嘴也闲不住，巴巴地朝着宋氏道：奶奶，我也想要好看的指甲盖，钱小鸭都往指甲盖上涂红红的那个，我也要。哎呀，那钱小鸭要是涂的那个绿扣丹，你是不是也想要啊？啊？姐，我知道，这就叫别人拉粑粑，你也觉得屁屁不对劲。这又是跟谁学的？罚站，再加1刻钟。说起来，扣丹这东西在京城啊，真的并不常见。之前我跟你爹去江南那边的时候，那边很流行扣丹，确实也有绿的颜色，只不过红色居多。前朝的时候，京城这边就禁止涂扣丹，当今的这位皇上倒是不计较这些，只不过约莫是习惯了，的确没有多少人涂。娘亲当官，娘亲当官。阿宝啊，奶奶给你做些扣丹吧。真的吗？自然是真的。对了，阿恒，我上次瞧见调酒院门口那块地儿很大，你不妨找人开荒，弄成菜地多好啊，养猪多方便呢。赵恒点了点头。你们俩说起调酒院，我倒是想起护女司了。护女司的主使和副使定了吗？我看大丫娘倒是一直在忙活。慧贤是想在里面谋个差事，说起来她娘家也是文官出身。春娘，我怕他们打你的主意，这万一把你喊回去做官咋办呢？你如今还要看着酒楼那些生意，不能太累的。一想到当官就有人给送猪，阿宝顿时扯着嗓子嚷嚷道：
娘亲当官，娘亲当官。赵恒的戒尺又晃了晃，阿宝这才歇菜。王春娘好笑地看了眼阿宝，按照皇上的脾气，应该是不会找我的。不当正好，你挂个国公爷的名头就行了，以后咱阿宝也能承袭国公爷的名号。老郑国公就是在这时候走了进来。哎呀，别太累，一家人健健康康的最好了。王春娘点头。我要当官。你当个屁！阿宝就顶着碗，朝着赵恒做出了一个放屁的姿势，那架势呀，惹得一家人都哄堂大笑。晚饭的时候，阿宝就喜欢将学堂里发生的事情都告诉大家。他小嘴巴巴的道：钱小丫的扣单文着有毒，我跟他说了，他说他回家找他爹娘。啊，钱小丫，我知道那孩子，瞧着是个不错的。前2天给阿宝买鞋的时候，我还见过他爹娘呢。不过他爹娘一般。娘亲，钱小丫的爹娘不好，那我还能跟钱小丫一起玩吗？当然可以呀，你又不跟钱小丫的爹娘玩。阿宝点点头，毕竟书院里小学堂这一块女孩子其实并不多，大多都是小男孩。第2天一大早，一到了书院，阿宝刚哼哧哼哧地从马车上爬下来，一个瘦弱的身影就朝着阿宝冲了过来。瞧见来人是钱小丫。小丫，你怎么啦？你怎么哭了哇？是没吃饱吗？梁康和大宝挡在前面，朝着钱小丫道：回小学堂那边说。于是钱小丫就抽抽搭搭地跟在阿宝的身边，一路上说着自己的遭遇。阿宝，我回家跟我爹娘说了，我爹找人瞧过了，那个扣单真的有毒，我家姨娘要害我。我真的很喜欢他，他寻常还会唱曲子给我听，我娘说要打发他卖了。知人知面不知心，行了，人没毒着就行，别哭哭啼啼的了。是哇，人没事就最好啦。我请你吃肉饼吧，我姥爷给我买的。钱小丫想了想，还是摇了摇头。为啥哇？这么香呢，你为啥不吃？我爹娘不让我吃大鱼大肉，要不然会胖的。爹娘一直叮嘱他不能乱吃，要纤瘦，日后才能嫁个好人家。他不吃我吃，阿宝快给我一块，我不怕胖。你们几个，哎呀，赵阿宝吃什么吃啊？没看见要上课了吗？夫子站在学堂门口，一脸无语地朝着几个娃喊道：完了！阿宝如今是最怕夫子了，因为夫子是个告状精，经常跟爹爹告状。昨天的罚站到底还是起了效果。阿宝一直在认真地听课，虽然听到最后他已经云里雾里的听不懂了，但是好在没有再默默地数数。好不容易挨到下课，钱小丫又来找阿宝了。梁康原本还想说什么，可能是因为他们俩都是女孩子，我们都是男孩子，所以你也不要瞪钱小丫了。这跟男的女的没关系，这个钱小丫的爹娘不太行。万一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大丫二丫，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上梁……大丫二丫对这句话最熟了。上梁不正下梁歪啦。那咱们就在旁边听着，总可以了吧？阿宝，你不能再吃了，你这样太胖了。太胖了的话，以后会嫁不出去的。我爹娘说了，那些世家大族都喜欢纤瘦的，要从小保持。为什么哇？为什么他们喜欢瘦的，我们就要瘦啊？我们家也很厉害的，我就喜欢胖的。那你以后嫁不出去怎么办？为什么要嫁出去哇？我要一直跟我爹爹娘亲他们在一起的。我以后还会当国公爷呢。钱小丫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办法跟阿宝讨论这个问题，她有些愁得慌。康康，世家大族是哪些呀？就是兰花街上那些吧，不过这话我也听我爹说过。
当时六姨娘就是很瘦，所以我爹才让她当六姨娘。不过我娘说了，人这一辈子是为自己活的，胖也好，瘦也好。再说了，干爹那么厉害，养阿宝肯定没问题的。钱小丫比阿宝大一点吧，这么小就开始想长大以后嫁人的事情了，别让他跟阿宝说话了。钱小丫，你才几岁啊？为啥就开始想以后嫁人的事情了？我爹娘说的呀。还有，我明天就要去改名字了，你们以后别叫我钱小丫了。你改名叫啥？叫钱婉然，不过我也不知道怎么写。阿宝，你要不要也改个名字呀？你大名就叫赵阿宝吗？对哇，我大名叫赵阿宝，我小名叫阿宝，宝宝、肥宝、大肥宝。钱小丫不明白，阿宝怎么会有这么多名字呢？我娘说钱小丫这个名字不够好听，太土了，说要带我去户籍司那边改一下，这样以后嫁人的时候也好听。我爹还给我请了一个琵琶师傅，说让我学琵琶。学琵琶？琵琶是什么哇？我只知道笛子、唢呐、喇叭。嘿，我知道阿宝吹笛子什么的可厉害了，我爹说听了阿宝吹的笛子3天都睡不着觉。张叔叔说这话分明就是埋汰阿宝的吧。总之我觉得你还是要改个名字比较好吧。我不改，我就要叫这个名字。那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学琵琶吧，我一个人有些无聊。我不要，我不想学。你爹娘让你学这些，就是为了以后嫁个好人家？钱小丫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什么才叫好人家呀？自然是很有钱的。好人家才不是很有钱的，很有钱的可能是好人家，但是好人家不是必须要有钱的。不过我们家确实有钱。钱小丫想了想，她看了看阿宝，见阿宝也蹲在一旁戳蚂蚁，她好奇地问道：阿宝，你以后要嫁给什么人？嫁人是什么哇？就是你要离开你爹娘，跟别人去生活。我爹是这样跟我说的。我不要嫁人，我要跟我爹爹娘亲在一起。不能这样的，我娘说了，他们以后要靠咱们养的。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人不能靠别人，要靠自己。你之前不是说要给干爹他们养老的？爹爹要先自己养自己，爹爹养不起，我再养爹爹。钱小丫一脸的惊诧。钱小丫，我跟你说，我爹爹很厉害的，我爹爹以后也能养我的。我今晚回家要跟我爹爹说，让我爹爹努力赚钱去，以后养阿宝，阿宝能活到500岁。反正你自己好好想想吧，你不能光听你爹娘的，你得有自己的想法。阿宝人云亦云的跟着点头。对，小孩就得让爹爹努力，我不用读书太好啦，让爹爹努力就好啦。总之对钱小丫来说，跟阿宝他们说完话，她都觉得自己的世界已经颠覆了。钱小丫，我跟你说，我爹爹跟我说过，人不能靠别人的，你得好好读书，靠山会倒的，还是得靠自己的。你爹这么教育你的？那你告诉我，你怎么还在外面玩蚂蚁？阿宝，2只蚂蚁又带了2只蚂蚁跑路，一共有几只蚂蚁？夫子，为什么只带2只蚂蚁跑路啊？那2只蚂蚁是爷爷奶奶还是姥姥姥爷哇？还是2个蚂蚁孩子哇？行了，谁爱教谁去教吧。钱小丫，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自己屁大几个字不认识，还在这里巴巴让人靠自己。唉，别纸上谈兵了，你也给我老实的回去坐着。夫子最后实在是受不了了，拎着阿宝就回了书屋门口。夫子，你别这么拎我爹爹都连带着我的棉袄一起拎，你这样拎勒脖子啦。怎么办？要不要救阿宝？
阿宝肯定不希望咱们救他。夫子越是罚他站，他肯定越喜欢，因为罚站就不用回去上课了。阿宝果然很开心地踢蹬了一下小短腿儿。不行，我也要让夫子拎过去。夫子，你以后能不能别给我爹爹告状啊？你要是不告状的话，我给你一个金瓜子吧。咋的？还贿赂上了一个金瓜子儿？哦呦，这赵家大小姐果然有钱的很呐！看来今天又得跟赵大人见面了。哎，好像昨天刚见过呢。是完全没有意识到危机，只觉得跟钱小鸭说完之后，自己更加开心了。他才不要改名呢，他就叫赵阿宝。赵恒刚回到家，一进大门，他朝着站在那里的毛13问道：夫人回来没？回主子，夫人还没回来呢，好像跟张夫人在一起。主子，书院的刘夫子说想要让你今天晚些的时候去一趟，好像是有要事要找你。今天阿宝在书院里边干了什么离谱事儿呢？大小姐她干了好几件离谱的事儿，主子，你要先听哪件啊？啊？于是乎毛13语速贼拉快的给赵恒巴巴说完了。赵恒走到小花厅的时候，毛13也刚好说完。娘啊，你们之前是不是给阿宝做过一个毽子？啊，就在你后面的那个花瓶里面呢。阿宝当时不想玩，给放在了里面。找阿宝啊，来过来提毽子来。赵恒喊了一句，阿宝正在不远处玩，听见赵恒的动静，他赶紧很欢乐地跑了过来。姐姐，我跟你说，我今天在书院里踢毽子，都踢到屋顶上去了。阿宝说着，小胖脚朝着那毽子一踢，果不其然，真的给踢到了屋顶上。姐姐，今天还有个赵夫子，跟你一样的秀啊！他教我们敲编钟，我敲的声音可大啦。跟我一个姓啊，那也跟你一样啦。啊，对哇，我也姓赵，我是姐姐的小孩，我也姓赵。过2天我还想姓王，我还想跟娘亲姓几天，要公平的。宋氏在一边憋笑，赵恒看了阿宝一眼。那你先踢毽子吧，啊，踢的力气小一点，越小越好，不准踢到屋顶上去啊。王春娘回来的时候就瞧见了这一幕。阿宝，吃饭了，别踢了。待会儿吃完饭，我得去趟书院，刘夫子喊的，估计事儿不小。往常都是带阿宝他们上课的夫子，可是这次竟然是刘夫子。刘夫子就是书院的老大，能让老大找人，阿宝也是出息了。娘亲，钱小鸭要改名，叫钱万万。阿宝压根记不住婉然这2个字。这名字不错呀，钱万万是钱万万，有钱是个好名字。挺有趣的，钱小鸭有些随意了。知道真相的赵恒是一句话没说。爷爷，我的名字也很有钱吧？那当然了，咱们阿宝的名字那就是财宝的意思。吃完饭，阿宝就成了赵轩的小尾巴，跟赵轩说他今天上学的开心事儿。阿宝，这么说，你在书院还是过得很开心的，没有之前那么抵触了，是不是？对哇，哥哥，如果能不上课的话，那我就更开心了。就在这时候，赵恒抬脚准备往府外走。要不然我跟你一起过去。不用啊，你回去歇着，我去就回。书院，刘夫子捏着眉心朝着赵恒道：阿宝最近闹出的动静有些大，有些大人来反映，想要让孩子不跟阿宝在一个小学堂。阿宝将小学堂给闹得每天都是鸡飞狗跳的。赵恒挑眉：这是夫子你该考虑的问题啊。藏书了我也捐了，如果还教不好，那只能请夫子你单独辅导阿宝了。刘夫子伸手指着赵恒，虽然跟他打交道也不是1天2天的事儿了，但是赵恒能说出这样不要脸的话来，刘夫子还是觉得震惊的很呢。夫子不是推崇有教无类啊，
倘若明日呢，你随便调动阿宝的位置，那便同有教无类没有丝毫的关系了。夫子统管整个书院，倘若夫子你连一点威信都没有，那么来日要如何将破山书院建成京城最大的书院呢？刘夫子才恍然大悟，今天找赵恒来根本就是个错误，偷鸡不成蚀把米，赵恒哪里肯听别人说的话呀？姐姐，我不想踢毽子啦，我想吹笛子。给踢得慢一些啊，不准踢飞到屋顶上，就慢慢来。他要磨一磨阿宝的性子。老郑国公恰巧来赵家，这是做什么？不是说阿宝踢毽子都踢到屋顶了吗？磨磨性子，有些急。老爷救我，我不想踢毽子啦。哎呀，磨性子还不如让他练习写大字。你们要是没时间，我可以帮你们瞅着，还是写毛笔字让人心静。听见这话，阿宝顿时不开口了。阿宝，老爷说的对不对？郑国公说完，动手扯了扯阿宝的小揪揪，试图让两个小揪揪看起来一样高。老爷不救我，还扯我小揪揪，我今天不要跟老爷说话了。倒是还有个法子，能锻炼心境。什么话？跟老爷去钓鱼啊！这有可能一天都钓不到鱼，但是你也得在那边坐一天，跟踢毽子相比，不是更磨心性吗？啊！我要钓鱼，我要钓鱼！赵恒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呢，梁康他们已经从门口冲了进来。干爹，你怎么还给阿宝玩毽子呢？我娘今天早上跟我说有小朋友跟刘夫子说了，说不想跟我们一起上课，所以我们以后玩毽子也得去别的地方玩。我以后不踢毽子了，我要跟我姥爷去钓鱼。我听我爹说，京郊那边有条河，里面就能钓到鱼。我要去，我要去。老爷，你吃完饭就带我去吧。老郑国公看了看赵恒，这他也不敢说话呀。怎么，你脑子不好使了？你记得吃饭，怎么就不记得今天要去上学呢？赵恒隐约做出要拿鞋底打人的架势，阿宝赶紧跑。嘿呦，这脚底跟抹了油一样。干爹，我们也是来蹭饭的。我娘昨天说，干娘说今天早上要做腊肉饭，我们就来蹭饭了。进来吧，少吃点，吃多了肚子胀啊。一群男孩子就嘻嘻哈哈地跑了进来。你说咱家这跟养猪有什么区别呀？你在调酒院养猪，我们在家也养猪，吃的可比猪多。爹说的很对。你们这是说的什么话？咱们年纪大了，有孩子们陪着多好玩。钓鱼的那些老头哪个不是孤单单的？等书院放假的时候，我就带阿宝他们去钓鱼。你真的让阿宝去钓鱼啊？那阿宝能坐住吗？阿宝别亲自下水抓鱼就行了。我有法子让他坐得住。有点不好的预感呐。阿宝跟着孩子们出去的时候，他直奔李庄的摊子。阿宝，你来啦！李庄叔叔，能给我一点油吗？一点点就好，我不能浪费粮食的。他还是舀了一勺油，给阿宝放到了那个小瓶子里。在阿宝跑开以后，刚才那个娃是赵家的大小姐是吧？李壮点头。不过也就在这时候，他才发现在一旁的桌子上竟然放了2个铜板，看样子应该是阿宝给的。早知道给那孩子塞个小包子，不过赵大人说了，不让多给他吃。书院门口，几个娃看见阿宝神神秘秘的将那个小瓶子给塞到了怀里。阿宝，你到底藏了什么东西啊？你要干啥？我学到了一个法术，等着待会儿再给你们表演。张阿宝，你们已经在书院门口站了很久了，还不赶紧回来？几个娃赶紧朝着书院里跑了去。只是夫子还是发现了不对，因为阿宝边跑边伸手抹自己的鞋底。他刚收回手准备快步跑，人就已经被夫子给追上了。怎么回事啊？鞋底扎东西了？阿宝哇的一声喊了出来。夫子，为什么我姥爷说的话不对哇？啊？你姥爷说啥了？
怎么了？我姥爷说脚底抹油跑得更快。脚底抹油，脚底抹油。赵阿宝，脚底抹油主要是形容一个人跑得快，而不是说抹了油就能特别快。阿宝还是不懂，他一脸认真地朝着夫子问道：夫子，是不是我抹的不够多啊？可是抹太多会浪费的。不行了，我必须要去找山长了。书院刘夫子的书房里，山长，我必须要反映一下赵阿宝的问题了。夫子巴拉巴拉地说了一大堆。我昨晚找过赵大人了，虽然这个脚底抹油有些离谱，但是本质上赵阿宝就迟到了一会儿，不算大事儿。你放宽心，年纪轻轻的别气出毛病来。咱们当夫子的就是要有耐心。你想，你要是把赵阿宝教成一个很乖的孩子，那多好，多有成就感，是不是？啊，好了，咱就回去上课吧。教书育人可是大功德呢。夫子刚推开门，就瞧见了一个胖墩墩站在门口。夫子，你又来跟刘夫子告状了。我真是好难呐。夫子，你怎么能告状呢？我要是不告状，你愿意老实学习，不乱折腾吗？我愿意。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夫子，为什么是4匹马哇？为什么不能是驴哇？我们家有好几只驴。阿宝被他吓了一大跳，结果下一秒夫子就跟变脸一样。走吧，带你回去，以后会讲到的。刘夫子的书房里，这年轻人呐，就是沉不住气。教孩子要耐心，是不是？这要是能把阿宝那种小混蛋教出来，这可不是天大的功德一件。这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给自己洗脑，主打的就是懂事儿。鉴于阿宝在之后的几天里一直表现得很不错，夫子很是欣慰的道：赵阿宝最近表现不错，若是之后的日子里继续这样，小考的时候应当可以得个小猪的。阿宝眼睛一亮，我要努力。明天休息，记得在家复习功课。夫子叮嘱道，心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自己的苦口婆心总算是有了成果。夫子，我明天不能复习功课了，我要跟我姥爷去钓鱼，就在京郊那边，等我钓鱼回来给你吃。趁早走吧，别在这里碍眼了。阿宝叽叽喳喳了一路，3人终于到了河边。老岳，你今天来晚了啊。哎呀，今天带家里的小孩和女婿来的，所以来得晚了些。阿宝，咱们不是带了些肉干，给这些爷爷们分享一下吧。阿宝也很听话，带着那些肉干就去分东西了。阿宝跑过去分东西的时候，赵恒将一把铁椅子给搬了下来。阿宝跑完回来，看见那把铁椅子，他兴奋地赶紧朝着椅子上坐了上去。结果刚坐上去，阿宝整个人就被锁在了里面。赵恒也不管阿宝惊讶的眼神。爹爹，为啥子这个鱼钩是直的哇？姥爷说钓鱼都是用弯钩钓的。那你不一样的，小孩都是用直的鱼钩的。赵恒说着也没有给阿宝鱼饵，就让阿宝开始准备钓鱼了。阿宝的屁股在铁椅子上动了动，一脸崩溃的道：爹爹，我不想坐在这里，我想下去跑跑跳跳。你呀，需要磨性子，要是让你下来自己跑跳，只怕你连半刻钟都坐不住。你奶奶不是给你准备了一个帕子吗？要是坚持不住的哭了，都自己把眼泪擦一擦啊。好了，开始吧。阿宝眼泪汪汪的动了动小短腿儿，仿佛一个被锁住的人。爹爹，我的鱼什么时候能上钩啊？上钩啊，待会儿吧。爹爹，是皇上规定的吗？是皇上规定的小孩钓鱼用直的钩子吗？是的，他小时候吧过得很不好，所以后来下了这个命令。反正背锅这事儿，皇上总得参与一下。
那他真不是一个好大人。值得公子怎么能钓到鱼呢？爹之前是不是教过你，当一个人周围的环境？我知道，爹爹说过，厉害的人从来不嫌弃鱼钩是直的。阿宝说完，还不忘补充道：“不怕困难。”哎，我咋记着我教的是强者从不抱怨环境呢？反正不管怎么样，阿宝还是觉得很好玩，因为有赵红陪他解闷儿。至于钓鱼的事情，他也就逐渐的看开了。阿宝吃着吃着，人就在这铁座上睡了过去。哎呀，行吧，也算坐得住了。阿宝睡着以后，赵红给他盖了一个毯子，就坐在阿宝的旁边开始钓鱼。年轻人，瞧着你气度不凡，如今官居何位啊？啊，哈哈，谈不上官职，我如今在调酒院打杂。调酒院？你竟然在调酒院？调酒院真是个好地方啊！上次我还偷偷去调酒院送了2只鸡来着。赵恒没有说话，只是笑着点头。毕竟调酒院如今跟个养殖场也没什么区别。你带着小孩来，是不是为了锻炼小孩的定力啊？你这年轻人真是太有眼光了。要说咱们这群钓鱼的老头，那可是比寺庙里的和尚心都静。这不静啊，钓不到鱼的。阿宝是被烤鱼的香味儿给吸引起来的，他还没有睁开眼呢，就已经闻见了一股子香喷喷的味道。阿宝迷迷瞪瞪地睁开眼，就看见赵恒将一只烤好的鱼架在他的跟前。至于他自己嘛，那铁杠已经掀了起来，没有固定了，他可以自由地动弹了。姐姐，我得吃饱饱就钓鱼。我已经答应了夫子、哥哥还有13毛他们，要给他们钓鱼吃了。要不然把这条鱼留着给他们吧。啊！烤都烤了，我吃说不过去了。老爷，待会儿能不能再钓一些碗？我知道，你要带回去分是不是？阿宝点头，他有好多人要分的，一条应当是不够的。阿宝吃饭的时候很乖，吃完饭刚要闭眼睡觉，就察觉到一道强烈的目光落在自己的脸上。他赶紧睁开眼睛，就看见爹爹这目光凉凉地瞅着自己。爹爹，我这就下来。阿宝很是丝滑地从铁座子上滑了下来，然后就板正地站在了一边，跟站军姿一样。小娃娃，你这是在干啥呀？喂，爷爷，我爹爹说了，吃完饭不能立马躺下，要站着，这样拉粑粑才会畅快。一旁赵恒洗手的动作一顿，他记得他原话好像不是这样说的呀，跟拉屎扯上了什么关系啊？没错，你爹这话糙理不糙。那咱们这群老头也好好的站站，坐了一上午了，确实腰酸腿疼啊。一群老头也赶紧站了起来，跟在后面的9毛无语了。啥呀，这都是啊！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边的氛围太安静了，老头们也都是些很安静的人。下午的时候，这群钓鱼的人都很安静，而且都很专注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阿宝睡了一上午，眼下睡觉又睡不着，所以赶忙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开始认真地钓起了鱼。赵红瞅着阿宝这模样，竟然不用套牢，自己做住了。哎呀，真是难得呀！这大概是阿宝最能坐得住的时候了。直到傍晚，阿宝都安静地坐着，那群老头们都逐渐地回家了。老郑国公钓了几条鱼，不过不大。至于阿宝嘛，颗粒无收。爹爹，你不能给我用这样的鱼钩了！你看，我都没有钓到鱼。我看那个大胡子爷爷，他钓了1桶呢。能不能钓到鱼又不是由咱们决定的，是不是？爹不是教过你吗？你要学会接受事与愿违。我知道这个词儿，就是我想天天吃好吃的，但是不一定能天天吃上，因为有些时候
做好吃的人可能回家了，爹爹买不到，所以我就吃不上。赵恒无语至极了，这话听着好像没什么毛病，但是细听之下都是毛病。走吧，你姥爷掉了好几条，够你分的了。要不今天就不要再抓了，怎么样？好啊！结果下一秒就听见阿宝巴巴的又说道：爹爹，那你能给我买一个好吃的糖葫芦吗？行。赵恒都被气笑了，阿宝已经学会讨价还价了。走喽，回家喽，回家吃老爷炖的鱼。呵，这活都给我安排好了。行，老爷回去炖鱼。以前行军打仗，老爷炖鱼也是有一手的。老爷最厉害了，老爷是大将军，爹爹也是大将军，阿宝是大笨蛋。嘿嘿嘿。阿宝跟着老郑国公的马车回到杏花街的时候，远远的就看见大鸭二鸭家的门口有好多人。大鸭二鸭，你们家这么热闹啊？是张叔叔又挨打了吗？赵阿宝，有你这么说长辈的吗？阿宝咧着嘴嘎嘎的笑。岳爷爷也拉我们俩。哇，干爹你也在啊！阿宝，我跟你说，那个大太监又来下旨了，说让我娘暂时当那个什么使。什么使？护女司的主使。干爹，主使是1把手还是2把手啊？1把手。那不是，我爹说了，皇上是让我娘当2把手。我爹还说皇上真是乱安排，说我娘只是想去当个记录的，没想到会让她当2把手。大鸭二鸭巴巴地说着，阿宝的注意力却放在了大太监身上。他立即朝着张府门口喊道：大公公，你来了吗？你有没有给我们带烤鸭哇？哎，快走快走！你们张府有没有后门？哎呀，糟了，瘟神来了呀！大太监一听见这动静，原本还很淡定的他，顿时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小太监听着大太监这话，他赶紧在一旁提醒道：师傅，咱们不可以走后门的。宣旨不能从后门走的。你以为我不知道？我能不知道啊？我这不是怕碰见赵家那个小瘟神，见了我就跟我要烤鸭，仿佛我是个卖烤鸭的。我堂堂大太监，我……小太监听着大太监的怨言，一句话也不敢说。那赵家大小姐白白胖胖的，也没师傅说的这样可怕吧？公公，你真的没带烤鸭吗？你上次还说要给我带烤鸭的。你说话不算话，你这样会长尾巴的。哎，大小姐，不若您下次随老奴去宫里。阿宝一听，很天真的朝着大太监问道：你这是在要求我吗？等我下次不上学，我就去。我能带着大鸭二鸭还有康康、大宝、大喜他们一起去吗？这跟连吃带拿有什么区别呀？这个只不过呀，这老郑国公和赵恒都站在后面，他只得尴尬的笑，以至于嘴都僵了。阿宝才没有说什么。老奴还得回宫呢，就不叨扰了。说完，大太监就跟刑满释放了一样，带着小太监一行人溜溜的离开了。回宫以后啊，给我准备些艾草，我要用艾草泡泡去晦气。张府，张将军急得团团转。阿宝仰头瞅着张将军这滴溜溜转的模样，他好奇地朝着张将军问道：张叔叔，你怎么了哇？我姨姨当官了，你今天不应该做好饭给我们吃吗？当个屁官！她一个女子如何能当官啊？更何况那护女司眼下是个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不行，我还得去宫门口下跪。我会学着如何当好的。慧贤，我跟你说，你就是被王杰给洗脑了。你以为你……张将军话还没有说完呢，那原本坐在椅子上的胖墩墩，毛茸茸的小脑袋一低，朝着张将军的方向就冲了过去。在靠近张将军的时候，阿宝甚至还蹦了一个高。哎呦我去！这个小王八蛋力气怎么这么大呀？
爹，你咋没什么力气啊？连阿宝都能撞动，不行，我也得试试。你不准说我娘亲坏话，我姨姨也很厉害。阿宝说的对，既然给了我这个机会，我就得去试试。怕什么？左右我现在也是不怎么上朝，慧贤要是有解决不了的事情，我们都可以给他出主意。张尚书从前厅走了出来，张将军环顾这一周，见大家都同意张夫人去当副使，嘴里还是不赞同的说道：当官哪有那么容易啊？这护女司也是个烫手的红玉，越是烫手的红玉，才能看出这个人有没有本事。孩子如今也去书院了，家里你照看着，慧贤只管出去忙就是了。此事到此为止，阿宝，回去喊你娘他们，今晚来张爷爷家吃饭。阿宝忙不迭的点头，迈着小短腿就往外面跑了去。周恒，这件事是不是你跟王锦怂恿的？哎，我脑子不好使，怪不得都嫌弃你。娘了个腿儿的！王春娘带着孩子们来的时候，阿宝和康康他们就去找大丫二丫玩了。果真被你猜中了，他们果然要让我当副使，我心里其实多少有些忐忑的。你家祖上都是文官，你自小也是耳濡目染，你上手比旁人来的要快很多。旁人不知的是，王春娘教了他许多为官之道，包括如何安排事情。毕竟在今年的科举之前，暂时不会安排主使，所以他这个副使已经是最大的了。他必须要让这个护女司的存在有意义。娘，你啥时候也去当个官啊？儿子，咱们不能贪心的。娘现在做生意很赚钱了，也没有精力去做官，所以呀，打消这个念头吧。行吧，我支持娘。宫里，皇上，滇南那边的探子传来消息，滇南王妃因病过世了。说重点。探子回报，种种迹象表明是滇南王所为，只是证据不足，无法确凿。退下吧。唉，真是遗憾呐，好好的一颗棋子，毕竟要是再坚持的久一些，就能颠覆整个滇南了。你是李壮叔叔吧？你好，我想要一碗带把子肉的面条。李壮一听这话就知道，这小姑娘约莫是跟阿宝一起上学的，便只点头，认真地做起了面条子。阿宝和大喜他们来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钱小丫坐在那里吃面条子。只不过钱小丫大概是从小开始身材管理，所以对于这些面条子根本就吃不惯，就连那把子肉也只是吃了一点点。阿宝看了一眼钱小丫，也没有打招呼，因为他得先要面条子。不过李壮拒绝了他的把子肉申请。阿宝撅嘴，这才在钱小丫的身边坐了下来。见钱小丫那把子肉只吃了一口，钱小丫，你怎么不吃完呢？多好吃的把子肉啊！要不是我爹爹不让我吃，我一顿能吃2块的。说吧，是不是你爹娘让你来这里接近我们的？钱小丫呆愣。你知道粮食有多来之不易吗？种地的伯伯们要多费劲才能打出这些粮食做成面，这面条你明显不想吃，肉也不想吃，你这不是浪费吗？别人又不能吃你的剩饭。我也不想的，是爹送我来的。你都是个大一点的小孩了，你得有自己的主见，不能你爹说什么就是什么。反正你今天必须吃了，不准浪费。就是，我爹说的话我从来不听的，当他放个屁就好了。阿宝倒是一直盯着钱小丫碗里的把子肉，只不过娘亲说过的，不能吃别人碗里的。最后梁康看见钱小丫全都吃了下去，他这才满意，招呼着小伙伴们去书院了。他一看就不是真心的喜欢吃那面条子，一看就是装样子，为的就是接近我们，跟我们套近乎。阿宝，你清醒一点，不要他找你玩你就跟他玩，跟他玩可以，但是其他的事情不要答应，免得他爹娘打着干爹的名号做什么事情。嘿嘿，康康，你懂得真多哇。那是，我娘以前谈生意都会带着我的，我听多了自然知道的多了。
我娘说，有些人家培养小孩是真的想要小孩好，有些人家培养小孩是想让那些小孩以后去嫁给或者娶更好人家的小孩，所以话本上那些什么穷书生跟富家小姐私奔的事儿最是不好。梁康巴巴地说着，其实有些话他也不懂是什么意思，可是架不住他娘经常念叨，他就慢慢地消化了。钱小丫的爹娘明显是想让钱小丫做什么，所以你们都长点心眼儿，尤其是你阿宝，你得长心眼儿。康康，吃什么长心眼儿啊？吃藕对不对？藕就有好多心眼儿。我奶奶说过，吃什么形状的就补什么形状的。应该不是吧？阿宝这问题也把梁康给难住了，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夫子，我来给你送鱼吃啦！不是我钓的，是我姥爷钓的。我答应要给你鱼吃的。谢谢你啊，我会吃了的。好啊，那我以后再跟我姥爷去钓鱼。阿宝说完，就又慢吞吞地跑了出去，盯着那食盒里的鱼。夫子不由得自我反思了起来。山长说的对，我该多些耐心才是，都是好孩子呀。阿宝刚从书屋里跑出来，就看见不远处钱小鸭正在扶着墙角一个劲儿地吐着。看见钱小鸭吐了，阿宝也没有自己先跑过去，他按照之前娘亲教他的，先跑去找夫子了。夫子听说钱小鸭吐了，赶紧去找书院里的大夫。于是乎钱小鸭就这么被带走了。大宝，钱小鸭是不是吃多了那个面条粥啊？它会不会吃坏肚子啊？别担心了，有大夫呢，我们快点回去上课。他这才老老实实的在椅子上坐了下来。我找阿宝，可是要抓小猪猪的。看看，我们放了学去调酒院看猪猪吧。别说话了啊，开始上课了。阿宝这才赶紧闭嘴，认真的听课。下课的时候，夫子，我有个问题哇。夫子，吃什么东西能长心眼哇？吃什么东西的话，我觉得书最有用。只要你肯静下心来，将咱们学的这些书都给啃下来，肯定会没错。读书使人明智，就是这个意思。阿宝似懂非懂的点点头。以后就同今日这般，若是有什么问题，就要及时问出来，不要憋在心里。阿宝重重地点了点小脑袋，也将啃书这件事儿给记在了心里。没过一会儿，二丫就风风火火地跑了回来，朝着一群小伙伴们说道：打听到了，钱小鸭被他家管事儿的给接回去了。为什么哇？为什么钱小鸭的爹娘没有来哇？肯定是觉得钱小鸭丢人呗，所以他们俩不想来，只想让管事的来将钱小鸭带走就是了。我跟你们说，我猜的肯定没错，钱小鸭这爹娘就不是什么好人。原来是这样吗？他们将小孩当成了什么？康康，你知道哪里有卖新书的哇？你要新书？我知道啊，下学了带你去买。梁康刚准备问阿宝为什么要买新书呢，但是转头一想，阿宝现在这书上画了不少的小王八，估计是怕夫子看到，肯定是这样的。于是乎老夫人，你去看看吧，大小姐她后厨的人实在是说不出口了，不知道该如何给宋氏形容。婆婆，能不能在里面加点糖哇？都是书，肯定不好吃。1刻钟后，嘿，个熊玩意儿啊！来，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我之前是不是告诉过你，书本是要好好珍惜的，不能毁坏的？爹爹，是我问夫子吃什么能长心眼哇？夫子跟我说啃书，我啃了一下不好吃，我就想着做汤应该好吃些。哎呀，这书熬汤怎么能好吃呢？你刚才说啥？你想吃藕是不是？哎，爷爷呀，给你熬莲藕排骨汤。老药王起身，说着话就往后厨跑。他这傻孙女啊！你是因为何故想起来要长心眼的呢？阿宝就将钱小鸭今天早上来吃面条子，以及后面在书院吐了的事情说了出来。康康说的没错，
钱小丫的爹娘听起来好像确实不怎么在乎这个孩子。康康什么都知道，康康说我要长心眼儿，所以我才这样问的。傻孩子，夫子让你啃书就是看书的意思，不是真的让你将这本书给吃了。我可真是那个阿轩呢，待会儿给你妹妹讲讲肚子里有墨水的事儿啊，要不明天她把墨汁也给喝了。娘亲，我为了回来煮书都没有去看我的乖孙孙呢。现在所有的猪猪都在爹爹的调酒院里，我都好几天没去看了。等明天就带你去，跟你哥哥去玩吧。哥哥，安平哥哥什么时候回来哇？孩子们走开以后，生气不啊？我问你，你生气不？阿宝是个好孩子，我才不生气。哎呀，这些事儿啊，我都给他记着呢。等他长大了，我倒要看看他要不要钻老鼠洞。赵恒说这话的时候，颇有些咬牙切齿的样子。第二天是张夫人张慧娴赴任护女司副使的第一天。就在张家的马车走到杏花街街口的时候，阿宝他们一群娃拦住了张府的马车。爷爷，送你花花，祝你当个好官。谢谢孩子们，我一定会做个好官的。听着好似是一句有些好笑的话，可是孩子们和张夫人都清楚，这不是玩笑话，是他们真的要去做的。爷爷，这些花花都是我奶奶种的，都在温棚里，开得可好看了。我知道了，谢谢孩子们，你们快去上学。以往按照自小的家教，张夫人从来不会大声地说话的，事事以夫君为天。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她好像变了，她变得更像她自己了。你们几个记住了，今天钱小丫肯定会受伤的，你们都不要凑近，要不然就中了他爹娘的计了。康康，你在说啥哇？钱小丫为什么会受伤哇？是谁打的他哇？肯定是他爹娘啊，他爹娘想要让他获取我们的同情，所以会打他，肯定会的。你们要是同情他，给他药，跟他玩，那他爹娘就会觉得这件事儿管用，以后肯定会经常打他的。之前我娘下面一个掌柜就这样打他女儿，后来我就不跟那个小女孩玩了。孩子们根本不知道，赵恒之女、梁府少主子这些身份足够让一些人红眼了。如果钱小丫真的受伤了，我们应该怎么做？应该跟昨天一样，找夫子，让夫子去找大夫，再让书院去找钱小丫的爹娘。没错，就是大宝说的那样。你们都听明白了吗？知道了。好了，我们去上学了，出发出发。书院里，钱小丫，你手上咋有青？你被谁打了吗？一听这话，阿宝几人不禁都很敬佩地朝着梁康看了过去。康康果然猜中了，钱小丫受伤了，你们还不快去找夫子？快去找夫子呀！几个娃听了二丫的话，赶紧去找夫子了。钱小丫看见阿宝他们，好似觉得有些不知所措，也没有开口。钱小丫，你自己不支棱起来，以后有你受的。康康，不是所有的大人都喜欢小孩吗？为什么钱小丫的爹娘要打他哇？小哥哥的爹爹也不要他。我也不懂，但是有的大人确实很坏。我要是以后有个小孩，我绝对不打他，他想怎么玩怎么玩。我想一直当小孩，一直跟我爹爹娘亲在一起。上次哥哥说过的，我要是变成老婶婶，那爹爹娘亲早就老没了。那我就一直当小婶婶吧，小胖婶婶。因为有小朋友去喊夫子，所以书院的夫子们很快就来了。在夫子们带着钱小丫去看大夫的时候，阿宝耳朵很好使的听见夫子说要去找钱小丫的爹娘。没用的，钱小丫只要跟咱们玩得好，成为好朋友，他爹娘就会一直利用他。那我们要是一直不跟钱小丫成为好朋友，他会不会被打死啊？不会的，他们只会放弃钱小丫，以后再给钱小丫生个弟弟妹妹什么的。不过瞧着钱小丫爹娘这个德行，说不定钱小丫的娘应该是不能生了。咱们就等钱小丫的爹娘放弃他就行了，那时候你要是想跟他玩，就可以跟他玩了。
万一钱小鸭的爹娘是装作放弃了钱小鸭呢？那咱们就等钱小鸭的娘能怀上孩子再说吧，或者等钱小鸭的爹再纳妾，或者带个私生子回来再说。康康，我有个想法，你说钱小鸭的娘要是不能生孩子，她肯定会找大夫看吧？是啊，药爷爷这不就来生意了吗？你们在说什么哇？太好了，药爷爷赚了钱，肯定会给咱们买好吃的了。聊天归聊天，但是该上课的时候还是得上课。而且他们今天约好了，今天傍晚一下课就得去调酒院看猪猪的。吴叔叔，我的乖孙孙还好吗？挺好的，你可以来看看。吴昕这话刚说完，吴大人，主子来了，急事儿了，须得麻烦你看顾一下这群孩子，帮忙盯一下他们写大字儿。吴昕自然点头，这点小事儿他是不会推脱的。大小姐，有人来访，这主子正忙呢，待会儿你们写完了大字儿再一起走吧，这样晚上回家就不必再动书本了。一听这话，回家就不用写大字了，真是太好了。那我回家吃完饭就去玩一会儿，玩完了就睡觉。九毛赶紧将院里面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赵恒。不错，这个吴昕是个可用之人呢。吴昕白天要养猪，傍晚还得看娃，虽说只是小半个时辰吧。去盯着吧，什么时候阿宝他们写完了，哎呀，你再来喊我。忙活了一天了，也该好好的歇歇了。九毛一边往院里走，一边心中腹诽：主子如今忙啥了？案子的事儿都找师爷，喂猪和其他杂事儿都找吴昕。哼，自己分明是个甩手掌柜。阿宝他们几个在吴昕很有耐心的教导下，竟然很快就将大字给写完了。吴叔叔，为什么我写的字跟毛毛虫一样哇？我爹爹写字也跟你一样好看的，为什么你们写字这样好看，不毛毛虫？那是因为你手用不上力，你回家闲散的时候就找个竹筒，里面装些沙子，然后攥着来回的举，渐渐的你写字就有定力了。好，谢谢吴叔叔。听闻你们书院小考也有写大字这一项吧？日后你们下了学可以来这里，我来看你们。吴叔叔，你跟我们夫子一样厉害。不因其他，实在是写字太好看了。吴叔叔脾气也好，不觉得我们笨。事实上，读书本就是一条枯燥的路，你们年纪还小，觉得无聊也能够理解。我过去喂猪了，到时辰了。猪猪要吃饭了，我们也要回家吃饭啦。赵恒眼瞅着时候到了，就带着一群娃回了赵家。姐姐你看，我今天写的大字是不是不错哇？嘿呦，不错呀。阿宝这个字儿今天瞧着像是一只好看一点的毛毛虫了哈。你觉得吴昕给你们当夫子如何呀？吴叔叔很好啊，吴叔叔一点都不生气。准确的来说，吴叔叔一点都不暴躁。好，那这几日呢，爹忙的时候你们再过来练大字啊。我要赚小猪猪的。赵恒笑。接下来的几天里，阿宝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钱小鸭。每天上学，傍晚下了课就去调酒院找吴昕练大字。这一天傍晚，吴昕刚教完孩子们写大字，刚准备去喂猪，就看见猪圈旁边站着一个颀长的身影。赵大人吴昕呐，你这堂堂一个文官，在调酒院养猪呢，也养了一些时日了，可有觉得屈才了？赵恒问道，视线落在了猪圈里最胖的那只小花猪身上。起初确实觉得有些难受，可原本我就做了亏心事，眼下每天倒是过得很充实。实不相瞒，赵大人，现在的日子对我来说好像是最安心的了。你这人呢，善文不善武，知面不知心，不适合官场，倒挺适合书院的。写字颇为不错，为人也有耐心。我呢，已经跟破山书院的刘山长聊过了，3日之后你就去破山书院赴任，你觉得怎么样？吴昕站在原地，一时竟然说不出话来。好好想想啊！不过教书是教书，也不能耽误了喂猪啊！
毕竟这些猪那将来都是用作书院给孩子们的奖励呢。啊，赵大人，我愿意，为猪之事我也绝对不会耽误的。赵恒背对着吴昕勾起了唇角。2日后，破山书院。赵大人，你给老夫一个夫子也就罢了，你为何要将养猪场一并送到书院来？哎呀，这无心养猪，无人能及，没办法啊，只能是将养猪场一并送过来了，也方便你们后续发放奖励不是？我调酒院本就忙碌，岂可给你天天运猪啊？总之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无心给你，养猪场也给你，买1送1。嘿嘿，行了，时候差不多了，我得去接孩子了啊。这书院哪里有地方给你养猪？哎呀，我缺了那么多银子，什么地方能养猪就得你自己好好想想了。月底之前啊，这些猪尽快转移到书院来。赵恒扔下这句话，就抬脚朝着外面离开了。黑心者，黑心者，赵恒也！吴昕站在旁边，是一句话都不敢说，毕竟他是买1送1的呀。刘夫子正在气急败坏的时候，九毛忽然从门外探了一个脑袋进来。山长，我们主子刚才忘了个事儿，让我告诉你一下，就是转运猪圈的时候，请务必照顾好那头最胖的小花猪。在书院里，那头小花猪也暂且不要当奖励送出去，因为那是大小姐的猪。狗赵恒，狗赵恒！山长，赵大人其实很不错，能顶着压力撑住调酒院。他人是不错，但不妨碍他狗。但是转念一想，赵恒他们确实给书院投了不少钱，说到底破山书院能建成，赵恒是主要的推动者。罢了，就当吃人嘴短了。吴夫子，收拾收拾，明天准备来上课吧。山长，我待会儿还得回调酒院喂猪，不过明天我定会提前来的。真狗啊，真狗啊！磨坊里的驴都没这么累的。钱掌柜，你之前可曾服用过什么避子的药物啊？神医说的不错，夫人有些体虚，若想怀孕呢，需要好好休养一段时间，至少3个月。若太过着急，只怕会伤及根本。神医，当真只需要3个月？不错，只是药材有些贵呀，老夫的诊断费也有些贵。这个我们知晓，这是一半定金，倘若日后怀上了，必定会上门重谢，并奉上另一半银钱。嘿嘿，又可以给孩子们发钱了。孩子们在隔壁听见老药王这样说，全都开心的咧嘴了。药爷爷又赚钱啦，又可以给他们买好吃的了。老神医，我夫人生了小丫以后，我确实服用过避子药，因为我只想跟我夫人生孩子。既然你们只准备生一个，那为何如今又来求子呢？因为我闺女最近一直吵着想要个弟弟，所以没办法，我们夫妻俩只能决定再生一个了。原来如此，要是孩子一直这样说，你们也只能这样了。钱掌柜连忙的点头，倒是钱夫人临走之前还朝着老药王问道：神医，我的病当真能治吗？我既给你开了方子，那就是真的能治，只不过药材和方子确实是珍贵，所以你们要多花些银钱了。这个我们自然明白的。于是乎啊，老药王就这么送走了钱掌柜夫妻俩。哎呀，你们几个呀，倒是鼻子灵得很，知道爷爷赚了钱。爷爷，这是我们家的酒楼，我今晚请你吃饭吧。今儿个赚了银子，自然是带你们去清河街吃，晚上顺便听个曲子，怎么样？爷爷，我要看唱戏的，我们去看那个真假千金。不好看，那个都是后院的事儿，我想要看精忠报国。这样吧，咱们兵分2路啊，让你娘出来带你去看看这个真假千金，我带男娃们去看精忠报国，怎么样啊？我同意。就在这时候，
一个小药童模样的人敲门走了进来。拜见老爷，您交代的事儿已经打听回来了。你是谁哇？你是多少毛啊？20毛吗？回大小姐，小的叫柴胡，是主子派给老爷和老夫人的暗卫。我让柴胡去打听八卦了，你们一起来听听。钱掌柜夫妻俩女强男弱，钱家的生意大多靠钱夫人娘家扶持。钱夫人自小体弱，难以生产，怀了钱小丫以后，大夫便说以后无法生产了。钱掌柜忌惮钱夫人家的钱财，为了讨好老丈人家，便喝了避子药。钱小丫如今被他们关在柴房里，我已经通知书院了，书院的人此时应当已经到了钱家。老药王听见这话点了点头，不过他还没有说话呢，阿宝已经动作了，从自己的大兜兜里掏出了一小包肉干，递给了柴胡。柴胡一脸呆滞地看着阿宝，收着吧，阿宝给你的，老月头买的肉干好吃。柴胡这才连忙跟阿宝道谢，然后带着一小包肉干安静地退了下去。姚爷爷，钱小丫住的就是长毛住的那种地方吗？哪里，钱家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富之家，那柴房的条件肯定是差的。咱们家长毛那可是有单独的狗窝的。哎呀，好了好了，别担心了，书院的人会带钱小丫出来的。老药王就带着一群娃离开了酒楼。晚上，王春娘带着阿宝去戏班子那边看真假千金，因为其他孩子们都去看精忠报国了，所以只剩下阿宝和王春娘。距离戏班子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王春娘听见前面有敲碗的声音，她拉着阿宝走了过去，果然是个要饭的老者。阿宝，兜兜里还有铜板吗？给这个老爷爷几个铜板吧。阿宝想了想，胖爪爪掏出了一串铜板，连带着兜兜里的一包点心，全部给了那个老爷爷。谢谢这位恩人，无以为报。这是老朽路上捡的一个石头疙瘩，送给你了。阿宝摆手，他不能要老人的东西，最后还是王春娘点头，阿宝这才收了过来。谢谢老爷爷。戏班子里，王春娘将土疙瘩给收了起来，而阿宝已经沉浸在真假千金的戏里了。阿宝啊，刚刚你为什么愿意给那个老人家铜板呢？娘亲，万一以后我爹爹也在街上要饭，我也希望有小孩给我爹爹铜板买饭吃。你爹听了估计会感动哭的。娘亲，今天钱小丫的爹娘说，阿宝就将今天傍晚在酒楼听来的那些话都告诉了王春娘。钱小丫的爹娘都不是好爹娘，日后若是看见了，不必理会，不用讲礼貌，听到了吗？阿宝点了点小脑袋，娘亲说啥他就听啥。钱小丫那边书院既然已经去了，估计明天就会回去上课了。你若是想跟他玩，便跟他玩，不必顾忌太多。听康康和大宝说那个孩子不错。阿宝点头。笑啥呢？啊，是不是那赵阿宝又做什么蠢事儿了？赵阿宝才没有做坏事呢，爹爹不要冤枉我。那你娘笑什么？我跟阿宝今天去戏班子的时候啊，碰见了一个老者在要饭，阿宝给了他铜板。后来呢，我就问阿宝为什么愿意将自己的点心和铜板都给出去呢？阿宝说呀，若是有一日他爹爹也在外面要饭，他希望有小孩也会给他爹爹铜板买饭吃。哼，我谢谢你啊。不客气的。张爷爷之前带我们出去的时候说过，叫老，人也老。老，人也老，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张爷爷肯定不会教这么奇怪的东西，我看你是忘了吧？啊？不是，就是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阿宝，快把你收到的石头疙瘩给你爹看看。这才将那土疙瘩给拿了出来，然后当着阿宝的面，一掌将那土疙瘩给拍开了。只见四散开的土渣渣上面，一颗鸽子蛋大的宝石亮晶晶的，几乎要闪瞎人眼。
是腊肉叔叔，肯定是腊肉叔叔。腊肉叔叔之前就给过我宝石。哇，娘亲，这个宝石这么大哇！这么大一颗，给阿宝做个项链吧。啊，行。哎，库里头是不是还有一些小的祖母绿一块配上吗？王春娘点头。阿宝听见爹爹娘亲要给自己做项链了，然后就朝着赵恒和王春娘的床上跳了上去。娘亲，我今晚想跟你一起睡。哎呀，行啊，这样更好啊，方便我喊你起床啊。这样啊，明天天不亮你就起来跟我跑步去，顺便我监督你背诗，怎么样？阿宝一听这话，干脆一溜烟的跑了出去。都说了让你别吓唬他，你还吓唬他，他心里都惦记着你。哼，惦记着我？惦记着我去要饭？你这人说不动你。你刚才说给阿宝吐疙瘩的是个老头子？是啊，我没见过，不过我倒是能察觉到他是个习武之人，所以才让阿宝接的。滇南王那边的烂摊子想必是收拾的差不多了，要不然也不会派人来给阿宝送东西。我要是没猜错的话，那个老头应该是他的暗卫之首，我们要不要收过来？你也说了是人家的暗卫头子，人家肯听你的。王传娘瞪了赵恒一眼，随后就快步地走了出去。赵恒没有说话，只是那神情明显是在算计着什么的。真是可怜。田小鸭，这个给你，你是不是没怎么吃饭？吃了。你在哪儿吃的？吃了一个鸡蛋，我爹娘叫我放出来了。你爹娘怎么跟你说的？我爹娘说让我读几年书，学些东西，等长大了就找个好人家嫁了，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也就是说他们现在还养你了？钱小鸭点头。你先应承着，乖乖听他们的话，让你学琴你就去，反正这些东西学了是给自己学的，等你变成了大孩子能反抗他们的时候你再反抗。养育之恩不着急，他们现在还年轻呢，你爹娘现在还能赚钱呢，不需要你报答，等他们七老八十了再说。梁康巴巴的一个劲儿地说着，钱小鸭忽然有些明白了过来。不过我娘说了，护女司那里好几个女官呢，女孩子不必拘泥于世俗。康康，世俗是什么？梁康摇头，他也不知道。正巧夫子从这里经过。夫子，我们有问题。夫子，女孩子不必拘泥于世俗是什么意思哇？女孩子不必拘泥于世俗就是女孩子不是必须要在家相夫教子，不是必须要会女工，女子也可以同男子一般，可以为官，可以读书，可以从军。夫子，你说的是不是就是我爹这样的？我爹是个男的，但是一直在家做饭，什么都听我娘的。最害怕这种实诚孩子了，家里什么八卦都往外说。夫子勉强点了点头。那我以后也想这样，我也想在家做饭，不用出去赚钱。夫子憋得脸都通红了，最后只说了一句：人各有志。好了，都回去吧，马上就要上课了。钱小鸭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总觉得自己好像悟到了什么。孩子们，这盆腊梅花是一位老爷爷送的，腊梅花很香，从今天开始就放在教室，你们切记要保护好它。腊梅花很香，每天落下来的花瓣我们当作奖励送给表现不错的孩子。康康，腊梅花瓣好吃吗？能不能做成饼子啊？应该不行吧，我怎么没听过有腊梅花饼？我只知道有腊梅的头油，我娘有，抹了以后头发香香的。啊，我不想要头发香香的，我想要饼饼香香的。看啊，这盆里落了一朵完整的小花。接下来我将提问一个问题，谁能答上来我就奖励给谁。宰相肚里能撑船，谁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夫子，我知道，我知道，
是说这个人不小气，很宽容，有人惹了他上火，他也不会生气。夫子一听，有些意外的挑眉，然后就亲自将一朵掉落下来的腊梅花送到了阿宝的手边。这次终于不是鸡毛了，这次可是香喷喷的腊梅花。一下课13毛，快，你快去送给我爹爹看。这个腊梅花是夫子奖励给我的，因为我知道宰相肚子里能装船的事儿。他点头，赶紧朝着调酒院赶了去。钱小鸭，我刚才被夫子奖励了一个小花花。钱小鸭一脸懵，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呢，阿宝就已经跑开了。我只是来通知你一下。阿宝一直乱窜，就这么短短的10分钟休息时间，他已经窜到了刘夫子那里，很大声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刘夫子。我是老了，不是聋了。调酒院，毛13急急忙忙地赶了过来。大小姐出什么事了？你为何如此急躁？九哥，我得赶紧见主子。毛13将那腊梅花小心翼翼地交给了赵恒，然后就把阿宝让他带的话都告诉了他。哎呀，真不容易呀！回去吧，就说东西我收到了，希望他再接再厉啊。毛13离开以后，就将9毛给喊了过来，准备一下，中午要去一趟琉璃居。9毛心中觉得疑惑，但也赶紧点头。这天晚上，整条杏花街上的人都知道赵阿宝在书院得了奖励的事情。老药王和老郑国公他们坐在一起，朝着阿宝问道：你爹呢？你爹怎么还没有回来呀？阿宝你偏心呐，先给你爹看都不给我们看呐。阿宝咧嘴指着外面道：我爹爹回来了，爹爹，我的小花花呢？赵恒伸手将一个珠子模样的东西给拿了出来，递给了阿宝。爹爹，这个花花在里面。听见阿宝的喊声，老药王也跟着凑了过来。只见阿宝手里拿着一个琉璃球，琉璃球的中间就是那朵小小的腊梅。爹爹，小花花装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就能一直留下来了哇？不错。是在琉璃居整的吧？不便宜呢。毕竟是阿宝在书院里获得的奖励，用这样的方式留下也是不错的。老爷，我以后还会装更多的花花的。行，老爷改明找人给你做个柜子，专门放那些奖励的东西，如何？阿宝开心地蹦跶了起来。一群大人看着一个娃开心地在屋子里面蹦跶，嘴里还一个劲地炫耀着：我一定要把柜子都装满。个熊样，要是都装满，估计你得上200年的学。阿宝，以后我们一起学习吧，你每日来的早些。为什么哇？我要是来的早些，就吃不上饭了。我想了想梁康说的话，我应该好好读书，好好读书才有出路。我也要好好读书，我要带一屋子奖励回家。钱小鸭刚要说什么，见大宝和梁康走过来了。喂，钱小鸭，你爹娘这2天虐待你没有？没有。虽然没有虐待了，但是也不像以前那么关心他了。他们俩如今每天只操心怀孕生弟弟的事情。听说你外祖家有点钱，你为何不去你外祖家求助？你舅舅不喜欢做生意，只喜欢花钱。你外祖父如今还在外面打拼，你为何不去找他们？其实这些事儿都是康康跟梁夫人聊天的时候听梁夫人提起来的。我用什么理由找他们？我觉得你得搞好学习，才能去找你外祖他们。你得让他们看见你的闪光点，让他们觉得你是一个比你娘和舅舅更有前途的孩子，他们才会好好培养你。我爹跟我说，京城里的很多大户人家都是生了一堆孩子，但是只会在这一群孩子里面挑选最出众的那个继承家业。钱小鸭的脑袋逐渐地开始清醒，他似乎悟到了什么。是的，没错，这个我也知道。
如果当初我们家的那些姨娘都生了孩子的话，那我们家也会一堆孩子。阿宝一脸疑惑的道：我们家孩子少啊，只有我跟我哥哥，我姥爷家还有安平哥哥。总之，我觉得你得考虑一下，你外祖家其实是个不错的选择。阿宝，夫子又要提问啦！一听这话，阿宝就噔噔噔地朝着书屋跑了过去，速度那叫一个快。夫子现在提问的时候都不敢直视阿宝了，毕竟这阿宝的视线实在是太强烈了，简直是想把他戳一个窟窿。谁知盘中餐的上一句是什么？夫子这话刚落，坐在最前面的一个小男孩直接很大声地喊了出来：二爹和下土。嘿嘿，今天落的这个腊梅花就奖励给你了。看见那小花花落到了小男孩的手里，阿宝瘪瘪嘴：没得到。大宝，我能不能打得过他啊？不准打人的，等下次再落花我们再抢答。阿宝无奈的点头，有些失望。原本以为这件事情会这么过去，结果下课以后，得到了腊梅花的小男孩忽然拿着那朵小花花走到了阿宝的面前。周真真，你要送给我吗？我卖给你1两银子。啊，你要卖给我吗？这是父子奖励的东西，不能卖钱的。周真，你如果再这样说，我们就去告诉夫子你用这个卖钱。要是知道你用这个卖钱，夫子以后肯定不会给你花的。周真真，你这样做不对。我叫周真，不叫周真真，你别给我乱起名。我知道了，周真真。笨死了，连背诗都不会。你看不起我！二丫见此，朝着阿宝喊了一嗓子：阿宝，你快点过来，快点过来！我带了好吃的，管家爷爷做的辣椒酱，我还带了几个饼子，你们快过来尝尝。一听有吃的，阿宝也不在乎人家看不看得起他了，溜溜的就朝着二丫跑了过去。二丫，这个辣椒花生酱怎么做的？真好吃，太香了。我也不知道，我就看见他把炒的花生、辣椒、芝麻什么的一起捣碎了，反正最后就是这样了。真好吃，你让他多做一些，我们去驿站那边卖钱。想啥呢，康康？驿站那边的人都走了。那我们去清河街卖，咱们白天来书院，晚上出去摆摊，怎么样？我想在家玩，上学太累了，晚上不想动脑袋算要收几个铜板了。你在家睡觉，我们出去卖，咱们得从小就要学会做生意，这样长大了才好赚钱。我长大了以后不赚钱的，我长大了以后要在家做饭的。这话正好被旁边经过的夫子给听到了。张尔雅的远大志向总是这么让人猝不及防。钱小鸭呢？给钱小鸭一块，免得它吃不饱。二丫看了看，就剥了一小块去送给钱小鸭了。只是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就一脸惊恐地朝着阿宝他们说道：天哪，我刚才去给钱小鸭送饼，钱小鸭竟然在跟他们夫子说话，好像是在问什么东西。我姐姐说了，不会就是要问的。那你敢问吗？你要是敢问夫子问题，我就你今晚的大字我给你写了。啊，你等着，我肯定敢问的。不能下课的时候，要上课的时候。因为夫子提问过了粒粒皆辛苦，所以就借着这首诗给孩子们讲起了珍惜粮食的事情。就在夫子讲的正起劲儿的时候，阿宝忽然伸出手，很高的举了起来。找阿宝，有什么问题吗？夫子，你今天早上吃了什么饭哇？我今天早上吃了稀饭和鸡蛋，并没有浪费。找阿宝，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阿宝摇摇头，开心的坐下了。我今晚不用写大字啦。梁康翻了个白眼。大宝，我不用写大字啦，我今晚吃完饭就要睡觉觉啦。大宝无语。康康，我再起来问一个，你明天给我写大字吧。康康不敢说话，假装没听见。大丫听见这话，也赶紧低下了头。耶
我写，二丫给我写。阿宝，你还是得自己写，夫子明天要检查的。二丫写的大字跟狗爬的一样。可是大宝，我写的大字也不好看。唉，算了，劝不动了。希望明天夫子别来找阿宝吧。而在第二天，二丫写的2张大字以阿宝和张尔雅的名义交了上去。吴昕在看见收上来的这些大字时，他趁着没课的时候就每一张认真地看了起来。可是很快他就瞅着自己面前的2张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大字呆了呆。落款是歪歪扭扭的张二甲和赵可宝，但是他一眼就能分辨出来，这分明是张尔雅和赵阿宝。吴昕又不是小孩子，各种缘由他想想就明白了，只是到底是调酒院出来的人。他第一个想法并不是去找书院的山长，而是要去找赵恒。二丫和阿宝丝毫没有察觉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两人仍旧是疯玩。阿宝现在还时不时的就去找钱小丫玩，但是钱小丫几乎是连下课都是坐在椅子上的，根本不出去玩，都在看书。钱小丫，你屁屁不疼吗？你都坐了好久了，你这样用功会累坏眼睛的。恰巧从后面经过的夫子，这赵家到底都给阿宝灌输了些啥？咋的，看几分钟书就要累坏眼睛啦？阿宝，我得好好学习，你也回去看书吧。阿宝，看书吧，以后咱们也参加科举，等咱们长大了，肯定会有不少的女子去参加科举的。科举是什么哇？科举就是，不管你是有钱家的大少爷，还是穷人家的小书生，只要科举过了，都可以做官。一听做官2个字，阿宝的眼睛顿时瞪大了。做官，我喜欢。做官就会有人送小猪，还会有人送腊梅花。如果有人能送好吃的就更好了。钱小丫，我想好了，我以后也要当官的。那你还不赶紧回去读书学习？我得先吃饱才能回去读书学习。给你1块，我姥爷买的，可好吃了。说着，阿宝就递给钱小丫1块软乎乎的蒸糕，然后人就一溜烟地跑了出去。钱小丫看着旁边的这块蒸糕，心里暖乎乎的，因为这些天阿宝好像怕自己吃不饱，总是找各种借口来给自己送吃的。赵大人，依下官看，这2张大字都出自张尔雅之手，并不是阿宝写的，但是这2人之间可能是达成了某种协议，所以才会出现代写。此事可大可小。九毛啊，等书院放学了，把阿宝和二丫带到那个摘星楼去啊。九毛赶紧点头。为啥要带到摘星楼呢？摘星楼可是一家又好玩又好吃的酒楼啊。书院里面，二丫一整天都没有听见有夫子找自己，她很小声地朝着阿宝说道：阿宝，我帮你写的大字交上去了，夫子也没有找我们，说明这一关我们已经过了。大宝和大丫对视了一眼，两人谁也没有敢说话。天哪，竟然没有被夫子抓到，要不然下次再找二丫写吧。你们俩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指不定啊，明天夫子就把干爹给请过来了。二丫写的大字比我写的还丑。就这样，一群娃一直等到傍晚放学的时候，还是没有听见任何来自夫子的喊话的声音。阿宝彻底放心了。毛13赶着马车等在书院门口，看见阿宝他们出来了，他就如实的将收到的消息告诉了阿宝和二丫。哇，我们很久没有去摘星楼啦，我们要去摘星楼吃好吃的。干爹只让阿宝和二丫去吗？为啥不让我们去啊？我也想去。梁康想了想，又看了看大宝。干爹没说要打小孩吧？打应该也不是打我们吧。大小姐，上马车吧，主子应该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总之啊，
毛13最后还是整整齐齐的将御车娃都给拉了过来。哎呦，嘿嘿，几位小掌柜，你们又来了。赵大人已经在天字房等你们了。干爹有没有给我们点好吃的？没有点的话，我们顺便点着菜。定了一大桌呢，还有跳舞的。听见这话，大宝瞪大了眼睛。就在几个娃要上楼的时候，阿宝终于后知后觉地察觉到了不对。我姐姐有没有带小竹条？小二不敢说话，不敢点头，也不敢摇头。见此，阿宝终于有了一点点害怕。对呀，弟弟为什么只请我和二丫呢？怎么办？康康，我要怎么办啊？我今天没有穿很厚的棉裤。我也不知道啊，干爹打人可从来不挑时候啊。哟，赵大小姐和张二少爷怎么站得那么远呢？警告！弟弟要发飙啦！阿宝见状不好，拔腿就跑，结果人很快就被赵恒给拎了回来。回来？赵大小姐不是就喜欢逛酒楼看热闹吗？这么着急走啊？姐姐，放过我吧！哎呀，张二少爷瞧着这今天很精神呐，你一定很会写大字吧，是吧？赵恒一手拎着阿宝，一手将二丫也给拎了起来。果然，里面已经有了一大桌菜，还有跳舞的。只是那铺着大字纸的桌子，还有桌子上的那根小竹条，也很是显眼。都学会让二丫给你写了啊，本事挺大呀！你们俩就坐在这儿给我写，写不够10张不准回家。康康大宝，你们吃饭就行啊。赵恒这话一出，那些跳舞的也跟着跳了起来。大丫看着阿宝和二丫那副惨兮兮的模样，她小声地朝着梁康问道：康康，咱们敢吃吗？吃，这么好吃的饭，不吃浪费。赵恒也没有吃，就坐在一边喝茶一边看书。这么热闹，他竟然也能看得进去。几个舞女起初还在隔间那边跳，结果有一个跳着跳着就往赵恒这边靠近了。谁准你往我干爹那边跳了？你今天别跳了，出去吧。舞女一愣，但是她也没有理会梁康，毕竟只是一个小孩子，她还是眼巴巴地朝着赵恒看了过去。赵恒头也没抬，九毛直接将这人给推出去了。我爹就喜欢这样的，我爹要是在这里，我们家指定又多了一个姨娘。梁康他们一边吃一边乐呵，二丫实在是受不了了。干爹，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你原谅我吧，我想吃口饭。错哪儿了？我不该跟阿宝打赌，也不该帮阿宝写大字。我以后一定认真上课，认真写字。如果再犯呢？如果再犯，我就打光棍。张小少爷都是跟谁学的这些话呀？咋连打光棍都出来了？赵阿宝呢？我也打光棍。行啊，继续写，写完再说，有错当罚。阿宝一句话也不敢说，只能老老实实的写大字。真香啊，这鸡爪真好吃。干爹，这一桌肯定要花不少钱吧？晚上少吃一些，要不积食了啊。几个人一起点头。于是乎啊，这天晚上，阿宝和二丫就闻着饭香味儿，真的写了10张大字。哥哥，衣服又开了，姐姐罚我写了10张大字，最后只给我喝了1碗汤。我肚饿，我手上都是沫，我衣服还裂开了。赵轩看了一眼自家爹，就带着阿宝去洗手。个能的他，让二丫给他写大字。那确实该管教。说起来，京城里最近出了个事儿，你听说没？黎王夫妻俩的事儿。没错，听闻黎王妃的爹娘已经进京了。当初黎王顶住诸多压力跟黎王妃成亲，黎王妃是我朝的第一位平民王妃。原本我以为他们会白头偕老，没想到最后也落得这样的下场。跟张慧娴那边说说，最近做好准备。我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最近留意一下。我差人去查了查，黎王这个人貌似是比较讲究，
家中请了好几位风水先生，还有算卦大师。嗨，蠢货一个，不用担心，还不如担心你女儿啦。那今天回来路上还嚷嚷着要当官呢。有咱们俩在呀，阿宝也不会走歧途的。哥哥，我决定明天不喜欢姐姐了，我要跟她绝交一天。听见这话，赵恒翻了个白眼。阿宝，你们一块玩的几个小伙伴里面，谁的手比较巧啊？大宝比较厉害，大宝能把鸡爪子很完整的扒拉下来，大鸭也会，不过大宝扒拉的最好。所以阿宝理解的是这个手巧吗？哥哥，你会扒鸡爪子吗？今天摘星楼有那种脱骨头的鸡爪，康康说很好吃，但是我没有吃到。哥哥，你明天给我买点吧，一定不让我吃。那明天中午我就给你买，你可别让爹知道啊！阿宝瞪大眼睛，开心的点点小脑袋。这天早上，大鸭二鸭想要去护女司这边瞧瞧，尤其想看看自家娘亲当官的样子，所以这天一大早，一马车娃就跟着张夫人的马车到了护女司。护女司刚筹建起来不久，很多东西都不完善，但是不得不说，女官的存在还是给孩子们带来了不小的震撼。就在他们准备往书院赶的时候，是不是钱小鸭哇？他刚才好像听见钱小鸭的动静了。钱小鸭听见阿宝的声音，然后就从石狮子后面走了出来。你咋在这里哇？要吃饼子吗？我姥爷今天给我带了饼子，我姥爷现在是我的临时大管家。我是来瞧瞧女官的样子，我以后想走科举。科举是什么哇？就是我跟你说过的，要考试，然后当官。当官可以，考试不行。阿宝，快点上车了，要不然会迟到的。钱小丫，你上来不？不用了，我姥爷给了我小马车。钱小丫的姥爷家还挺好的。我娘说钱小丫的外祖父是个正直的人，就是眼睛不好使，找了个不中用的女婿，闺女也没养好。我姥爷眼睛就很好使，看样子对钱小丫不错，我们也不用担心了。钱小丫说来看女官的，我以后也要当女官。赶车的毛13听见这话，立马来了一句：大小姐，你当不了女官的，你只能当国公爷。为啥呀？我就不能两个都当吗？听见阿宝这样问，毛13就一边赶马车，一边给他们解释道：自从夫人接手国公爷这个位置以后，镇国公这个位置就更像是一个吉祥物，因为没有实权，只是会得到这个俸禄。而且夫人成了镇国公以后，也不能再为官，也不能再领兵，而且下一个继任国公爷的就是大小姐你。这哪是什么官啊，这分明就是陷住了干娘啊。总之大小姐以后成了国公爷，也只能当一个国公爷，没办法当其他的官职。13毛，那我当国公爷能收小猪吗？大小姐，主子收小猪并不是因为当官，而是给百姓们办事儿，所以常伯他们才愿意送花送猪。你把主次搞反了，是给百姓们做了好事儿，才会有人送猪的。听着毛13这些话，阿宝有些似懂非懂，但好像是明白了一些。原来不是当官就能收小猪啊！我想当官是想收小猪，那钱小丫是为什么想当官呢？不是为了收小猪吗？抱着这样的疑问，一到书院里，阿宝就噔噔噔的去找钱小丫了。钱小丫，你为什么想要当官哇？阿宝，你爷爷奶奶还在吗？当然哇，我爷爷奶奶都在哇。我爷爷奶奶还说今天去给我买好吃的呢。他们对你真好啊。我爷爷奶奶很少来京城，但是每次来京城，他们都让我爹生弟弟，说我会断了我爹的香火。我爷爷奶奶也不喜欢我，说我长大了也是赔钱货。阿宝皱眉，这个话听着就不是好话。
你为什么不打他们哇？反正他们不喜欢我，所以每次爷爷奶奶来的时候，我就会躲着不见他们。所以我想要当女官，我想好好读书了，我不想长大以后被卖了。钱小丫看着阿宝那双清澈的眼睛，她缓缓地说道：阿宝，你知道吗？我爷爷上次跟我爹说，他说村里有人不喜欢女娃娃，就把女娃娃扔河里淹死了。阿宝听见这话，低下了头，好像是想到了什么。我以前也被人说过的，不过我爹爹娘亲很喜欢我，我爷爷奶奶也很喜欢我，还有我姥爷。女孩子不好吗？当然好了，我娘说了，只有女的才能生娃，男的生不了，所有的男的都是女的生出来的。你一个男孩子为什么会问生孩子的事？我知道，因为我们家的鸡蛋一直不出小鸡，二丫想要孵小鸡。钱小丫，我娘就是你今天看见的女官，我娘可厉害了，我爹就是个烧火做饭的，当女娃娃可好了，我可羡慕阿宝了。钱小丫看着几个小伙伴这样说着，她开心地笑了起来。所以钱小丫，你为啥想要当官哇？你是不是想抓你爹娘？我想让女娃娃不要被扔进河里了。此时的几个娃都没有想到，钱小丫小时候这样低低的一句话，会支持她以后走得多高多远。钱小丫都读书了，我也要回去读书了。书院里的夫子能明显地感觉到，赵阿宝最近的状态很是不错，虽然写的还是歪歪扭扭的，但是他好像对读书稍稍地开了一点窍。这天中午的时候，阿宝火急火燎地跑去大学堂那边去找赵轩了。哥哥，你给我买摘星楼的鸡爪了吗？他点点头，拿出一个食盒来。你刚吃了午饭，不准吃太多啊，跟他们分着吃，知道了吗？阿宝点头。哥哥，你吃了吗？你有没有吃一块哇？哥吃了，快回去吧啊，跑慢些，别着急。阿宝点头咧嘴，又噔噔噔地跑了回去。看着阿宝跑走的样子，站在赵轩旁边的几个朋友忍不住地啧啧道：你这个妹妹，瞧得我也想让我娘再去生一个了。我娘就生了我们兄弟仨，倒是有2个妹妹，不过是庶出的，同我们也不亲近。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有我妹妹这样可爱的。确实，我都没怎么瞧见过胖得这样均匀的。真是多谢夸奖啊！阿宝抱着食盒，哼哧哼哧地跑回了小学堂的范围，然后就开始召集小伙伴们，把钱小丫也给喊了出来。吃鸡爪爪啦！阿宝，谢谢你，我只吃1块就好了，吃完我就回去写大字了。一听要写大字，阿宝赶紧朝着二丫瞅了过去。二丫一听，赶紧也跟着吃，因为上次干爹说随时要检查他们的大字。总之，钱小丫这种急切的学习劲头，还是稍稍的带动了一下其他孩子们，就连阿宝都比寻常勤快了许多。就是他！我知道他就是他爹。你们找我爹爹有啥事儿哇？娃娃，我们要找你爹申冤，你爹人呢？我爹爹就坐在前面呀。赵恒停下马车，看向萧家一家人。赵大人，这是小女萧成，嫁给了李王，但是李王他对小女苛刻至极，甚至还让她改名字。赵大人，你们调酒院能不能帮帮我们？萧老爷是读书人吧？大人是如何知道的？啊哈哈，听萧老爷说话，便感觉到应当是个读书人。朝廷新成立了一个护女司，您可以托人写个状子去找护女司。调酒院不能管这事儿吗？萧老爷，护女司刚刚成立，他们也想做出一件好事来，所以你们一旦上门，他们自然就会好好的办。萧老爷若是不会写状子，我可以给您引荐一个人。不用，我会写状子，我自己来。既然赵大人这样说了，那我明天一大早就去护女司。赵恒就站在原地，目送萧老爷带着妻女走了出去。
萧夫人有些疑惑地朝着萧老爷问道：“老爷，你为何这样相信他的话呀？他是不是为了打发咱们走啊？”你不懂，最近这几天我已经把周围都打听遍了，赵大人说的话很管用，而且他们从来不做害人的事儿。可是昨天咱们吃包子的时候，听小二说过，赵夫人曾经把一个人挂到了城墙上。那是那个人该死，做那些伤天理的营生。今晚回去我就写状子，既然赵大人这样说了，护女司肯定会接的。你们得清楚，咱们这次状告的可是皇上的弟弟李王。爹，我听你的，我不能白白被他打。他以前不这样的。等爹再给你物色一门好亲事，当初爹就反对，门不当户不对，不会有好结果的。赵府，去，找你哥玩去，爹有事跟你娘说啊。爷爷，你跟娘亲商量事情，为什么不带我玩？是不是因为我笨啊？你爷爷今晚是不是做了好吃的了？一听这个，自己噔噔噔的带着长毛去找哥哥了。阿宝跑开以后，街口的事情我听说了，我已经去让人告诉慧贤了，你有意将他们引到了护女司。护女司呀，需要一块磨刀石，离王正是个好人选呢。与其被动防守，不如主动出击，就等护女司一战成名了，自此护女司也就不会再被撤，而是能彻底的在朝廷站稳脚跟。我知道，只是我有些担心，离王那个人有些走火入魔，我害怕他会做出对孩子们不利的事情来。不必担心的，不会发生。见赵恒这样说，王春娘仍旧有些不太放心。阿宝，随老夫来一趟。刘夫子，我们不能让阿宝一个人去，我们要跟阿宝一起去。于是刘夫子就带着一群娃到了书院的大前厅。大宝，是不是有人要接我哇？是谁哇？还不知道，我们得去看看。不必惊慌，我已经差人去喊你爹了，约莫你爹也快到了。听见干爹要来，大宝几人心里总算是踏实了一些。待会见了人，你们只装傻就行，知道了吗？一定要拖延时间。阿宝几人连忙点头。就在刘夫子带着几个娃刚到前厅没一会儿，就有一个长相很是不错的男子带着仆从走了进来。这个人的衣服上有蟒纹，肯定是个王爷。看看我的衣服上绣着兔兔。阿宝，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李王爷。也就是这一声，孩子们立刻明白了，眼前这挺帅的男人的确是个王爷，李王。谁是赵阿宝？阿宝也不说话，只是好奇地看着李王。本王在问你话呢，你为何不回答？想到刚刚刘夫子提醒他们不用说话，所以他仍旧是不开口，只是一个劲儿地瞅着李王。这孩子今年几岁了？回王爷，阿宝今年5岁了。可知他何年何月出生？本王要瞧瞧他的八字与本王的合不合。书院刚刚建成没多久，登记名册的时候并没有具体到年月日，王爷可否等等？我已经通知了他的家人。可以，正好本王也有事儿要同赵恒商量。阿宝真好，幸好跟着你出来了，正好不用上课了。恰巧听见这话的刘夫子，白操心了，听听他们说的，这都是人话吗？赵恒快步走进来的时候，视线先朝这几个孩子看了过去，见他们都好好的。不知王爷找我女儿有何事啊？赵大人，我想认你的女儿当义女，不知你意下如何？若是同意，明日我就安排仪式，同时去跟皇上请命，封她为郡主。啊，那个刘夫子，先送孩子们回去上课。直到孩子们离开，赵恒这才说道：不可。为何不可？本王是王爷，你的女儿当我的义女，你没有损失任何东西，何乐而不为？你认阿宝当义女，只是听了什么风声嘛，并非出自真心保护。这样的义女当起来也没有任何的意思。王爷就此罢休吧，要不然我就不得不好好的研究一下黎王府了。研究黎王府做甚？要整我吗？
黎王虽然是个王爷，但是对于赵恒，他还是有些忌惮的。赵大人，本王听说王妃找过你了，本王奉劝你一句，王妃那人带煞，你若是靠近她，就会倒霉。那王爷当年娶妻的时候，为何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谁没有年轻气盛的时候？那时本王以为我命由我不由天，可自从跟他成亲以后，本王确实诸般不顺，因此才不得不走到这般。认义女的事情我一人做不了主，还要我夫人同意才是。可是我夫人呢，向来厌烦男人喜新厌旧，因此我倒是不建议王爷同她见面。听见赵恒提到王景那位煞神，他更是不想惹。今日之事到此为止吧，王爷还是放弃这个念头吧，我女儿就是一个寻常孩子。黎王还没等再说下一句，赵恒已经大步离开了书院。只不过一走出书院的门，去查查谁给他出的主意，请他来一趟。九毛点头，立即去行动了。书院下课以后，阿宝托着腮坐在椅子上，好奇地朝着几个小伙伴问道：他为什么要认我当女儿哇？我只有一个爹爹的。天上不会掉馅饼的，他认你当女儿，说不定是要利用你什么呢。反正你只要记着，天上不会掉馅饼就对了。小哥哥以前也这样跟我说过的，所以碰见路上有丢钱的，我再也没有捡过哇。他跟咱们又不熟，也不认识咱们，肯定是有所图，不要理会他。阿宝只有一个爹爹的。要不然我代替阿宝，我去认他当义父，我用他的银子买猪蹄给你们吃。大家都朝着二丫看了过去。你们为什么这样看我呀？反正我爹也不靠谱，再认一个干爹也挺好的，还能赚银子给你们买好吃的。不可，我们只能有一个干爹，就跟阿宝只能有一个爹一样。黎王府上的风水先生被请过来的时候，两个人都是懵的。你们俩这副模样，想必不是真正的风水先生吧？难不成是打着幌子骗人的？可你们骗到我们赵府的头上，就是你们不对了。说谎是要被割舌头的，你们说我是先割谁的呢？饶命啊！大人饶命啊！我们再也不敢乱说了。见两人已经足够长记性了，九毛这才放两人离开。王妃，敢问状上所言你被黎王所伤可是真的？可否还留有证据？留着，他打过我一次，我爹不曾让我抹药，所以被打的痕迹都还在。王爷他还说我的名字晦气，想要让我改名字，改成萧吉，可我并不想。我曾怀有一个孩子，只因风水先生说那孩子是我们在阴时阴刻有的，王爷便为了我堕胎药。萧成越说，张慧娴的眉头就皱得越深。此案护女司接了。赵家，哈哈，阿宝，老爷给你做了个小鱼竿，下次咱们还去钓鱼。那把铁椅子我已经给你偷偷扔了，你爹不会再找到了。好啊好啊，老爷带我去钓鱼。老爷爷爷，今天有个王爷到书院来找我，说要认我当干爹，不对，是认我当干女儿。他想当我干爹，不过我不想认，爹爹就来了。阿宝就将今天在书院里发生的事儿都告诉了两个老头。黎王貌美却愚笨，当年娶了一位平民王妃，却也因祸得福，免于皇位厮杀。按理说他不像是能做出这种事儿来的人呐。事出反常必有妖，有人盯上了阿宝，不行，得去探探风声。行，我这边也差人出去探探，这位黎王爷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黎王压根没想到，就是去认了个干闺女，结果这天黎王府来了好几波暗卫，黎王府仿佛一个景点一样。回禀王爷，昨天晚上一共来了3波暗卫，4波，还有1波，只不过没有被你们察觉而已。管家下意识的一愣，回去好好反省一下，为什么没有察觉到赵恒的暗卫。王爷，
小的还是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你想想便知道了。本王昨天刚去找了赵恒的闺女，赵恒怎么会不派人过来呢？准备一下，本王要进宫。宫里，臣弟叩见皇上。凭什么？今天进宫有何事啊？听说你昨天去破山书院，想要认赵恒的闺女当义女。老五啊，你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不是为了拉拢赵恒吧？皇上，臣弟不敢拉拢，臣弟不慕权势，只想长命百岁啊！那些风水先生说，赵恒的闺女是个小福星，所以臣弟才会想要认她当义女。她是个福星，你认她当义女有什么用？她是个福星，又不是长生丸。风水先生说，只要认她当义女，臣弟也可以受益。老五啊，人各有命，短命鬼永远是短命鬼，长命的人自然长命。与其费些心思考虑这些，还不如好好想想如何收拾你那些烂摊子。你那个老丈人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当年他参加科举的时候，以一己之力举报了科举的副考官，你可别给皇室招惹麻烦。皇兄，并非臣弟不作为，而是那萧家老头想要让黎王妃同我和离，可是我们皇室之中何曾有人和离过？只有休妻，所以他们才会闹到赵恒那边去。和离，确实，皇室之中从未有人和离，公主也不曾有。你若闹出动静来，确实不好收场。皇兄，你可否阻止一下赵恒，别让他参与这个事儿了。阻止赵恒，你以为朕不想阻止啊？你以为朕能阻止得了？皇兄，您是九五之尊，竟然让赵恒如此嚣张，未免也太放纵他了。确实，赵恒的确是个硬骨头，所以收拾赵恒这件事儿就交给你了。朕今日可以明白地告诉你，若是你收拾了赵恒，朕就封你为黎亲王。黎王沉默了。任重道远，你多努力。皇兄，风水先生都说赵恒的闺女是个福星，赵恒原本都那个样子了，竟然还能好好的回到京城。皇兄，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将命运寄托在他人身上，不如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行，风水先生都这样说了，必须得去贿赂一下赵阿宝。小孩子总归是很好糊弄的，毕竟都没什么见识。阿宝，你怎么背了这么大个布包啊？背了什么东西啊？娘亲，你看，这是我带的3样东西。夫子说今天要跟小朋友们分享自己最喜欢的3样东西，所以我就带了。哼，给娘看看你带了啥东西。阿宝就将大布包展示给王春娘看。王春娘一看布包里的3样东西，顿时傻眼了。这个是姐姐给我买的夜明珠，晚上屋子里可亮了。哦，这个是姥爷给我买的珠罐罐，还有这个是爷爷买的，是一个珍珠向日葵。阿宝带这些去会不会太高调了？那夜明珠跟个大鹅蛋一样大，还有那珠罐罐是个金的。娘亲，我本来想带长毛的，但是装不下狗狗。宝啊，咱们换3样好不好？换3样轻快的，带1包肉干，带几个肉饼，再带1盒小丸子，这样不仅喜欢，用完了你们还能分着吃，不比这些又沉又不能吃的东西好吗？娘亲，是不是可以带好多样去玩？我还想带桂花糕，还有那个小糕点，我姥爷给我买的。阿宝虽然将那3件很沉的东西给放下了，但是出发的时候背着一大包很沉的吃食离开了。看着那胖墩墩慢吞吞地往外走的模样，王春娘忽然感慨了一句：哎，我们竟然将阿宝养胖成这样了。胖吗？不算太胖，还算匀称。哎，黎王那边如何了？会不会再去找阿宝的事儿？无妨，方法呢，我已经交给阿宝了。阿宝的事再碰见他，会有办法应对的。
吃东西，这些都是我最喜欢吃的。这是一盒肉干，我夹给你们吃。王春娘给阿宝带了不少，所以阿宝的每一样都拿出来分享，甚至连夫子都尝了。我的分享结束了，是不是很好吃？大家都跟着点头。有了阿宝开头，剩下的小孩们也都很活跃。不过就在这节课结束的时候，阿宝忽然又高高的举起了手。夫子，你还没有说这节课谁表现得比较好呢？表现得好的是不是可以得小腊梅哇？所以经过夫子和小朋友们的评选，最后还是评出了3个小朋友送腊梅花，这1/3中就有阿宝。一想到自己又有一朵腊梅花了，阿宝简直是开心极了。明天早上我请你们吃面条吃吧。阿宝学着自家爷爷的语气说道。阿宝有钱。二丫一嗓子熬了出来。夫子什么时候给我画画哇？一定要下午离开书院的时候啊，要不然我怕我会弄坏了。夫子既然答应你啦，肯定会给你的。阿宝还是不放心，只是直到放学，阿宝也没有看见夫子来给自己送花花。夫子正要出门，瞧见阿宝就蹲在书屋的门口，眼巴巴地瞅着，后面还站着一排小家伙。赵阿宝，腊梅花今天没落，得落了才能给你。夫子，那什么时候才能落哇？开花与落花都不受人控制的，你快些回家吧。可是我没拿到小花花，我要怎么给我姐姐娘亲看哇？夫子见此想了想，抬脚回了屋子里，很快就写好了一张纸条，拿了出来给阿宝看。这是赵阿宝的意思，后面的字我就不认识了。赵阿宝凭此纸条可领取落花1个。阿宝一听这话，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你可以将这个纸条交给你爹娘，他们看了便会明白。阿宝一听，很开心地朝着夫子弯腰道谢，然后就开心地跑开了。到了调酒院，阿宝刚要撒欢去找赵恒，人就被大宝给拉住了。阿宝，你忘记了，我们要先练大字的。干爹现在肯定在忙，我们写完大字再去找他。阿宝想了想，还是觉得大宝说的不对，得先去找爹爹。阿宝，咱们要是好好写大字，以后肯定还能得腊梅花。一听还能再得腊梅花，阿宝顿时心动了，所以很痛快的就跟着去写大字。唉，一样的话，咋康康说着，阿宝就听呢？果然是我没有说到点子上吗？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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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看！哎呀，这如何得的呀？啊，分享你那些好吃的。给我，姐姐，你怎么知道的？哼，会吃也不错，有总比没有强。至于是什么奖励券，哎，管他呢，好歹是阿宝得到的。姐姐，你能不能给夫子也送一盆腊梅哇？嗯，为何呀？书院里那盆已经养不活了？不是哇，书院里的那盆落花太慢了。姐姐，你能不能送一盆天天都落好多花的腊梅花哇？那跟送一盆死花有什么区别？姐姐，今天是那个花没掉，夫子才给我写了这个字条的。如果掉了的话，我肯定就有小花花了。阿宝拿着这张纸条，很是兴奋地跟着赵恒回了赵家。只不过马车经过杏花街的时候，还没到赵家门口呢，阿宝就看见了王春娘骑着马，正从远处而来。娘亲，娘亲，我今天在书院里得了小花花。阿宝的嗓门很大，整条街仿佛都能听见了。王春娘自然也听见了，她朝着马车这边骑马赶了过来，直接将阿宝抱到了马上。娘亲，你看，这是今天夫子给我的小纸。姐姐，我的纸条被刮走了。啊，外边这是怎么了？是不是赵阿宝的声音啊？这杀猪了吗？听闻阿宝大小姐的东西飞走了，赵大人他们在帮忙找呢。调查了？是不是掉银票了？啊，为何叫她阿宝大小姐啊？
阿宝大小姐让这样喊的。赵家真是有毛病。姐姐，找到了，娘亲给我找到了。娘亲，这张纸条有些脏了，夫子会不会不给我小花花啊？怎么会啊？夫子若是问起来，这纸条为何如此脏，你就将今天的事情简单跟他说一下。我要得小花花的。阿宝回来了，老爷今晚给你做了烧鸡，你快去找你哥。阿锦，你跟阿宝爹来书房一趟。阿宝一听有好吃的，撒腿就跑了。西戎那边来了消息，西戎如今新帝登基，他们想要跟咱们联姻，所以不日西戎的公主就要来京城了，寻找联姻的对象。西戎绝对不会选取大臣当西戎的驸马，所以只会选择一个皇族，这些都是次要的。这次西戎和亲的背后，我怕要起战事了。阿姐，黎王跟护女司那边的进展如何？黎王仍旧不肯和离，只想给黎王妃休书。不过黎王妃一家并未同意，本质上只要黎王同意和离，黎王妃一家就会罢休的。可皇家从未有和离的，只有休书，毕竟这阶级差距摆在这里，所以黎王大抵是不会肯点头的。联系刚才这个事情，你明白爹想说什么吗？女儿明白了，我这就命人将西戎公主和亲的消息放出去，有心人自然会有所动作的。爹呀，这姜还是老的啦。行了，事情说完了，赶紧回去看孩子吧。你说有没有可能黎王闹这么一出，就是为了将黎王妃的位置空出来？或者说，有没有可能他很早就知道要和亲的事情了？方才那个书信上说，西戎的公主的确要来选一个驸马，但是选中以后是要带回西戎的。黎王能跟着去西戎吗？此事还有待考量。走着瞧瞧吧，看看这人是不是个自作聪明的。西戎人来的话，正好放阿宝他们去练练，瞧瞧学的西戎话有没有什么成果。王春娘有一瞬间的迟滞。怎么了？啊，听13说阿宝他们学买吃的和那些食物的名称倒是很快，其他的进度很一般。最近他们好像还跟着张府的老管家学着报菜名呢。怎么办啊？咱们不会真的将阿宝给养歪了吧？这琴棋书画除了写大字、画小乌龟、画猪头，好像其他都没有涉猎。赵恒站在原地，头一次开始想象阿宝以后长成大姑娘的模样。整天舞刀弄棒，跟个清河街街溜子一样。脑壳开始疼了。就在赵恒这样想的时候，赵府的大门就哼哧哼哧地跑出一个胖乎乎的身影来。康康，你们快来我家玩，我老爷做了可好吃的烧鸡啦，快来玩！你瞧瞧，你瞧瞧，瞧瞧那闺女那个走姿。咱们也算将门，孩子这么大气，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吧？是没什么问题。哎呀，或许等阿宝长大了，能把整个京城都带偏呢。你也算望女成凤了。只是按照阿宝的劲儿头，带跑偏也是有可能的。就在王春娘将西戎公主放出去和亲的第二天，黎王府那边就有了动静。黎王主动提出放弃休书，给黎王妃写和离书了。你还瞅他做什么？他今日既然这么痛快地给了你和离书，自然又是有了其他的所图了。我们赶紧离开京城，再也不来这是非之地。想到自己没有的孩子，萧成也终于做出决定。他朝着自己爹娘点点头。大人。是了，看见女子们释怀的模样，这就是他来护女司的意义。多谢你这些时日的帮忙，这是我爹娘准备的2盆花，一盆赠于护女司，一盆请麻烦转交给赵大人。我爹之前打听过了的，很多百姓都送花送猪，这2盆花也不名贵，还请留下。那你回家乡以后要……大人放心，我爹娘很是开明，并不会觉得我一个和离过的女儿有什么不好。自此一别，也望大人
珍重。老爷，咱们就送2盆花，会不会太寒碜了呀？你不懂，那2盆花，兰花是送护女司，没什么讲究。倒是那盆腊梅花送赵大人，反正我去调酒院打听过的，好像是这些花跟珠都会送到书院里。听说上次送过去的就是腊梅花，孩子们很是喜欢，所以咱们也是有样学样。行了，闺女婆娘，咱们回家了。要不是护女司跟赵大人，咱们闺女只怕是要折在这京城了。也幸好以往没有起杀心，要不然随便找个由头说你病死了，我跟你娘哭都没地方哭。2月12是京城这边的花朝节。阿宝，今天呢，娘也带你去花神庙看看热闹。你奶奶温棚里种了不少花，给你备了一篓子呢。大宝他们要是有空，你把他们也给喊上。娘亲，好不容易不上学1天，我可不可以睡1天啊？你不是最喜欢看热闹了吗？总得去看看热闹呀。所以这天上午，王春娘跟梁夫人就领着一群娃去了花神庙。阿宝和大宝一人背了一篓子花，因为温棚里只能摘这么多了。阿宝，干娘刚才说了，咱们待会儿要去庙里将这些花送到花神娘娘的跟前，图个吉利。我娘说咱们这边花开得晚，所以现在山上没什么花，倒是江南那边应该不少花开了。哎，我有个赚钱的好法子，你们看怎么样？花神庙，正是因为今年天还有些冷，所以山上除了一些梅花，也没有什么鲜花。很多人去花神庙带的都是蝉花或者是通草花。王春娘跟梁夫人站在花神庙外面说话，毛13很是熟练地带着一群娃进去上香。结果香还没上，阿宝一嗓子已经吆喝了起来：卖花啦，卖花啦，鲜花5两1支，各位漂亮姐姐们快来看啊！由于今天来的不少都是世家大族的小姐们，所以不差钱，5两银子买一朵很香的鲜花，他们也很舍得。所以短短一会儿，2篓子鲜花都已经卖完了。康康边收钱边笑着说道：姐姐你真是比花还好看，等我们下次来买花肯定多给你1支。阿宝在一边疑惑地看向大宝，小声地问道：大宝，这个姐姐没有我娘亲好看。她买咱们的花还给银子，康康夸一句就夸一句。药奶奶一共给了2篓子花，每篓子30支，每支咱们卖5两银子。几个娃凑在一起叽叽喳喳地算着，阿宝只觉得一群蚊子在自己的脑壳顶嗡嗡叫，什么30支5两银子2篓子，他也算不过来，他就心虚地凑在一边假装跟着讨论，实则脑袋里是一团浆糊。阿宝，我咋听不懂，我算不过来，到底赚了多少银子？咱们还不如送到钱庄，让钱庄的人帮忙算。二丫，我也不会。唉，你也不会啊？我刚才看你一直在点头，还以为你会呢。好啦，现在证明咱俩一样笨了，我就放心了。算出来了，一共赚了300两。要是天天都是花朝节就好了，咱们还能去卖花。这300两，咱们一人5两，剩下的都给药奶奶，因为是药奶奶种的花，如何？梁康小嘴巴巴的，已经将银子都给分配好了。目睹这一幕的王春娘和梁夫人有些无语。明年咱们要早些准备，多准备一些花，让大喜奶奶和李壮叔叔都早些来摆摊卖东西。这里这么多人，肯定很赚钱。好啦，咱们出去买好吃的吧。阿宝可不管以后了，他得先去吃着玩着才好。一群娃就浩浩荡荡地走了出去，让他们出去溜溜吧。王春娘她走在前头的胖墩墩，她点了点头。是啊，确实要学会放手，让阿宝自己去感受这世间的一切。花朝节算是春天很重要的一个节日，京兆尹的几个衙役守在附近，一直在大声地喊着：香客众多，注意防贼。阿宝衣服上虽然都会定制大兜兜，但是王春娘也会经常给他挂一个荷包，只不过这个荷包里并没有钱。阿宝走着走着路，
胖墩墩就察觉到了自己的荷包好像动了动。阿宝的胖爪爪紧紧地朝着那个动自己荷包的人的手抓了过去。下一秒，那小贼就觉得自己的那只手已经要被抓废了。小贼还来不及喊出声，人就被毛13给控制了。他要偷我荷包，嘿，不过我的钱钱没在荷包里。我姥爷说了，他以前年轻的时候行军打仗，为了防小偷，都把钱塞到鞋底。阿宝的话还没有说完，他也被大宝捂住了嘴巴。阿宝，这里人太多了，万一被人听见都来偷你的鞋怎么办？梁康看着被暗卫悄无声息拖出去的人，他眼睛一亮，我又发现了一个赚钱的法子，咱们开始行动吧。这天下午，京兆府，京兆尹听见下属的汇报后，急匆匆的就朝着大堂这边小跑了过来。远远的只瞧见几个娃站在大堂中间，他很快就看清楚了，那个穿着一身黄衣服的胖墩墩，不就是赵家的大小姐吗？而大堂后面的空地上，整整跪了19个小偷。这都是你们抓的？对，都是我们抓的。大人，我让我们管家看了外面的告示，抓一个小偷有赏银的，这19个人应该能换不少赏银吧？一个一贯。京兆尹人都麻了。你们怎么抓的？我们就将荷包里装上小石头，假装是银子，然后就挂在身上，自然会有小贼过来摸我们的荷包，然后我们就拿东西打人。拿东西？拿什么东西？旁边的衙役指了指地上堆起来的那一堆木棍道：大人，就是这些。我怎么瞧着这些木棍有些眼熟呢？这就是那个庙外面围着的，被我们拿来打人了。阿宝仰头看向京兆尹，然后很熟练地朝着京兆尹伸出了胖爪爪。该给钱了。抓到一个一贯，一共19贯。来人！京兆尹的话还没有说完呢，又有衙役带着2个庙中人，快步地朝着大堂这边走了过来。没错，正是这些藤木。这些藤木围在花神庙前，每根藤木上都雕着花，一共12种。这里的几根正是缺失的。2位师傅，要我们赔钱吗？我们也不晓得的，就是要打人，所以就先拔出来用了。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听说了，诸位用来抓贼了，不必赔钱，只是日后莫要如此啊。吓死了，不赔钱就好，我们都还没捂热乎呢。这几家人明明有钱得很，为何如此抠门？2个庙中人带着几根藤条离开了以后，京兆尹也让人将铜板分给了几个娃。他原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所以心里很是松了一口气。毕竟作为朝廷的官员，他可是很清楚，这个胖娃是赵家的大闺女，疼得很。以免将赵恒给引来，他还是早点将这些娃给送走。就在京兆尹松了一口气的时候，那胖娃娃又噔噔噔地朝他跑了过来，小嘴巴巴的道：大人，我爹爹说京兆府里的饭挺好吃的，能不能给我们吃一点哇？我们抓小偷抓的都没有吃饭呢。阿宝手里只有大宝给他买的这个糖球，还没有吃饭，有些饿了。娘的，咋还赖上了呢？告诉后厨，将饭菜做得难吃一些。毕竟要是难吃，这群娃就再也不会来了。下属听见这话，赶紧去后厨了。结果后厨2个暗卫冷冰冰地站在几个厨子旁边，满眼的杀气。好好做，要不然动刀了。厨子瑟瑟发抖。后厨做饭的时候，几个娃也不闹腾，就乖乖地坐在大堂上，一点也不吵吵。京兆尹见此，倒觉得有些神奇。你们几个娃为何这么厉害？因为我们会功夫啊。大人，以后再有这种事儿，能不能花钱雇我们去抓贼呀？下个节是什么？清明节是不是也有庙会啊？你可以雇我们去的。那你们能不要钱吗？不能。那还说个屁。没一会儿，后厨就将饭给送了过来。远远的几个娃就闻见了饭菜的香气。京兆尹闻着这味儿，朝着下属低声问道：不是让他们做的难吃些吗？怎么这么香？
下属赶紧小声地将后厨的事儿说给金兆尹听。都不准剩啊，不能浪费粮食的。二丫你不能挑食，大喜多吃点肉。金兆尹看着这一幕倒是好奇了起来，难得竟然将孩子养得这般听话，而且离开的时候还朝着金兆尹道别。大人再见，清明节再找我嘛。几个娃从金兆府出来以后，马车已经在外面等着了。都吃饱了吗？几个娃同时点头。行，吃饱了就好，那咱们回去吧。他们俩虽然一路跟着，但是没有掺和，就让孩子们自己来忙活，这样他们以后碰见什么事情才不会胆怯。傍晚，阿宝将一家人都召集到了一起，就连刚回家的安平也没有落下。都别说话了，咱们阿宝要说话了。这是我赚的，我今天卖花花了，还帮忙抓小偷啦。阿宝边说边开始分，总之每个人都分到了一点。你今天光出去赚钱了，爷爷给你的钱你没花。阿宝摇头，然后当着一家人的面将自己的一只鞋给脱了下来，掏出了里面的一张银票。你这又是跟谁学的呀？我姥爷说的哇，我姥爷说他以前年纪小的时候，外出的时候就将银票放鞋里，这样就不会被偷走啦。老郑国公捂脸低下了头。你姥爷真是有妙招。你懂什么？老药王这人一辈子没吃过苦，人出门在外自然要多提防，多长心眼儿。阿宝，跟你爷爷说说，老爷还教你藏在哪里？听见老爷这话，阿宝就将自己的袖口的线给扯开了，里面赫然还藏着一张银票。我们阿宝都会赚钱给咱们花了。奶奶带你呀去温棚里看看吧，今天又买了些花草回来，估计下个月会开更多的花。奶奶，今天那些花花可好卖啦。宋氏拉着阿宝朝着后院的温棚走了去。阿宝一走，大人们的气氛顿时变了。收到消息，明日西戎的公主就进京了，明晚宫里估计会有晚宴。确实有，内务府已经在忙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也怕他们对你动主意，万一相中的你推脱又推不掉，那该如何呀？这世上只有别人甩不开我，没有我甩不开别人。瞧瞧你这个自恋的样子，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爹啊，我就是人外人。赵恒和春娘自小历经千难万难，才走到当初，已经算得上是凤毛麟角了。只不过一切还得在挖到阿宝以后，他们才能说一句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天晚上，宫里的圣旨就下来了，请赵恒夫妻俩参加明天晚上的宫宴，只有一点，不准带小孩。赵大人，皇上有旨，接待西戎公主需要保证宫宴安静，所以各大世家都不准带小孩。哎呦，公公，这孩子一年到头就馋宫里的饭，不带孩子怎么能行呢？就在赵恒说这话的时候，一个胖乎乎的身影嗖嗖地从外面跑了进来。公公，你来啦！公公，你来啦！你有没有给我带烤鸭哇？我上次给你说过的。一听见阿宝的动静，大太监下意识的想要挪动脚步，下意识的就想跑，可是阿宝跑得更快，于是他就被阿宝堵在了花厅里，一时之间竟然有些尴尬，不晓得该如何应对。公公，你怎么不说话了哇？我敢说话吗？啊！阿宝啊，明晚爹娘呢要进宫，皇上说了，不准带小孩。等明天爹娘回来的时候呢，给你带烤鸭，好不好？阿宝一听，顿时一脸委屈巴巴地瞅着大太监。大太监也顾不上体态了，赶紧伸手捂住了脸。公公，为什么不能带小孩去哇？小孩也很听话的，我不会哭的，我会不说话的，我吃饭就可以啦。大太监一边捂着自己的脸，一边朝着阿宝说道。
大小姐，这件事老奴也做不了主啊，都是皇上的意思。阿宝不肯放过大太监，就绕着大太监开始转圈圈，一边转圈圈一边问为什么。总之啊，大太监就这么被阿宝给耗在了赵府。宫里，裴文帝见大太监始终都没有回来，去赵府瞧瞧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被赵府留下了？暗卫领命，迅速的就朝着赵府赶了过去。此时身在赵府的大太监已经接近崩溃了。大小姐，老奴得回宫复命了，不能再耽搁了呀。那公公，能不能让我也去吃烤鸭啊？大太监没说话，阿宝就一直围着大太监转圈圈。大太监朝着赵恒和王春娘投去了求助的目光。阿宝，时辰差不多了，该睡觉了。啊，娘亲，这么快就到了睡觉的时间吗？王春娘点头，上前将阿宝给抱了起来。是啊，明天还得去上学呢，得早早的去睡觉咯。听见这话，阿宝只能点头，乖乖的让王春娘抱着去睡觉了。只不过即便他趴在王春娘的怀里，他仍旧巴巴地朝着大太监说话。大太监从未有这样一刻，巴不得自己是个眼瞎耳聋的。烦劳公公回禀皇上了，若是阿宝去不了，那我们夫妻两个也够呛能去。我们俩老来得女，心疼得很呐。还老来得女，说的自己好像七老八十一样。你们赵家人就是一肚子坏水啊！总之不管如何，大太监最后离开赵府的时候几乎是落荒而逃。大太监走了以后，赵轩这才从后面的屏风处走了出来。爹，要不然就将阿宝留在家里，若是西戎那边的来人居心不良，将主意打到阿宝身上该如何？阿宝想去，那就带他去，其他的事情可以早打探。那宫里会允许你们带阿宝去吗？自然，阿宝若是不去，那我跟你娘也不会去。为了让我跟你娘去啊，他们自然是会答应的。赵轩点头。日后啊，等你长大处理事情的时候，也要这般拿准命脉，才好为自己铺路。宫中呢，就是希望我去，所以只要我的要求不算太过分，他们都会妥协。看事情要先看本质。赵轩又点头。明天九毛会把晚宴的所有事情给你记录下来，到时候你和安平好好研究一下啊。宫里，裴文帝瞧见大太监那一脸的菜色，他不用听暗卫说就猜到了，大太监在赵家肯定又受到了折磨。皇上，赵恒就是这么说的，还是想带着小孩来吃烤鸭。他既然想带，就带吧。可是那位西戎公主不是不喜欢吵闹吗？明日只有赵家那一个孩子，想必也不会吵闹到哪里去。大太监听见这话，已经开始对这话存疑了。赵家的那位大小姐，想必就算是一个小伙伴都没有，也会闹个翻天覆地的。下去准备吧，明日上午西戎一行人就到京城了。大太监赶紧退了下去。第二天早上，阿宝抱着赵府门前的石狮子，死活不肯去上学了。为何不肯去上学呀？爷爷，我们刚才去吃面条子，听见有人说今天很多人都要去看公主来京城，大家都要去看公主。哎呀，你忘了，今晚的宫宴就是迎接公主的。京城所有的人家都不让带小孩嘛，爹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才让宫里同意带你进宫，你说你竟然不想去上学了，你这是……哎呀，赵阿宝啊，赵阿宝，你白费了你爹一片苦心呐！真的吗？真的吗，姐姐？今晚我可以去吃烤鸭了吗？我今天白天不去看了，我这就去上学。说着不用赵恒说，阿宝自己哼哧哼哧地朝着马车上爬了去。主子太会装了吧，明明是宫里的大太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主子分明就是不费吹灰之力啊。阿宝一进了书院就有些心不在焉。阿宝，你咋了？怎么一副有心事的模样啊？你昨天在家又挨打了？才不是呢，我都好久没有挨打了。我是听说今天有个公主要来京城，
大家都去看，我也想去看。我不想上学。阿宝，公主和你娘哪个好看呀？阿宝一听这问题，很是痛快地回答道：当然是我娘亲好看啦，我娘亲最好看啦。既然她没有你娘亲好看，你干嘛还要看她呀？还耽误咱们学习呢。阿宝一听，哎，好像真的是这么回事啊。公主好看跟咱们没有任何的关系，再好看也不如咱们好好听课。你不是还要夺腊梅花吗？我听夫子说，等到了夏天还会奖励荷花呢，就是那个很好看的荷花。一听送花花，阿宝的注意力真的迅速被转移了，也不想着去看公主了。见阿宝被说动了，钱小鸭这才悄悄地松了一口气，然后在院子里溜了一圈，就又回去读书了。钱小鸭真是太能学了。阿宝，我跟你说，那个公主不一定很好看的，你就不要去看了。我听我娘说，那个公主好像很受宠，但是样貌不是那么好看。人不能看样貌，要看心。虽然我暂时也不是太明白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娘这样说，总归有这样的道理。那个公主离家那么远来这里选夫婿，想来也是有点可怜的，是不是？阿宝想了想，要是换成自己，离家好远，离开爹爹娘亲去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那他也会很难过的。阿宝顿时就释怀了，也不想去看公主了。看看，我今晚去宫里吃烤鸭，等我给你们也带一些。不看公主，开始看烤鸭了是吗？不过宫中的烤鸭确实好吃。西戎公主在上午到达了京城，随后就住进了宫里，傍晚宫宴就开始了。阿宝放学回到家以后，王春娘给他收拾了一下，一家4口这才出发。阿宝啊，吃饭前记得瞧瞧闻闻味道，知道了吗？嘿，等我给你们带烤鸭吃。看出来这宫中的烤鸭有多受欢迎了。不是说不准带小孩吗？赵大人怎么将孩子给带来了？阿宝听见这话，然后就朝着那人说道：我不是小孩啦，我是大孩啦，我都去书院啦。大孩？哼，大孩是一点瞧不出来啊，明明就是个小娃娃。一个小太监瞧见赵恒一家到场了，赶紧上来给他们领路。哟，赵大人您来了呀！位置在这边，奴才给您带路。我认识你，你昨天跟着公公来我家了，我认识你。小太监喜出望外，没想到自己竟然能被赵家大小姐记住。你长得白白胖胖，像包子。哎呀，真是谢谢了。只不过咱俩相比较，是谁长得更白白胖胖呀？公公，什么时候上烤鸭哇？小太监一听烤鸭，人也跟着头大起来了。已经在准备了，宫宴开始以后才上的。好吧。听到烤鸭还没有做好，阿宝也不着急了，就乖乖地坐在王春娘的旁边，好奇地看着周围来的人。阿宝跟着老郑国公练武，人虽然是胖乎乎的一坨，但是做的仍旧很板正。也就是在这时候，裴文帝和西戎的公主登场了。在看见那个穿着红衣的西戎公主时，阿宝好奇地瞅了瞅，公主长得还是很好看的嘛，不过不如自己的娘亲好看。而西戎公主一落座，视线就朝着赵恒一家这边看了过来。阿宝原本就在瞅着西戎公主，瞧见公主好像朝着自家这边看了过来，他的视线也下意识地朝着自家爹娘这边看了过来。结果就在这时候，阿宝就看见爹爹的手抠了一下鞋子，然后又若无其事地端起了茶杯，朝着自己这边喂了过来。喝水。我不喝。爹爹，你刚才用这个手抠球球啦。气氛当场停止，众人沉默了。阿宝虽然没有很大声，但是足够大家听见了。赵恒笑了笑，拿起帕子擦了擦手。这样可以啦。西戎公主此时的表情颇有些一言难尽，似乎一种破裂的表情。
爹爹，你为啥抠球球啊？因为球球底痒痒吗？赵恒面无表情的点头。公主一直瞧着赵爱卿的方向，难道是旧时吗？只是听说过赵将军的威名。很快，烤鸭就跟着一堆菜上来了。王春娘给阿宝夹了几块，赵恒瞅着还有一些甜点，他刚要给阿宝拿，不吃，爹爹抠球球了，不吃爹爹拿的。甚至说完这话以后，阿宝还将鸭屁股放到了赵恒面前的小碟里。阿宝一边鼓着腮帮子吃，一边疑惑的道：爹爹，你怎么能这样呢？这样不干净。吃饭的时候别说话。赵恒看了一眼阿宝，阿宝顿时就老实了。赵爱卿，西戎公主既然知晓你，你也在边疆待过几年，你们之间肯定更有话说。皇上此话说笑了，公主乃闺阁未嫁之人，同我这种孩子都生了2个的有什么好聊的？这让人传出去听着也是笑话。听见赵恒这话，阿宝眼睛一亮，对，生了2个啦。裴文帝又笑着说道：爱卿这话才是说笑了，西戎那边与咱们不同，不讲究这些。闺阁未嫁之女怎会不讲究呢？西戎又不是野蛮人的部落，皇上切莫再开这样的玩笑，传出去的话对公主不好。爹爹，你说话就说话，怎么还抠鼻子啊？阿宝一直仰着小脑袋，很认真的在听爹爹说话，结果就看见他爹忽然抠了一下鼻子，所以阿宝就这样喊了出来。一时之间呢，众人的视线又全部朝着赵恒的身上看了过去，目光那都是相当的一言难尽。公主切莫错怪，赵将军出身摆在那儿，你别见怪。西戎公主收回了落在赵恒身上的视线，听见黎王说话，这才朝着黎王看了过去。两人视线交汇的时候，一旁的裴文帝眼神稍稍的暗了暗。黎王似乎是没有察觉到裴文帝的视线，他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很是有礼的朝着西戎公主笑了笑。西戎公主点头，但是也没有说什么。皇上，我可否见一个人？公主请说。坐在王将军旁边的那位是赵家的小姐吗？当年我曾听闻王将军受了伤，难以生产。阿宝听见这声音，都不等王春娘说话，是我吧？我就是赵家的大姐。真可爱，你能上来让我瞧瞧吗？阿宝下意识地转头朝着爹爹和娘亲看了过去。赵轩坐在一边，看向阿宝的目光有些紧张。可是下一秒，赵恒拉着阿宝一步一步地往台阶上走了过去。阿宝有些挣扎，想要挣脱赵恒的手。爹爹，我不要拉这只手，你刚才用这只手抠球球来着。公主，你头上的宝石好漂亮啊！你也很可爱。西戎公主伸手朝着阿宝的小脑袋上摸了过来，阿宝摇摇头，不能摸我的脑袋，摸了我的脑袋我就长不高了。西戎公主看了一眼站着的赵恒，语气淡淡的，不会的，你爹娘都高，你也会高的。阿宝疑惑地歪着小脑袋，仿佛是在考虑这个问题是真是假。公主，你从那么远的地方来，想不想家啊？西戎公主没有说话，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阿宝，然后低声地用西戎话说了一句什么。阿宝的耳朵微微一动，他顿时仰头朝着爹爹看了过去。不过爹爹的表情为什么看起来是生气的模样啊？阿宝想了想，突然朝着裴文帝看了过去。皇上，你是不是这个宫里最大的哇？没错。我要告这个公主，这个公主刚才骂我，她骂我是小狗养的。阿宝这话一出，赵恒的眼神微微地眯了起来。他自己是会西戎话的，所以即便公主说话很小声，他还是听了出来这一句挑衅的话。可是阿宝怎么会听懂呢？阿宝平常是学西戎话没错，可是这样复杂的骂人词汇，他不仅听到了，
而且还能用很简单的话给翻译出来。除了有些惊讶的赵恒外，西戎公主显然也很惊愕。我刚刚听见了，公主什么话都没有说。你虽是小孩，可说谎也是不好的。你没听见？你耳朵不好用，耳朵不好要抠抠的。阿宝是真的有些生气了，他还在担心这个公主赶了这么远的路会不会想家，结果他竟然偷偷地骂自己。皇上，你是这里最大的官，你要管管。我们在书院里夫子都不让骂人的，我才不是小狗养的。阿宝本来就遗憾没有从娘亲的肚子里生出来，此时又被西戎公主这样说，她顿时更委屈了。王春娘已经起身朝着台阶上快步走了过来，道歉。西戎公主仿佛没有听见一样，仿佛笃定了赵恒绝对不会当众动手一样。黎王见这气氛有些剑拔弩张，皇兄又没有说话，他赶紧起身。王将军，不过就是……王春娘看了一眼不说话的裴文帝，他袖子一挥，直接将旁边御前侍卫的佩剑给卷了过来。剑不长眼，黎王殿下还是离远些。这个王锦真猛啊，他男人还没有拔剑呢，他竟然在御前拔剑了。王将军在御前拔剑，果真不将皇上放在眼里吗？西戎公主见王春娘拔剑，她也缓缓地站了起来，话语间明显又在找茬。我曾经救过皇上一命，我们有没有反心，皇上想必比公主更清楚。当年在西戎，我也曾救过你爷爷的命，公主如今这般作为，只令我后悔。给我女儿道歉。王春娘又重复了一遍。西戎公主的视线落在那个眼睛有些通红的胖墩墩身上，她到底还是用西戎话说了一句对不起。听见这话，阿宝声音闷闷的用西戎话说道：没关系，但是你是小王八蛋样的。裴文帝不懂西戎话，他朝着旁边的使臣问道：他们这一来一回的在说什么呢？我不敢翻译呀，这一个比一个难听。还吃烤鸭吗？阿宝拍了拍胖爪爪，点了点头。姐姐，还吃的。听见阿宝说还吃，王春娘就抱着阿宝回了原来的座位，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意思。胖公公，你能给我一只烤鸭带走吗？我家里还有人要吃的。小太监下意识地朝着大太监看了过去，大太监赶紧点头，这小祖宗就是要2只也得给他带着呀。他今天算是看明白了，赵家原本不必将这事儿直接摆在台面上解决的，暗中给点教训就行了。由此可见这位大小姐的分量。由于出了赵家这个事儿，这场宫宴最终也没有提给西戎公主选婿的事情，裴文帝也没有说什么，任由西戎公主和赵恒起了冲突。阿宝是最开心的，既骂了人，还得了一只烤鸭带走。哥哥，我刚刚给那个公主下了痒痒粉，嘿嘿。不错，下痒痒粉的技术愈发的不被人察觉了。阿宝，你这骂人的话也是同时髦学的吗？娘亲，我们让时髦教了好多骂人的话呢。我们上次去清河街就有西戎人在骂人，所以我们也跟着学啦。那跟西戎人寻常的交流，你能做到如何？我会问吃什么，其他的我还要再学的。阿宝说完才发现没看见赵恒的身影。娘亲，爹爹呢？爹爹怎么还没出来哇？你爹有点事情，很快就会回来了。咱们先回家，你不是还要回去分烤鸭吗？王春娘用烤鸭转移了阿宝的注意力。阿宝拿到烤鸭以后，就迫不及待的要去找爷爷和姥爷他们了。娘，爹会有事吧？不会的，他既然敢出手，就能有把握脱身。以前呢，我跟你爹多少有点愚忠了，很多事情我们都能瞧得出来，只是懒得去应付。王春娘忽然开口，同赵轩聊起了以前的事儿，结果最终落得那样的下场。后来
我没有反思过，是不是还不够卑鄙，还不够缺德？没了那些条条框框的束缚，反而愈发的自在了起来。你始终记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睚眦必报。赵轩点头，他既然敢挑衅，总要付出些代价的。好了，时间不早了，快回去睡觉吧。我去看看阿宝分完了没有。王春娘摸了摸赵轩的脑袋，这才去找胖闺女。第二天一大早，宫里，西荣公主同2个侍女的手上和胳膊上都起了疹子。至于西荣公主自己，她一露脸，周围的侍女全都忍不住惊呼出声了。发生了何事？为何如此看我？西荣公主一脸懵逼地看着周围的这些侍女。我脸上有什么？大侍女看了看公主，最终还是没有说话，而是将一面铜镜搬到了西荣公主的面前。透过那面镜子，西荣公主看清了自己的脸。自己的脸上被人用毛笔写了4个字，是西荣话，小狗养的。西荣公主只觉得后背一凉，不是说皇宫固若金汤吗？为何自己的脸上会有这样的字？这4个字只能说明是赵恒来了。通知皇上了没有？西荣公主眼色狠厉地朝着大侍女看了过去。大侍女点头，立即朝外走了去。这无法无天，真是无法无天！他将这皇宫将朕当做什么了？皇上，赵大人昨天应当是生气了。您想啊，老奴们平常谁敢惹那位大小姐？西荣公主这样当面骂人，这不是在赵大人的脑袋上拉屎吗？赵大人平常也不这样的，怪只能怪西荣公主眼界太浅，以为没有人懂西荣话。裴文帝听见这话，脾气顿时就安静了下来。你当他真的傻？他来到京城第一个关注的人就是赵恒，他若是真的有本事将赵恒给带回西荣，那对西荣来说确实是极大的成功。他昨晚看似是在挑衅那胖丫头，实则是在探那孩子在赵恒心里的分量。罢了，让他们玩吧。这大太监有一句话说的没错，没有惹赵恒的话，赵恒的确不会轻易出手。皇上，还有一事。何事？离王殿下好像要进宫了，应当是来见西荣公主的。他喜欢贴就贴吧，他为了这事儿都提前跟王妃和离了，你忍心让他空手而归？朕有耳闻，西荣公主这人心机很深，绝对不是表面上看起来这般蠢。总之，老五贴上去应该也讨不到好处。对了，赵家那丫头不是喜欢吃烤鸭吗？再送些个鸭子及御膳房的点心过去，当做补偿了。大太监一听这话，又开始头皮发麻。他退出御书房以后，就在思考，这送烤鸭的差事儿到底是自己去还是安排人去。就在这时候，小太监从不远处赶了过来。一看见小太监，过来，师父有件事要交代你。小太监赶紧凑了过来。大太监上下打量了一下他，说道：上次去赵家，我听见大小姐跟你说话来着。她说我白白胖胖，我其实没有她白胖吧？她这样同你说，肯定就是认同。现在有个任务，你得去送趟烤鸭和吃食。师父，你为何如此的谨慎呢？我就是去送一趟，应该不会有性命危险的吧？昨晚大小姐在宫里刚出了事儿，这赵家的怒火肯定非常大，你一切小心吧。小太监看了看天色，这才匆忙的道：想来现在大小姐还没去书院，我这就赶紧去。大太监也没说什么，他是真的害怕小太监回来以后腿瘸了，万一赵家动手，算了，万般都是命啊。赵府，阿宝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不开心，甚至他还挺乐呵的。姐姐，我厉害不厉害？我都能听懂骂人的话，是不是很棒？不错。嘿，夫子昨天说今天肯定有花花啦，今天会给我的。阿宝想到今天会拿小花花，顿时高兴了起来。
阿宝不错，当场骂回来，嘿，真是不错呀。阿宝咧嘴笑，九毛就在这时候快步走了进来，朝着赵恒道：主子，宫里来人了，说是来送东西的。是谁哇？是公公吗？回大小姐，是奴才。我认识你，你是胖公公。阿宝哒哒哒地朝着小太监跑了过去，小太监低头站在那里，压根不敢抬头，毕竟赵大人和王将军的气势让他不敢直视。大小姐，皇上命小的来给您送烤鸭，还有御厨做的烤乳鸽。一听见有烤鸭，阿宝立即回头看向爹爹娘亲。爹爹娘亲，我能收下吗？王春娘点头，阿宝这才开心地去收烤鸭。这个给你。阿宝收完礼，就从大兜兜里掏出了一个东西，递给了小太监。这是我姥爷给我买的狗屎糖，他不让我多吃，就剩这一块了，给你啦，嘿嘿。天哪，他非但没有被打断腿，还得了好吃的，竟然还是老郑国公亲自买的。还有一块肉干，我奶奶做的，也给你啦。我不能跟你说话了，我待会儿还得去上学呢。九毛叔叔，给我煎只烤鸭吧，我要带去书院。赵家明明很好呀，师父为何那般害怕？阿宝既然都吩咐了，九毛这得赶紧去办。他拎着一只烤鸭就去后厨。爹爹，烤乳鸽是什么味道啊？我也想要吃。今天放学回来再吃吧。啊，早上吃的有点多了。好吧。阿宝该走了。马上来了，马上来了。还有烤鸭马上切好了。一听有烤鸭，二丫顿时跑了进来。不着急，肯定晚不了的。二丫，我听你爷爷说，我上次给你的药材，你让后厨炖肉了。二丫赶紧跑到了老药王的跟前。对啊，药爷爷，你让我熬药，可是我听你跟药奶奶说炖肉也很香的，我就让后厨炖肉了。药爷爷，你以后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做饭好吃？我长大的梦想就是想要在家。你呀，等啥时候药爷爷教你啥药材能熬汤炖肉？老药王一脸的无奈，见二丫跑开，他小声地跟宋氏吐槽道：我强烈怀疑二丫以后想要吃软饭呢。胡说什么呢？他有个兴趣总归是好的。阿宝要是愿意学这些，你能不乐意呀？阿宝要是愿意学就好了。阿宝今天早上又来跟我要养养粉了，他是真能用啊，也不知道昨天是谁倒霉了。知道保护自己总归是好的。就在阿宝带着烤鸭去书院的时候，宫里刚跟离王见面的西戎公主开始疯狂的挠手。公主，你的手怎么了？为何一直在挠手？我也不知，昨晚宫宴结束后就这般了。西戎公主明显是个很惜命的人，她朝着大侍女道：去找下御医吧。大侍女离开的时候，西戎公主就看见离王从怀里掏出了一张类似符纸一样的东西。这是何物？是祛病符，是我之前在道观里求来的，很是有用。王爷，您想随我去西戎？离王没有想到西戎公主会问得这样直接。同我出牌，王爷总得有些本事才是。同你？公主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定位吗？你只是一个小国的公主，可并非是我们的公主。说白了，没有你挑选的份儿。你以为你能带走赵恒？本王已经是你最佳的选择了。带不走赵恒？哼，等着瞧吧。那你今日还随我出宫逛吗？为何不去？只不过出宫之前，御医还是很快来了。看见西戎公主手上的那些小泡的时候，她心底顿时明了了，这是被人下了药粉。至于是谁下的，联系一下昨晚发生的事情就知道了。一想到那位，御医啥也不敢说，只说道：公主可有觉得水土不服？下官给你开些涂抹的药，抹了应当就差不多了。
西荣公主嗯了一声，她同离王刚才虽然坦诚了2分钟，但是面上还是英俊的王爷和文静的公主，两人似乎有些意思，要准备出宫游玩呢。坦白说，中原文化博大精深，去病符你还是带在身上吧。不过就是手痒起的小水泡，我并不放在眼里。可是很快，他一直在挠自己的手。公主，哎呀，公主不能再挠了，如果再挠的话，手会烂掉的。公主的手好像并不是水土不服引起的，会不会是昨天晚上赵家人动了什么手脚？是，昨天晚上西荣公主得罪了赵家的大闺女，老药王又住在赵家，若是赵家人偷偷的在西荣公主的身上动了些手脚，怕是也没人发现。你们当真以为这个皇宫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赵家虽然厉害，但也不至于到这种地步，你们多虑了。再者，我请人看过了，赵家那个大闺女是个很吉祥的人，多靠近她对人有好处。肯定是赵家人，要不然今天早上也不会发生那样的事。听见这话，离王就从这简短的话语中提炼出了重要的信息。难道是王景昨天晚上进宫来报复你了？西荣公主警告地看了一眼大侍女，随即也没有说话，她的手实在是太痒了。夫子，请你吃烤鸭，宫里的。赵阿宝，你的小布包里面除了烤鸭，应当也没有什么东西了吧？才不是呢，阿宝的小包里面除了烤鸭还有2颗糖，是我要分享给钱小鸭的。你的书本呢？你的毛笔呢？你光带了吃的？大概是夫子的表情太过崩溃了，阿宝很是小声的道：夫子，你别生气，我去找我哥哥，我哥哥肯定带了。有事你就找你哥，找你哥，你哥能跟你一辈子吗？夫子，我姥爷说了，人能活多久都是不受控制的，反正活着的时候开开心心就好了。你姥爷还说什么了？莫生气，气坏身体没人替。阿宝就这样在刘夫子一脸无语的表情中跑去找赵轩了。至于他带的那些烤鸭，也就被分了个干净。阿宝，一定要时时刻刻都待在书院里面，别乱跑。放学的时候哥就去接你，听到了吗？我知道了，哥哥，放心吧。这才开心的拿着毛笔什么的跑开了。赵轩一直站在台阶下面，一直看着阿宝离开以后，他这才准备回书屋。只不过他刚转过身，同一个学堂里的几个小少年就嘻嘻哈哈地凑了过来，朝着赵轩问道：赵轩，我娘说让我问问你，听说你爷爷是大夫，你能不能帮忙问问你爷爷有没有吃了能生闺女的方子呀？赵轩抬眼，面无表情地看向这些人：生男生女不由人定的。怎么会呢？我之前听说有的人一直生闺女，所以为了生儿子就去改了个名字。养妹妹很麻烦，不是玩笑话。麻烦什么呀？不就是上学的时候多照顾一下吗？我看你妹妹也没怎么麻烦你啊。阿宝在家里也是很费哥哥的。他已经数不清了，自从安平进宫陪读以后，阿宝的那些衣服10有8九都是让自己给缝了。总之啊，他现在得尽快的去找个缝补的好手接替自己了。离王带着西荣公主就在京城里转悠。离王原本以为西荣公主会让自己带她去看那些声色犬马之地，或者是买，但是西荣公主字里行间都是在询问破山书院的事情。所以果真如外界传言，破山书院是不设门槛，只要入学考试通过便可进去上学，平民百姓之子也可以。的确如此，不仅是男孩子，还有一些女孩子通过了考试也进了书院。书修很少，说起来确实是个好举动。带我去看看。离王倒是没有诧异，直接命人赶着马车去了破山书院。好啦，我要开始说了。公主，怎么了？有小孩在说西戎话，不止一个，好像是好几个，在讨论中午吃什么。
好像确实快到了中午放学的时间了。不过，我没听说书院里会教西戎话呀。阿宝，别说了，该回家吃饭了。看见哥哥来了，几个娃顿时乖乖地跟在了赵轩的身后。只不过一出了书院，赵轩一眼就认出了不远处站在墙边的西戎公主和李王，他假装没看见。赵少爷，且慢。李王好，咱没闹肚子，得赶紧带回去了。说完，直接上了马车，赶着马车跑了。阿宝，你怎么拉了？一脸懵懵的阿宝坐在马车里，他歪着小脑袋，一脸懵逼地看向梁康。康康，你怎么说我拉屎了哇？我没有哇。你没看出来吗？那个人摆明想见你，大哥说你肚子疼，所以才能避免去见他们。阿宝似懂非懂，他也就同样小声地回道：就是我得装作拉裤子里面了，是不是？倒也不必如此详细的说出来。哎呀，阿宝不拉，我拉就是了嘛。我不要脸，你们下次就说我拉好了。这一车就没有一个正常的。只是即便有毛13暗中护送，赵轩亲自赶车，但是这辆马车还是被西戎公主的人给拦了下来。王爷与公主为何要拦我们的马车？我怀疑昨晚同你妹妹接触，我手上中了毒，你们自然得帮我解了。阿宝从马车里露出一个小脑袋，一脸疑惑地朝着西戎公主道：我不会治病，我也不会给你下药，不过我可以介绍你去找我爷爷，让我爷爷给你看看。西戎公主听见阿宝的话，非但没有恼，反而眼神一亮。赵轩很是灵敏地捕捉到了西戎公主这个表情。难道说西戎公主今天来就不是要找阿宝的，而是要找爷爷的吗？阿宝，我们将他们带回去见药爷爷，会不会给药爷爷带来危险啊？爷爷今天在调救院跟姐姐在一起玩。好，我随你去。看病要交钱的，我爷爷给人看病很贵的。只要能药到病除，自然是给银子的。本王不缺钱，当初说要认你当义女，也会给你银子的。阿宝也不缺银子，我都有很多钱了。大肉叔叔还送了我好大的宝石。李王笑笑也没有说什么，然后赵轩就带着他们来到了调救院。阿宝今天来了呀？常爷爷，你今天来送小猪吗？我姐姐都不让收啦。不是，我今天是来送白菜的。常伯，白菜留下了，篓子还你。九毛拎着一个空篓子从里面走了出来，常伯笑呵呵地接过篓子，同孩子们道别以后，这才离开。瞧见常伯离开，黎王皱眉道：百姓们也不容易，你们为何要收百姓们的东西？王爷可去查看，刚刚给常爷爷的篓子里肯定有铜板。我爹从来都不会做搜刮民脂民膏的事情。被一个小孩这样说，黎王有些没脸，也没有说什么。我爷爷就在前面，王爷带着公主进去就是了。我先带着弟弟妹妹们去吃饭了。老药王提早得了消息，他就坐在前厅，听见有人来了，他这才抬头看向这对男女。药王前辈，公主手一直痒，劳烦您给看一看。黎王对老药王倒是很尊敬，说话的时候还悄悄地打量着老药王的脸色。老药王应该是一大把年纪了，为何瞧着很是年轻，面色红润，压根儿不像大年纪的人，想来应该是有什么保养的秘方。公主请坐，老夫把个脉。老药王一边给公主把脉，一边忍不住心中赞叹：阿宝这个小王八蛋，整的痒痒粉是越来越烈了。敢问公主今日早膳可用过跟辣相关的呀？吃过辣椒。他是一个无辣不欢的人，即便是一碗简单的面，也想要放很多的辣椒。那就是了，公主这手应当是水土不服引起的，但是辣椒的原因加重了这手，只要辣椒一停就没事了。正常来说呀，应该明天早上就没什么事了。说的通俗一些，总得排出去才好啊。
京城这边的辣椒同西戎的应当是有些区别的，京城这边的更像是干辣，所以公主饮食也要注意。明天一早，那也太晚了。若是想加速排出去，只能吃泻药。开一副药吧。老药王只得开一个泻药的方子。你们抓药吧，切记要饭后服用。镇静的话，两位看着给吧。听见这话，黎王直接给了一个小金锭放在桌子上。趁着西戎公主跟大侍女去拿药的时候，黎王忽然喊住了老药王。药王，能否问您件事儿？请说。早就听闻药王身上一直挂着这块玉佩，可是有什么讲究？王爷，老朽出生的时候家父意外身故，所以家中长辈给我取名黎。我身上所佩戴这玉佩是当年在昆仑碰见的一个高人所指点，他说名字为长辈所取，不能抛弃，所以只能化解，便让我去寻一块极好的和田玉。和田玉意在和，所以和田玉可以解这个字。那位高人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便花了很多银子买了一块和田玉。至于猪的形状，是因为高人说我身子弱，压不住那些很好的花纹图案，所以便用猪了。毕竟在乡下家家都养猪，跟狗剩这种名字是一个道理啊。狗剩这些名字本王懂，听闻是取了借名好养活。不错啊，受教了。本王还有一事，您年纪不小，为何面色红润，身体如此健朗？年轻人，早上莫沉迷于温柔乡，多起来练一下这个八段锦、太极拳，都是些养生的。黎王将这些都暗暗地记了下来。等到黎王跟西戎公主离开以后，九毛好奇地从后面走了出来。老爷，这玉佩当真是这么大的来头吗？骗人的，这玉佩是当初给阿宝做玉佩剩下的边角料，一共2块，做了2只猪的样子。不过老月头不戴，只有我戴在身上，老月头都藏在衣服里。您这随口胡咧咧的本事也真是厉害了，一块边角料就被您吹上天了，还昆仑高人呢。黎王从调酒院出来的时候，西戎公主正在让旁边的大侍女记录着什么。黎王走近，眼神朝着那纸上瞟了过去，只见都是调酒院的运转流程。调酒院很难复制，成立调酒院首先需要一个能镇得住的人，那个人真的是不惧权威，能做到让大家信服，也有能力自保，能保护自己不被权贵所暗杀。我知道，没有赵恒，调酒院、书院以及护女司都很难成立。倘若西戎有这样的人，我们也不必来中原和亲，以一己之力就可以将突厥吞并。公主倒是不忌讳在我面前说这些话。王爷不是想随我回西戎吗？既然是一家人，何必藏着掖着？王爷刚才特意询问老药王什么事情了？玄之一字，妙极，公主应当不太理解。类似我们西戎草原的保护神吗？我从不信鬼神。你知道我为何有些厌烦赵家那个女儿吗？因为赵恒。我知道，你们西戎想要赵恒为婿。那个叫赵阿宝的孩子受到赵家的喜欢，似乎只是因为他是赵家的孩子，无关男女。我5岁之时，兄弟早夭，我被王室视为不祥之物。族中人将我放到狼群中，并许诺，倘若我能活着回来，便让我活下来。我自然是回来了。后面的话，西戎公主就没有说了。黎王沉默了一晌，忽然开口道：玄学来说，人生有点缺憾是好的，太完美总会有问题。你这个性子适合找个吃软饭的。西戎公主默默地翻了一个白眼，堂堂一个王爷，非但没有抱负，竟然整天沉迷于牛鬼蛇神之事，简直是可笑。爷爷，我厉害不厉害？我给他下的痒痒药，他到现在还痒痒。
爷爷交给你啊，你下次再来一点那个锯齿叶子的草，效果会更好，估计啊会养个3、5日的。好的，我下次记住了。可别拿你爹试药了，要不然咱爷俩都会被赶出去的。阿宝很是郑重地点了点小脑袋。等你休息的那天呢，爷爷再教你做其他的药丸。阿宝他们在跟老药王说话，赵轩的眉头却有些皱了起来。这位公主似乎不是那么蠢笨之人，不行，得去找爹聊聊。西荣公主带着大侍女在护女寺外面瞧着张贴在外面的公告，转头的功夫就已经看不见离王的身影了。他人呢？离王去看玉石了，说要去买和田玉。公主，咱们真的要跟离王联姻吗？公主，咱们真的要跟离王联姻吗？离王除了有些钱，好似并无其他长处。确实，不过其中牵扯颇多，除非有更好的选择。这天傍晚，金玉阁，赵恒牵着自家胖墩墩进了金玉阁的大门。只不过金玉阁的大门实在是太高了，比赵府的门槛还要高。阿宝刚准备熟练地翻过去，人就被赵恒给拎了进去。瞧见迎上来的掌柜的，阿宝语气软糯糯的道：掌柜伯伯，你们家门槛太高了，我都翻不进来。大小姐，门槛一直在这里，但是大小姐很快就会长高的，以后迈进来轻而易举。是的，我会长大的。那个玉石都准备好了吗？把最大的原料子拿出来。好，是已经准备好了，大人里面请吧。赵恒准备进去，结果后脚离王就跟了进来。啊，王爷，你也来买东西吗？赵大人，赵阿宝，你们怎的也在此？我爹爹经常带我来这里买东西的。王爷，你也来买东西吗？你们这里有玉石吗？越大越好。他已经转了一天了，连西荣公主都顾不上了，几乎将京城的玉石店都转完了。我也要来买石头的，你为什么也来哇？这玉石谁都能买，你们能买，我自然也能买。啊，离王自便啊。王爷，我让人带你去看看。离王一听，看了眼赵恒，我瞧瞧他的。我已经付了银子了，王爷再看，那东西也是我的。听见这话，离王的兴趣反而更大了。总之，在看见那块玉石的时候，离王震惊地瞪大了眼睛。那块玉石瞧着方方正正的，很是大，估计就是雕刻一个小佛像也是可以的。来看看，还喜欢不？赵恒直接将阿宝拎到了桌子上，让阿宝自己看。买玉呀，讲究一个眼缘，得你看着喜欢的才行，知不知道？你给他买这么大的一块做什么？好大一块玉石啊！若是我能买到，那我的名字离不就破解了吗？果然，这个赵家的闺女确实是个有福气的。我爹爹要给我买了做玉枕。糟践东西，还不如卖给我呢。爹爹，这个位置刻一个狗狗吧，那个位置。等等，这块玉石赵大人花了多少银钱买的？掌柜的看了一眼赵恒，然后朝着离王比划了一个手指。离王一咬牙，朝着掌柜的伸出了2根手指。我出这个数，转卖给我。王爷，小的做不了主，赵大人昨天就已经将账给付清了。离王见此，干脆转头朝着赵恒看了过去。卖不卖？赵恒没有说话，只是看向了阿宝，问道：那离王想要买这块玉，你可同意呀？赵恒这个动作倒是让离王忍不住啧啧称奇，真是怪了，还以为赵恒自己就做主了，没想到竟然还会问一个孩子。阿宝想了想，皱着小眉头道：卖给王爷的话，我要什么哇？本王给你银子，2倍的银子，你想买什么都可以。我要想想。阿宝趴在赵恒的腿边，嘴里嘟嘟囔囔的，明显是没有想好的。离王原本还想要催促赵恒，可赵恒一副都要听阿宝的样子。
阿宝站在那里，足足想了1刻钟还多。最后，他仰头看向黎王：“王爷，你能进宫带烤鸭吗？我还想吃烤鸭，你给我带好不好？我就把这个让给你。”给，虽然是给的，不过今天天色有些晚了，明个上午，本王就命人给你送到赵府去。那爹爹，你把这个石头让给他吧，我想吃烤鸭了。总之啊，黎王最后还是花钱买了这玉石。黎王让人小心翼翼地带着东西离开的时候，身后隐约还能听到阿宝和赵恒的对话。爹爹，我们以后还能买到这样好的石头吗？哎呦，这个比较难得，这块和田玉料子极好。这样吧，以后爹再给你找吧。那我现在能反悔，跟那个王爷要回来吗？赵阿宝啊，这是你自己做的决定，除非你要做一个不讲信用的小孩。爹爹，你刚才为什么不拉住我啊？爹说过了，你该自己做决定了。爹总不能一辈子都跟在你身边吧，是不是？听着这父女俩隐约的对话，黎王不禁扬眉。赵恒教孩子确实有一手，要不然也不会教出那样出色的儿子。好在自己也买到了这块玉石，一想到自己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下来，黎王感觉自己的脚步都轻快多了。金玉阁，黎王离开好一会儿之后，九毛进来报信，阿宝这才瘫坐在椅子上，咧嘴朝着赵恒问道：“嘿，爹爹，我刚才演的好不好？是不是很厉害？我是不是应该多要2只烤鸭啊？”不错。掌柜的站在父女俩旁边，大气都不敢喘一句。赵大人，这真是含泪赚了1万两啊！1万两归你，1万两我会差人过来取的。赵大人说笑了，这玉石原本就是我家主子要送给大小姐的。赵恒还没有说话，阿宝已经咧嘴朝着掌柜的开口了。我爹爹说过的，不能做赔本的买卖。等我以后见到了腊肉叔叔，我再跟腊肉叔叔要。我爹爹说腊肉叔叔那边有好多玉石和宝石。对此掌柜的也没有办法，只得收下。演了那么久，饿不饿呀？爹爹，我今天这么厉害，能不能吃一个隔壁的糕点哇？糕点行，只能买1份啊。阿宝嗷嗷地喊了一嗓子，然后就快步地朝着旁边的糕点铺子里跑了过去。身形高大的男人跟在后面，唇角微微地勾了起来。主子真行啊，直接让黎王大放血。皇宫，大太监将黎王进宫要去御膳房的消息告诉了裴文帝。满足他吧，左右他在京城也待不了多久。大太监没敢说话，听皇上这意思，黎王爷跟西荣公主联姻这事儿似乎是定了。第2天一大早，黎王已经到了吗？今天要让他带路去看一下科举场那边，听说正在修葺，便于今年科举用。公主，黎王他今天并没有来。不等他了，回禀皇帝，找个太监带路也行。是。大侍女点头，但是总归有些不情愿。有黎王跟着，她和公主什么都不必操心，什么都是黎王花钱。带个太监，总归是要差很多的。大侍女正要回禀裴文帝呢，结果半路就碰见了御膳房的人。只见白胖的小太监急匆匆的道：“我已经做好了。太好了，太好了！那么赶紧给大小姐送过去。我是送书院还是送府里呢？算了，送府里吧。送书院的话，应该会挨打吧？耽误大小姐学习了。”这小太监自言自语的，咋瞧着不太正常？大侍女就将西荣公主说的话告诉了大太监。哎呀，姑娘莫急呀，这事儿我来安排。除却带路的太监，再给你们安排1队护卫。大侍女见大太监安排的很是周到，朝着大太监道谢后，这才离开。黎王今日竟然没有进宫，
这是为何呀？难道他对西戎公主已经失去了兴趣？听皇上的话，这位公主也是有几分手段的。离王该不会是喜欢温香软玉，不喜欢这种强势的女人吧？哎呀，不行，等皇上下朝，我得赶紧把这消息告诉皇上，毕竟这也算是风吹草动了呀。中午放学的时候，阿宝一回到家就看见了宫里送来的烤鸭。阿宝瞧着那些烤鸭，顿时开始流口水了。哎，宫里的御厨到了年纪，是不是也会放回家养老啊？老药王点头。那咱们找他要了这烤鸭的方子不就行了？事情可没你说的那么简单。那你想想办法，总不能这样一直跟宫里斗智斗勇吧？你不懂，让阿宝现在尽情吃，过些日子呀，他就会腻了。那你等着瞧吧，咱阿宝啊，还是长情的。爷爷奶奶，我跟你们说，我们父子说明天就要进行小考了，到时候考得好的话会发小猪的。哎呀，不必强求，咱们健健康康的就好。一想到安平小时候遭遇的事情，老郑国公就看淡了许多，总觉得孩子健康就好。不行的，老爷，我要转小猪猪的，我要转。那得考到什么样子才能转小猪啊？要考得都很好才能转吧。夫子说一个屋子只能给3头小猪，再给3包种子，最后给3朵小花。你们屋子里多少个人来着？20-30，对不对啊？应该是吧。那咱们努力啊，得一朵小花也很不错的。阿宝点头，很大声的道：我一定要做到。隔壁杨家大宝娘听着这好大的动静，忍不住笑了出来。阿宝肯定又在家里发誓了，要不然动静不会这样大。第二天，也就是阿宝小考的这一天，宫里的西戎公主仍旧没有等到离王的到来。公主，这都日上3竿了，离王今天肯定不会来了。离王之前一直在示好，为何现在这样？难不成是吊着咱们？哼，吊着咱们，他还没有这个资格。西戎公主冷笑了一声，朝着大侍女道：随我去见皇上。御书房，裴文帝也听大太监说了离王今天仍旧没有进宫的事情。派人去打探了没有？离王府如今是什么情况？回皇上，暗卫回话说，离王找了2个能工巧匠，一直窝在王府里雕刻什么玉石。这2日离王都没有出门，人也蓬头垢面的，就跟上次他在府中熏香3天一样。王爷笃信玄学之道，估计又在研究什么事情。离王其实每年都要这么折腾好几次，有时候是辟邪，有时候说是积德，总归名头很多，他都已经习惯了。听见这话，裴文帝也只是皱了皱眉头。西戎公主就是在这时候来的。退下吧。大太监退了出去，而西戎公主一人进了御书房。皇上，您曾应允我，只要我能带走离王，您便肯支援西戎5万两白银。不错，朕是应允过你。可为何离王接连2天都不曾来过了？这件事儿，公主不应该问朕，应该问你自己。朕这几天并未跟随你们，大多时候是你们俩单独在接触，可否是公主未曾吸引到他？不可能，他曾经直截了当地跟我提出过要联姻，不存在抛弃一说。公主今日不如别出去逛了，去离王府走一趟吧。不管你与朕的约定如何，公主来中原总归是要挑选夫婿的，还是看清楚比较好。你也不希望带一个废人回去吧？朕这个弟弟身上是有几分神秘的。他之所以会同西戎公主做这个约定，就是想铲除这个后患。毕竟他自己都分不清离王到底是故作玄虚还是真的沉迷。西戎公主见此，也只得亲自去离王府跑一趟了。离王府这块玉石就刻了一个离字，便于镶嵌到离王府的门匾上，
剩下的边角料全都给我做成玉佩，以猪为主。2个工匠听见这话也不敢说什么，毕竟他是王爷，他说了算。就在这时候，管家上报说西戎公主到了，跟他说本王不在，去妓院了。是。离王府的门口，管家就将这套说辞告诉了西戎公主。告诉离王，不必假装，我今日必须见到他。公主哪里话，老奴说的自然是真的。西戎公主仰头看了看离王府的牌子，既然王爷不在家，那我就自作主张往这张牌子上泼狗血了。那老奴去瞧瞧，看看王爷是不是回来了。瞧着这管家去了后院。公主，这王府的管家瞧着都不是一般人，离王肯定有什么猫腻。他这人好像很忌讳这种事儿，等着吧，他肯定会出来的。果然没一会儿，离王就风风火火地大步走了出来。公主为何来此处了？王爷是想另谋高就了。公主这是哪里的话？本王当了2天陪玩，如今也该忙活正事了。你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本王不想当什么驸马了。王爷出了点问题，你先回来瞧瞧吧。离王一听，顿时也不搭理西戎公主了，扔下一句话：公主自便，就带着管家快步回了府里。大侍女看着离王头也不回的模样，公主，离王肯定是得了什么更好的去处。破山书院，阿宝一脸崩溃地从书屋里走了出来。赵轩早就等在外面了，只不过阿宝出来的时候满脸的墨水，瞧着很是狼狈。哥哥！一看见赵轩，阿宝顿时呜哇了一声，噔噔噔地朝着他跑了过来。赵轩见阿宝这副模样，就知道阿宝考得应当不是太好。考了一上午，饿不饿啊？哥带你回家吃饭。赵轩见状，也没有主动开口问阿宝考试的事情。在马车上，阿宝意外的很是沉默，就呆呆地坐在一边，手指头还掰扯着，不知道在想什么。怎么了？哥哥，我可能得不到小猪了，好难啊！我应该多听钱小鸭的。钱小鸭之前跟我说过一个什么，今天还考到了，但是我忘记当时钱小鸭怎么跟我说的了，所以我也不会。若你喜欢，可以多跟钱小鸭在一块学习啊，毕竟她也是个女孩子。阿宝点了点头。我今天碰到钱小鸭啦，钱小鸭说她想装个小猪回去送给他姥姥姥爷。阿宝说这话的时候，眼底都是羡慕。赵轩带着阿宝回到赵家的时候，老药王抬眼见阿宝垂头丧气的，他忽然高兴地一拍大腿，朝着宋氏说道：哎呀，这一次肯定成了，阿宝这次肯定考得不错。你没看见阿宝瞧着没什么精神头吗？还考得好。阿宝这次肯定发挥得不好。哎呀，你不懂，我听阿宝爹说了，阿宝以前吧，有时候这考试的时候回来活蹦乱跳，说自己考得可好了，结果啥也不是。所以啊，这次肯定是考得不错。你看他没精打采的呀。宋氏一时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你就信我的，阿宝这次肯定不错，最起码应该会赚个小花花的。阿宝中午吃了饭就睡了一觉，下午的时候他就嚷嚷着要找赵恒。赵恒还在调酒院呢，老药王夫妻俩也出去赚钱了，所以家里就剩下老郑国公了。老郑国公赶紧收拾好了，准备带阿宝出去玩。老爷，你送我去书院吧。阿宝，书院不是今天下午不上课吗？你去了干啥？钱小鸭说他经常去藏书阁看书，我也要去。老爷，万一我考了最后一名怎么办哇？那咱下次不考最后一名就好了呀。去藏书阁是吧？老爷让他们去赶马车，咱们现在就去。阿宝，你去看一下午书，会不会饿？老爷让他们也给你带点零嘴。走的时候别忘了把那些渣渣擦干净啊，
藏书阁可是干净地方。老爷，我把桌子上的渣渣也都吃了。哎，大可不必呀。哎，藏书阁，看着这最大的一个藏书楼，老郑国公朝着自己腿边的胖墩墩道：“阿宝，老爷要是没记错，这藏书阁应该是你爹捐的。”老爷，我要买糖葫芦的时候，我爹爹就说没钱，怎么买书就这么有钱了？爹爹不要脸！进到藏书阁里，老郑国公先把阿宝的家伙事儿都给放好了，大水壶、零嘴什么的，这才带着阿宝坐下。跟想象中的不同，老郑国公并不是一个护送的角色，他帮阿宝将东西都给放下以后，自己就找了一本书开始看了起来。阿宝看了看自己眼前老爷给自己选的书，他顿时也安静地看了起来。这一整个下午，老郑国公都是带着阿宝在藏书阁看书。很让人意外的是，阿宝的零嘴儿竟然一口没动。老郑国公其实几次偷瞄阿宝，见阿宝都看得很认真，他这才放心继续看起书来。傍晚见时间差不多了，老郑国公就带着阿宝往家赶。路上，老郑国公一边赶车一边朝着阿宝问道：“阿宝，你今天下午看什么看得那么认真？”老爷，我看图画书，我认识了皇城、内城、护城河。那你下次不上课的时候，老爷再带你去看看。老爷，我干爷爷说，读了书也要去看看。老郑国公听不太懂，但是他想到张尚书平时的作风，便问道：“你干爷爷说，阿宝今天读了这本书，有机会的话，也要实地去看看京城到底长什么样子。”阿宝点头：“老爷聪明。”老郑国公笑，爷孙俩就这样赶回了赵家。阿宝，到娘这边来。阿宝赶紧朝着王春娘跑了过去，咧着嘴嘿嘿笑：“阿宝，你今天的小考如何？”可是，一听王春娘说小考，他顿时无精打采了起来。“娘亲，我考得不好。”赵阿宝啊，我刚才呢在回家之前跟刘夫子聊过了啊，你这次呢考得不错，应该是得小花的最后一名。一旁的赵轩忍不住眼睛亮了亮，可是话题的焦点人物阿宝一听爹爹这样说，他想了想，就朝着赵恒道：“爹爹，你要当一个好大人啊！”老爷今天带我去藏书阁，老爷说那个藏书阁是你买的。干爷爷以前也说过，考试有人作弊。爹爹，你是不是帮我买了小花娃，花钱买的？赵恒听见阿宝这话，简直要被他给气死了。哎呀，信不信随你。阿宝瞪大眼睛瞅了瞅赵恒，又朝着一旁的王春娘看了过去。王春娘笑着点了点头。阿宝见此，这才开心的在原地蹦跶了起来。哇，我要得小红花了！哈哈，我要得小红花啦！一家人全都笑了起来。真是不容易啊！我竟然看见了咱们阿宝考到前面的样子。爹呀，他们班上有3个娃得了风寒没来小考的，那3个娃呀，听说读书不错。那也是阿宝的运气。赵恒没有再说话了。阿宝在屋子里蹦跶完，就朝着赵恒问道：“爹爹，我明天能吃一顿大骨头吗？我今天跟老爷回家的时候，看见一家店，好香。”啊，可以。爹爹，如果我以后真的装了小猪呢，我是不是可以吃好久？阿宝已经畅想自己得第一的样子了。小孩子嘛，有点自信是好的，但是啊，也别太过自信。爹爹，你在说什么哇？为什么自信又不自信了？对牛弹琴。哥，我得了小花花，我要写信告诉小哥哥，小哥哥知道我得了小花花，肯定会给我送肉干的。阿宝嚷嚷着又去找赵轩，
结果因为太过兴奋，衣服又给裂开了。爹，给阿宝做衣服的裁缝不是已经将针脚给加固了吗？已经加固了。那怎么这里又裂开了？是裁缝做的不好，不是阿宝不好，阿宝一直都很好。爹爹之前告诉过我的，我很好。说起来，裁缝的手艺还不如你了。你这个当哥哥的呀，就费费心，给阿宝缝缝吧。哥，先去写信给小哥哥。肉干。阿宝跟个复读机一样，一直在叭叭叭。赵轩只得认命的拉着阿宝先去整衣服。哥哥，我得了小花花，你有没有得小红花哇？哥得了2头小猪崽。哇！明日宣布成绩的时候就能领回来。不过，哥已经决定了，这2头猪不要了，送给书院，以后可以分给其他孩子们。实在是，一个胖胖就难捣鼓了，猪越大，洗起来越费劲。家里要是再来2个，哎呦，完蛋！哥哥，你为什么不要猪猪啊？哥只喜欢胖胖。我也喜欢胖胖。你喜欢胖胖，但是你也不喜胖胖啊。阿宝自从来了京城以后，很少有失眠的情况，可是这天晚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很是奇怪。以往睡不着的时候，他就去长毛的狗窝里，可是长毛现在进入了脱毛季，所以阿宝去睡狗窝这件事儿就打住了。胖墩墩趴在床上想了想，然后就抱着自己的小枕头出了门。赵恒和王春娘正在聊天呢，两人从小到大一直喜欢互相聊天。两人聊着天，正准备待会儿睡觉的时候，夫妻俩同时从床上坐了起来，耳朵都动了动。哎呀，这拖着鞋走路的肯定是赵阿宝啊，跟他说多少次了，不准拖着鞋走。是不是开心的睡不着了？哎呀，十有八九是。赵恒边说话边起身披上袍子。我去带他跑步啊，你赶紧休息。大晚上的，你别累得他明天上学没精神啊。啊，知道了。姐姐，我睡不着，我能不能找我娘亲啊？你娘睡着了，你睡不着啊？那走，爹带你出去玩去。阿宝一听要出去玩，眼睛顿时一亮，然后就被赵恒给忽悠走了。赵恒带着胖墩墩哼哧哼哧的在大街上跑着。姐姐，我睡不着，我太开心了，我竟然得了小花花。那你日后赚了猪怎么办？难不成还要一晚上不睡了？姐姐，我能赚猪猪吗？要很久以后吧。阿宝觉得好难呐，他问了哥哥，哥哥说他们这群人里只有大宝得了猪猪，还是最后一个。大宝变了，他以前在村里都不爱学习的。万一有一天呢？是不是？有一天你得了猪，你还能一晚上不睡觉了？阿宝想了想，忽然答非所问的道：姐姐，你能不能把我们班上的小朋友都带走啊？就剩我们几个，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有东西拿啦。班上的小朋友都带走啊，就剩我们几个，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有东西拿啦。想都别想。赵恒继续带着阿宝跑，运动还是比较能增加疲惫感的。跑了小半个时辰不到，阿宝已经困了。瞧见阿宝困了，赵恒就背着他回了家，又将他塞到了被窝里，这才回了自己的院子。这天晚上，阿宝做了一个梦，梦里满天都是猪猪。第二天早上，一群娃又去了李壮的面条摊子。阿宝发现他们每个人的碗里都多了一个卤蛋。李壮叔叔，你放错了，我们没要卤蛋。听说你们小考都不错啊，送给你们的。大宝得了猪，康康得了种子，阿宝得了花花，只有他们仨。大丫虽然嘴上这样说，但是脸上也没有不开心的表情。你俩咋都这么高兴呢？我爷爷说了，我跟我哥还有大把的上升空间。所以你们俩……李壮叔叔，我们俩到1到2。阿宝，
你为啥要动我的肉？嘿嘿，你们俩没搞好，不应该吃好吃的。吃饱喝足以后，几个娃就来到了书院。阿宝就兴奋地朝着班里的小孩们说道：“我得了小红花！”他太高兴了，他都高兴得睡不着觉。可是阿宝忘记了，这世上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为你的开心拍手。张阿宝，夫子还没说成绩呢，你怎么知道的？你是不是走后门了？我爹爹告诉我的哇。什么叫走后门？你爹告诉你的？为什么我爹不知道？你是不是作弊了？梁康已经撸袖子准备往上冲了，几个小男孩见此，声音愈发的大了起来。你们几个都是有钱的，肯定是走后门的。赵阿宝那么笨，怎么可能得小花？大家都不知道成绩，怎么可能就他知道？这不是走后门是什么？石小五，走后门是什么意思？走后门就是你爹肯定给了书院钱，他们给你花。阿宝一听这话，心里太生气了。这个小花是他自己得来的，才不是爹爹花钱买的。你说我爹爹花钱了，那你要证明。你要是证明不出来，我就八卦抓你。石小五被阿宝这乍然的一句话给说的呆在原地。梁康一脸惊奇地看着阿宝：“阿宝，你变聪明了，你都知道让他们证明了，就该这样的。我娘说了，做生意也是这样。石小五，你最好能证明阿宝是作弊了，或者是我干爹花钱了。一个爷们儿叽叽呱呱的，真是上不得台面。”你们！石小五指着阿宝他们，嘴唇哆哆嗦嗦的，竟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阿宝见石小五还指着自己：“我姥爷说了，这个书院都是我爹爹建的，藏书楼都是我家和我干娘他们家捐的。”阿宝这样巴巴地说着，石小五越听脑袋越大。他爹娘都是喜欢说八卦的，所以他来上学的第一天就知道这个书院跟杏花街那几个人脱不开关系。他也试图融入进去，可是压根就进不去，还不如隔壁班的钱小鸭呢。好了，夫子快来了，你们快坐好吧。大宝，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以前也不爱读书的，你变了。阿宝，你也变了。我哪里变了哇？我变胖了吗？是有一点胖的。你以前一个字都不认识的，现在都得小花了。因为我长胖了哇。在小胖生看来，长大的标志就是长胖，胖了就是长大了呀。夫子一来就宣读了成绩，给获奖的人一人一张纸条。中午放学的时候去门口，凭借这张纸条去领你们的东西。阿宝下意识地从自己的大兜兜里掏出了一把很好吃的干果，递给了夫子。这一幕发生的时候，夫子和阿宝两个人都静止住了。夫子一脸懵逼地看着阿宝，阿宝这抓东西给自己的姿势像极了那些给赏赐的大小姐。完蛋了，我把夫子当成锅里的胖公公了。旁边的梁康见状，赶紧伸手把干果给拿了回来。夫子，阿宝每次高兴的时候都会分享东西，不过今天还是不能给你了，因为今天早上咱们班里有人说阿宝是贿赂了你们才得到的小花。坐在后面的石小五巴不得脑袋找个地缝钻进去。阿宝只跟在梁康身边，一个劲儿的点头。行了，都回去坐着吧。梁康就拉着阿宝往桌子那边走，边走边小声地提醒道：“阿宝，以后在书院里不能这样掏东西了。”阿宝乖乖地点了点头。这天中午放学的时候，最先跑出来的是大鸭二鸭，张将军还有张夫人以及爷爷张尚书都来了。张将军一看两个儿子出来了，立即跟做贼一样的朝着两个娃喊道：“快点快点！”大鸭二鸭一看见爹来了，赶紧朝着张将军跑了过去。结果在兄弟俩走近的时候，张将军立即拿出自己的袍子捂住了两个娃。爹，憋死了，看不见了，啥也看不见了。小点声，你俩斗一斗二，怕丢人，咱们赶紧回家。我
我们俩还没有嫌你丢人呢。爹，你放我们出来！张将军也不管，直接将兄弟俩给塞到了马车里。就在这时候，张尚书开口朝着张夫人说道：慧贤，你先上车，我有话跟他说。张慧贤，爹，你看看他现在什么样子啊，根本不将我放在眼里啊！现在在这个家里，我还得看他的脸色。慧贤现在每日还要去护女司做事儿，忙得很，左右你没什么事儿，看点脸色就看点儿，吃软饭总得有点自觉。我竟然成了吃软饭的。爹，那他们都走了，咱们还在这里做什么啊？姐，你看我的花花！赵恒竟然又来了，还笑得那么瘆人。姐娘亲，那个就是钱小鸭，不过我们说好的在外面不说话。赵恒和王春娘对着好奇看过来的钱小鸭微笑地点了点头。看见没有，对孩子你要有耐心。你总觉得两个孩子嫌弃你，你有拿出过耐心对他们吗？张将军没有说话，不知道在想啥。梁家呢？梁家那个母老虎也来了。张尚书指了指不远处，梁夫人已经带着梁康出发了。即便她一个女子带着孩子，也没有丝毫懈怠过。经过杏花街门口的时候，张将军一眼看见了下了马车的梁夫人和梁康母子俩。爹，他们进了一家店，卖什么的？张尚书懒得搭理他，可是张将军偏偏要在这里等着，直到那母子俩离开以后，张将军这才鬼鬼祟祟地朝着那店里走了进去。张将军，您来了，买点什么呢？刚才他们母子俩还干啥了？也没干啥，就是卖了一包种子。卖了？张将军知道，听说猪仔下来的奖品就是一包种子，可是梁康竟然卖了。果然是梁夫人养出来的孩子，真会赚钱呐。种子很不错，我们就收了。张将军点点头，这才恍惚地离开了。等到张将军离开以后，一对母子才悄悄地从不远处的拐角里走了出来。张叔叔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鬼鬼祟祟了？别管他了，咱们回家点点你最近赚的钱，娘带你去存钱庄里。娘，等我下次得了猪，我就卖给阿宝，阿宝肯定愿意买的。你连阿宝的钱都赚呐？阿宝人傻钱多。梁夫人忍不住大声笑了起来。阿宝，快来，我们一起游街。大宝和康康呢？老药王又去找大宝和康康。总之最后几个娃都被抓到了毛驴上，带着大红花开始在杏花街溜达。阿宝最开心了，一个劲儿地晃着自己的胖爪爪。大鸭和二鸭也很开心，一直在嗷嗷叫。只有大宝和梁康开始在毛驴上脚趾抠地了，毕竟孩子大了，知道要脸了。他们得了东西，大鸭二鸭怎么也跟着上了？张将军现在就想把两个娃给弄下来，因为他们俩也进步了。爹，他们俩哪里进步了？他们俩这次把名字写对了。总之很快整个杏花街都传遍了，以赵阿宝为首的那群娃全都在骑着毛驴带着大红花在游街，所以不少人都出来看光景。阿宝坐在小毛驴上，他回头瞧见梁康和大宝都有些不自在。我姐姐说了，不要管别人怎么看。我姐姐说了，不要管别人怎么看。梁康有些尴尬地挠挠脑袋，朝着大宝道：咱俩能不能把这大红花给拿下来啊？有点土，影响小爷的帅气了。大宝没说话，仿佛啥也没有听见。杏花街的大人们都在瞧热闹，可是杏花街的其他小孩却都在眼巴巴地看着，巴不得自己明天也能去破山书院上学。阿宝耍了一圈，瞧见了朝这边赶来的李网。阿宝，我找你有事儿。阿宝看了一眼李网，他坐在小毛驴上摇摇头。我娘亲不让我跟你玩，因为你打人。李王之前对黎王妃动过手。
阿宝很警惕地瞅着黎王。黎王原本以为阿宝是个傻的，可是架不住家里人对阿宝千叮咛万嘱咐，所以阿宝压根不搭理黎王。梁康见黎王来了，他就朝着阿宝说道：阿宝，我们该回去睡午觉了。阿宝也听劝，他这才带着小毛驴往家里那个方向走。黎王见找阿宝没用，就带着人去了赵府，可是直接吃了闭门羹。王爷，我们主子说了，他不方便跟你见面，这样对你们的名声都不好。我找他们不是为了谈别的，我是要找赵恒买玉石。金玉阁的老板说你们之前买过一块很大的玉石，我想要买过来，我有急用。王爷，玉这种东西最是讲究眼缘了，主子买的玉石都已经给大小姐做东西了，王爷即便收了也不能用了。王爷若是想要购买玉石，不如派人去滇南收。黎王一听，眉头皱了起来。他跟滇南王向来不怎么说话，我们家主子跟滇南王向来不对付，所以这个忙也帮不了。他在门后的阿宝一听，滇南王不是腊肉叔叔吗？腊肉叔叔经常给自己送东西，糗毛怎么说他们不熟呢？那你们去滇南怎么买的？我们找了一家货站，就在城东，王爷可以派人去看看。糗毛顺便将主子的一家货站给推销了一下。老爷子，赚钱的机会来了。果然这天下午，阿宝去上学以后，黎王府那边就从一个玉石店里得到了消息。老镇国公2天前刚买过一块玉料，说是要给家里孩子做玉枕。一听这消息，黎王立即派人去找老镇国公。管家在一边小声地吐槽道：王爷，这莫不是赵家的阴谋吧？怎么好的玉石料子都被他们家给买去了？别的可以作假，这件事做不了。你没看见那丫头平时穿的料子，看似平平无奇，一出太阳就发光。听闻前些日子老镇国公还去找人要债，就为了给孩子们买东西。你亲自去跑一趟吧，带2匹布，之前宫里给的流光锦，这记忆只存在宫里，老镇国公应该会答应的。管家一听这话，虽然心生疑惑，但也赶紧去办。黎王在这里买玉石的时候，宫里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谁都没有想到，这看似普通的一个下午，会成为影响接下来1整年的转折点。公主刚才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朕怎么听不懂？皇上，我们来中原是寻求庇护，倘若皇上不能给我们西戎庇护，那我们只有跟突厥死战到底，到时候百姓伤亡，势必会祸及中原那些住在边疆的百姓。公主，朕一直很热心地给你和黎王牵线，奈何黎王反水，朕也没有办法。朕若是有办法，也不必让你来跟他联姻了。这样吧，朝中官家子弟，你再瞧一瞧，你看上谁就带谁走。他当初确实想让西戎公主带走黎王，这样自己也少了一个祸害。毕竟黎王这人瞧着很是不着调，万一哪天也有反心，自己还得费心思收拾，不如去给西戎当上门女婿。哼，我看上了赵恒，我能否带他走？赵恒这个人动不得，朕请他进宫这么多趟，你可有看他吃一次亏？你不是王瑾，你驾驭不了赵恒。那看来我是谁也带不走了。朕也无能为力啊。既然如此，我明日就启程回西戎，这些时日多谢皇上款待了。西戎公主起身，很是敷衍地行了一个礼，然后就快步走了出去。西戎公主离开以后，皇上就这样放她离开吗？不若立她为妃，这样皇上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吞并西戎了。此举不妥，不过朕看不上这个公主，丁点事儿就自乱阵脚，既然有求于朕，方才离开的时候还那般敷衍，不是成事之人，跟女中豪杰着实差得有些远了。让她走吧。杏花街，阿宝一回家就看见老爷站在小花厅那边点银票，阿宝立即噔噔噔地跑了过去。老爷，你在数钱钱？老爷之前不是跟你说了，买了一块玉料子，准备给你做个玉枕。今天黎王来买，高于原价1半的价格，老爷就把料子卖给他了。
赚的这些钱呢，都给你存在钱庄里，等你以后长大了，万一碰见个什么麻烦事儿，你就用这笔钱救急。姐姐给我做了玉枕，我有一个啦，我好睡，太硬啦。哎，老岳头啊，你说这个李王是不是有毛病啊？放着好好的这西戎上门女婿他不当，他要是当了这西戎的驸马呀，那以后整个西戎都是他的。老爷，我爷爷说也要给我找个上门女婿。什么叫上门女婿啊？下一秒，老郑国公的大刀直接朝着老药王砍了过去。不过很快，13毛就快步进来找老郑国公。老爷子，随我走一趟吧。老郑国公很少见13毛这般急切的样子，朝着老药王使了一个眼神，示意他看好阿宝，然后就快步跟着13毛离开了。酒楼里，赵恒和王春娘坐在一起，两人谁也没有说话，就安静地等着老郑国公的到来。老郑国公推开门进来的时候，赵恒夫妻俩同时站了起来。阿恒，这么着急找我来，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儿？赵恒点头，将一封写着西戎文字的信递给了老郑国公。老郑国公越看，眉头越发的皱了起来。西戎国这是要放弃跟我们和亲？这样的话，他们只能选择跟突厥打仗了。爹，你忘了，还有一种可能性，他们会选择跟突厥联手。西戎跟突厥都是骑兵，攻击整个中原不可能，但是攻击边陲阵地肯定有把握，所以西戎公主和亲不成，肯定会跟突厥联姻。那皇上会允许他们联手？肯定会从皇家贵族中找到一个青年才俊的。皇上向来喜欢坐收渔翁之利，爹，或许不到1-2个月，皇上就会下令让我们去出征了。不是镇国公府就是赵家，所以我们俩才将您找来，我们商量一下，还没形成一个好的对策的时候，先不要告诉孩子他们。哎呀，你们不必担心，到时候我带兵出征，我一把老骨头了，什么结果都能承受。哎呀，爹，我跟春娘不是在想办法逃避出征。你们两个疯了！你们两个是想出征，你们走了，阿宝怎么办？说实话，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阿恒手里有不少很好的武器，此次若是出征，只要谋划得当，可保边陲100年太平。王春娘笑了一声，可是老郑国公还是听得出来这话里的担心。怎么会不担心孩子呢？我们俩自小在一起，战场上也习惯了在一起。今日找爹来，是想让计策更周全。毕竟，真的要开战，也至少要2个月以后了。老郑国公脸色严肃，久久都没有回过神来。还请爹暂时不要告诉孩子们。哎呀，咱们仨都是上过战场的，这段时间你们放一下手里的活，我们合计一下。另外，边陲那边的图纸应该也有修改。赵府，阿宝正开心的在跟哥哥说话，只不过赵轩有些心不在焉的，总是走神。哥哥，你是不是没吃饱啊？我也这样，没吃饱就会没精神。阿宝，哥哥今天吃的挺饱的，哥看起来没精神，是因为在想事情。哥哥，你的眉头皱起来了，是很麻烦的难题吗？应该还好，毕竟我也不是当年的我了。阿宝向来听不懂这些带哲学意思的话，他摸了摸自己的小肚肚，说道：阿宝是之前的阿宝啊，还是胖胖的？赵轩忍不住笑了起来，他摸了摸阿宝的小脑袋，笑着道：不是啊，现在的阿宝比之前的阿宝胖了，也高了，所以说现在的阿宝也不是之前的阿宝了。阿宝一听哥哥的话，总觉得这话似曾相识。啊，哥哥，我知道了，就是好多天没见，阿宝就从一个笨宝宝变成一个厉害宝宝啦。没错，有点这个意思。而且阿宝从来都不笨，阿宝只是学东西有些慢而已。
确切地说，学杂七杂八还是很快的，就是学习读书有些慢而已。直到阿宝睡觉之前，爹娘还没有回来，赵轩就一直坐在院子里。阿轩，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坐在这里呀？奶奶，我在等我爹娘。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吗？别怕啊，我们都在你们身边。我和你爷爷虽然年老，但好在身体健康，能走能跳的。很多事儿啊，我们都可以撑住。你年纪还小，没必要想太多。你是个明白事理的好孩子，应该清楚，有些事儿啊，提前筹也无济于事，船到桥头自然直嘛。我们看你的心态，就如同你看阿宝的心态，在我们眼里啊，你也是孩子。赵轩点头，是啊，现在的他也跟几年前的自己不一样了。他现在不再是孤身一人了，还有爷爷奶奶，还有姥爷。你爷爷捣鼓了什么茶？既然你睡不着，要不要跟我们去尝尝？赵轩看了看自家大门，爹娘还没有回来，就起身跟着宋氏去喝茶了。阿轩也来了，刚才派人找你姥爷，说是一直没回来。快来尝尝，我也是跟酒楼里学的。哎呀，说起来呀，我今天还经过了李王府，李王府的匾额已经换成了玉石的。李王为什么又不去当驸马了？我来给你们解惑。据说呀，这李王就是很不受他爹以及现在的皇上的喜欢，所以封王的时候用的是李字。这个字的寓意多少有些分崩离析的意思了。当初的李王妃是个平民百姓，但是八字也是他特意挑的。后来逼他和离，也是为了给西戎公主挪位置。可当他听我说用和田玉可以解开这个离字的时候，他就改了主意，放弃了远离故土去和亲的念头。毕竟西戎那边的环境确实没法跟京城比呀。这也是我拼拼凑凑得来的消息。所以说，我们也摸不准他有没有反心。确实摸不准。只不过眼下看来啊，他倒是没什么想法。哎，对了，阿轩呐，昨天跟你爹聊天的时候，我听你爹的意思，有意给你一直打探消息的暗卫。我总觉得你年纪还小，可从李王这事儿可以看得出来，消息确实很重要，有助于我们合理做出判断。很多时候啊，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消息快。爹爹，你为什么找我啊？爷爷，我担心我爹娘要出远门了，西戎公主和亲不成，回到西戎以后，西戎可能会和突厥联手攻击我们。我爹娘今天找了老爷出去，到现在都没有回来，所以我怀疑他们要有出行的打算。赵轩说完，好像心里担心的事儿终于说了出来，自己好像也没有那么累了。我爹向来喜欢未雨绸缪。出行就出行，家里还有咱们给顶着呢。现在的赵府可不是之前的赵府了，之前只有你爹娘单打独斗，那现在咱们可是人多力量大。阿轩呐，我问你，你觉得你看不好阿宝？你爹娘现在就是在京城，阿宝很多事儿还是你照看呢。相信爷爷啊，指定没问题的。轻轻松松的事儿，阿宝现在天天上学，也不需要你爹娘时时刻刻护着，只要有吃的有玩的就很好了。听见这话，赵轩忽然也觉得豁然开朗了，他确实能保护好阿宝。这样一想，他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不管爹娘做出什么决定，他都能接受了。第二天一早，阿宝一睁眼，下一秒就很大动静地喊了起来：爹爹，你为什么找我啊？我昨天大字都写完了。
阿宝生怕赵恒是来给自己送竹笋炒肉的，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屁屁。爹只是过来看看你。黄鼠狼，给鸡拜年。你这又跟谁学的？爹娘这几天吧有些忙，中午和晚上呢可能没有时间陪你们吃饭啊。你能老老实实听你哥的话吗？他们夫妻俩都已经习惯了，很多事情都会主动跟孩子们说，跟他们商量，不会无缘无故的缺席。阿宝点点小脑袋，当然听哥哥的话啦。哥哥给我缝衣服，给我洗猪猪，洗长毛，还带我买糖葫芦。啊，行。见阿宝很配合，赵恒简单的给阿宝扎了一个小揪揪，就带着阿宝出了屋子。一出屋子，王春娘就朝这边走了过来，她接过了阿宝的小胖爪爪，带着阿宝去洗漱。赵恒看着母女俩一起走开的样子，这才转身去看儿子。你爷爷是不是已经跟你提过了？这样吧，明天我就让九毛带你去看看，你尽快熟悉一下。不出意外的话，这支暗卫会一直跟着你，听你指挥。爹，你跟我娘是要准备出行了吗？啊，有很大的可能性，时间应该是在2个月以后，看情况啊。到时候呢，爹会把家交付给你，你妹妹还有家里的事情都要靠你来保护了。行了，锻炼锻炼吧。嗯，好。父子俩聊完天，准备去前厅吃饭的时候，远远的就听见阿宝还有一群孩子们嗷嗷喊的声音。怎么回事？主子，大小姐他们想要出去看热闹。今天西荣公主离开京城，不少人都在外面。给他们收拾，带上早饭，送他们过去看吧。啊，看完直接送书院去。真让他们去看？哎呀，去看嘛，让他去看看，有利于他长大以后挑选夫婿啊，让他好好看看。九毛有些摸不着头脑，这看西荣公主离开，能让大小姐学到什么呢？大小姐只能去看热闹呀。可以让阿宝看看，挑夫婿别挑那么远的，回趟家都费劲。还得是你们父子俩呀。行吧，那我赶紧让13毛去赶马车了。于是乎啊，很快几个娃人手一个大馅饼，就坐在马车里急吼吼的去长安街那边看热闹了。相比较来时的光景，如今西荣公主要离开京城，样子瞧着多少有些狼狈，毕竟她远道而来，这次没有成功，多少显得有些灰溜溜的。阿宝几个人都被毛13放在马车顶上，所以视线好极了，看得很清楚。阿宝胖乎乎的一坨坐在那里，看着西荣公主的马车，他也说不上什么滋味。你们看看，我娘说了，嫁人还是不能嫁太远，要不然打架都凑不起娘家人。阿宝，你以后嫁人不能嫁远了，要不然那个人要是打你，我们还得赶路赶过去。看看，你别怕，谁打我就打谁，我力气可大了，我还有大刀。大小姐的力气确实很大，万一他们家人很多呢？万一他们好多好多人，那我就找爹爹娘去。所以不能嫁得远啊，找干爹都来不及。阿宝想了想，觉得康康说的很有道理，一定要离爹爹娘亲近一些，要不然打架都不好打。因为阿宝他们就坐在马车顶上，所以视线很好。西荣公主经过这边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这几个娃娃。真是好命，有一对厉害的爹娘能庇护她安稳的长大，还有个很有潜力的哥哥，或许能庇护她到老，真是让人羡慕啊。此次同中原和亲不成，那我的未来或许在突厥，或许没有未来了。西荣公主离开以后，然后就迅速地赶往书院。刘夫子作为山长，正站在书院门口。夫子好！大家都在跟刘夫子打招呼，只有阿宝他好奇地看了看刘夫子的脑袋。夫子，你的头发看起来好像没有之前那么多了。啊？他又在说什么？刘夫子说不出什么过分的话，就只能朝着阿宝瞪眼。
可是阿宝也没有看见，忙活着上课，说完就跑了。毛13站在刘夫子不远处，瞧见刘夫子也朝着自己瞪了过来，他尴尬地笑了笑，很是不好意思地道：夫子，不好意思，我们家大小姐童言无忌。随他爹。学堂里，阿宝学了一节课，刚下课，他就从自己的布袋里掏出一个大苹果，开始咔嚓咔嚓地啃了起来。钱小鸭就是在这时候朝着阿宝小声喊：阿宝，阿宝！阿宝看见钱小鸭，立即又掏出了一个苹果出来，噔噔噔地朝着钱小鸭跑了过去。阿宝，今晚在清河街有乐坊的表演，我们去看吧。阿宝喜欢看热闹，他忙不迭地点头。今晚乐坊有表演，阿宝，我们去卖糖葫芦吧。一听要去卖糖葫芦，阿宝的眼睛也跟着亮了起来。听我外祖父说，乐坊的人很少出来表演的，一般都是给皇亲贵族表演，咱们很少有机会能看到。今晚我们去看看吧。钱小鸭，乐坊里有些乱，我爹之前跟我说过，乐坊里很残忍的，但是具体怎么个残忍法我也不知道。原本我外祖父知道我学琴，还想看看有没有机会能拜乐坊的夫子为师，不过梁康这样说，那我还是就老实的看着吧。钱小鸭跟着阿宝他们在一起的时间长了，也知道很多事情并不是小孩子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他还是相当的听劝的。那我们先去卖糖葫芦，然后就去看乐坊的表演，怎么样？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看看，我们要回去做糖葫芦啊，时间来得及吗？梁康太了解阿宝了，所以他干脆没有说话。阿宝见梁康没说话，仍旧是自言自语地说道：那我们去找夫子说一下吧，下午的时候早点放学，提前走啊。阿宝，我们不能提前走的，我们正常时间回家也来得及的，让13叔提前回去帮我们准备一下东西。阿宝，我今天去找夫子的时候，听夫子说好像你写大字有进步呢。阿宝一听，顿时又开始咧嘴笑。二丫张嘴就来：干爹给阿宝找了那么多厉害的夫子教写大字，要是再写不好，干爹肯定会给你竹笋炒肉的。阿宝转身干脆不说话了，就默默地开始自己啃苹果。他不想谈这些了，还是吃苹果比较开心。我听我娘说，她以前出去做生意的时候吃过的糖葫芦不只是山楂的，还有果子的。我们今天做一些，应该会很好卖。我们家还有不少葡萄什么的。对哇，有果子的，我吃过的。那咱们今天晚上做一些，肯定能卖个好价钱的。下午的时候，毛13已经派人回去准备东西了。果然，阿宝他们一到家，宋氏和老药王已经开始熬糖了。几个娃洗了手，赶紧开始帮忙串东西，等会儿好出摊。赵轩没有参与，就站在外面瞧着，看见阿宝忙活的跟什么似的，胖乎乎的一坨来回的窜着，很是灵活。哎呀，箱子呢？装箱了。梁康开始安排今天晚上的分工。我吆喝，大宝收钱，大丫二丫帮忙拿，阿宝看箱子吧。看箱子有几个铜板哇？给你10个吧。好啊，那就给10个，是工钱。看看能不能再给我一串糖葫芦啊？阿宝这话一说，大丫二丫他们的眼睛也跟着亮晶晶地看向了梁康。梁康很坚决地摇头：不能，谁都不能多吃，吃多了会烂牙的。一听会烂牙，阿宝顿时老实了。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抢答，谁答对了给1个铜板。我知道，最重要的是不能走丢，不能随便跟着别人走，谁说的话都不要信。好了，出发。阿宝立即咧嘴，朝着赵轩扑了过来，嘴里嘻嘻哈哈的道：哥哥，我赚了1个铜板。赵轩笑。清河街有毛13的帮忙，杏花街的糖葫芦摊子很快就支了起来。梁康大声地吆喝着喊道。赵轩搬了个小板凳，跟着阿宝一起看箱子。
听见梁康在吆喝，赵轩朝着阿宝问道：“阿宝，之前不是你在喊吗？”哥哥，康康说我喊的没有感情。康康这娃天生就是个做买卖的料。葡萄糖葫芦真的很好卖，所以乐坊的表演开始前，他们正好卡点到了乐坊的表演台这里。阿宝，刚刚有个乐坊的夫子来问我愿不愿意去乐坊学习，说我根骨好。我拒绝了，我还是想好好的读书。乐坊鱼龙混杂，不去比较好。钱小丫看了看赵轩，有些胆怯又很礼貌地喊了一声：“阿宝大哥好。”现在全家都是阿宝辈了，阿宝爹、阿宝娘、阿宝大哥。啊，开始了！你们看，这是乐坊有名的鼓乐，这些鼓音色真好。钱小丫看见鼓乐出来了，连忙给几个小伙伴科普，这是乐坊的拿手好戏。只是当那鼓一响起的时候，阿宝的小眉头顿时皱了起来。哥哥，我觉得这个鼓有味道，像人类的味道。阿宝的脸上没有任何的恐惧和害怕，只是单纯的皱着小眉头。倒是赵轩，他再次朝着台上的几个鼓看过去的时候，脸色就有些难看了。只不过对着阿宝，赵轩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来，而是很淡定地朝着一群孩子们说道：“这里有点问题，我们先出去好不好？小丫，你喊一下你的姥姥姥爷。”钱小丫先是一愣，然后下意识地点头了。他记得听梁康他们说过，阿宝的大哥是个很厉害的，是书院里读书很厉害的人，所以听他的话应该不错的。赵轩带着几个娃还有钱小丫他们出来了，只不过一群娃的眼神都有些疑惑。小丫，你来的比我们早一些，刚刚乐坊的人除了要收你为徒，有没有说其他的事情？阿宝大哥，没有了，好像现场的小孩都被他们看过。我只说一下我的猜测，今天的事儿你们暂且不要外传。你们可有听说过人皮鼓？人皮鼓这3个字一说出来的时候，钱小丫的外祖一家脸色都变了。阿宝他大哥，你是说刚刚台上的有可能是人皮鼓？我跟着我爷爷学医，对这些事儿比较敏感。刚刚那鼓我瞧着很是诡异，乐坊今天找小丫去学舞蹈，有可能是真的，但是倘若是假的呢？总之小心谨慎总是没错的。二老还是尽快带着小丫回家吧，我们也回去了。怪不得我爹当初让我长大以后去江南看美女，但是要离京城这个乐坊远一点，果然有问题。别害怕，今天我们发现了，赶明儿咱们就去举报，总会解决的。今天幸好带阿宝去卖糖葫芦了，要不然我们也要撞上乐坊的人。别害怕了，都早点睡觉，明天早上还得去上学呢。哥哥，如果我今天晚上吓得睡不着觉，明天是不是就可以不用上学了？哎呀，阿宝，你要是吓得睡不着觉，爹会带着你出去夜跑的。等把孩子们都各自送回家以后，赵轩这才送阿宝回去。阿宝，你今天是怎么察觉出不对的？我闻到味道不对了，还有血腥气。赵轩有些疑惑，他其实跟在爷爷身边学医的日子更久，但是他并没有闻到什么血腥气，就是跟爷爷给人缝伤口的时候味道差不多。那你不要跟别人说是你发现的好不好？你发现了什么就跟我们说，暂且别大声喊出来，好不好？当然啦，我可是聪明宝宝。赵恒和王春娘回来的时候，兄妹俩都已经休息了。赵恒在阿宝的院子里没有找到人，等来到赵轩院子的时候，看见长毛趴在外面，他就知道应该是阿宝来了赵轩的院子。赵恒以为兄妹俩都睡了，他和王春娘刚要脚步轻轻地离开，谁知道屋门忽然开了。爹娘，我有事儿跟你们说。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阿宝呢？睡着了吗？阿宝已经睡着了。我们今天去清河街。
赵轩将今天在清河街发生的事情详细的说给了赵恒和王川娘听。你之前跟着师爷转了2天，会写状子了吗？你要会的话啊，匿名写一张状子，明天我派人送到护女司去。会写。明天一早我就让人送到护女司门口张贴。阿宝没吓到吧？阿宝只是不想上学。写完状子，这事儿就交给我跟你娘了啊。赵轩点头。等赵轩回了屋子以后，王春娘的脸色终于变了。他们竟然敢光明正大的找小女孩，今晚先让人去给点颜色看看。动静可以大一点啊。那是自然。也就在这天晚上，月芳的院子走水，大火蔓延一片。大人，快救救我们吧！今天我们还得去贺寿，有表演呢。现在前门、后门还有小门都被堵住了，我还是从狗洞爬出来的，我们哪里能出得去？金兆颖哪里会不知道护女司那边的事情？他皱眉道：你们昨天去哪儿了？怎么能闹出这么大动静？当众挑选小女孩，你们简直是顶风作案。我怀疑是我们乐坊内部出现了问题。我们昨天是去了清河街表演，但是台子有些高，距离人群也有些远。你们简直是疯了！你们这滩浑水，我是不走了。可是我们之前也给您府上送过银票的。你当初送银票是想让我帮忙安排你们乐坊的演出，不过千余两。护女司的背后是赵恒夫妻俩，你好自为之吧。乐坊主听见金兆颖这话，人就傻了。护女司那边要调查，金兆府也是要配合帮忙的。就在护女司开始着手调查乐坊之时，一道圣旨来到了老郑国公的面前。只不过这次来传旨的是胖太监，不是大太监。阿宝正在门口等康康大宝他们，远远的瞧见胖太监来了，他立即站了起来，一个劲儿的朝着胖太监挥舞着小爪爪，嘴里大声的喊道：胖公公，你又要来找我姐姐吗？我姐姐不在家，赚钱去了。胖太监瞧见阿宝这么热情的跟自己说话，他赶紧拿起了一旁的食盒，快步的朝着阿宝的方向跑了过去。你们先停住，我先去交保护金。胖太监朝着后面跟着的一群小太监道。而胖太监到了阿宝面前，都不用说，阿宝就闻出了味道。是烤鸭，宫里的烤鸭。胖太监没有说话，他还要去宣旨呢，便指了指老郑国公府的方向，准备去宣旨。毕竟传旨这件事儿可不能耽误。你要找我老爷吗？大小姐知道老国公在何处？我老爷出去钓鱼了，得找人去喊他呢。我帮你去喊他吧。阿宝很是主动地朝着胖太监说道。胖太监的嘴还没有来得及咧开，就看见阿宝被后面走出来的赵轩给抱了起来。阿宝，不能逃学。赵轩一眼看穿了阿宝的小九九。诸位请稍等，我已经命人去喊老国公了。13毛走出来，朝着胖太监说道：哥哥，我……阿宝刚要说话，嘴巴就被赵轩给捂住了，然后就被赵轩带着上了马车。胖太监看着阿宝的身影，心中忍不住啧啧感叹：什么档次的学，还得大小姐亲自上。胖太监看着阿宝他们的马车离开，他眼里都是羡慕的目光。如果他的爹娘是赵恒和王景，还有一个那样出色的哥哥，那他肯定会躺平的，还上什么学呀？赵大人。哎呦，公公今儿个大驾光临，所谓何事？皇上让小的来传圣旨，请老国公爷接旨吧。老郑国公好似并不感到惊讶，他跪下迎接圣旨。所谓的圣旨，就是短短的一句话，就是让老郑国公重新带兵出发去边陲，防止西戎和突厥那边起战乱。公公先行一步，皇上问起来就说我们夫妻很快就到了。两位大人，到哪里啊？
去宫里。一听这话，唐太监连忙点头，赶紧带着一群小太监离开了。太监们离开以后，爹你看，宫里确实是这个安排，所以我们待会儿就进宫了，之后的事情就靠爹帮忙帮衬着阿轩了。其实我更适合去边陲，把安平托付给你们，我更放心。爹年纪大了，在家安度晚年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速度会快一些。行吧，爹在家看家，你们俩快去快回。老郑国公心里始终还是担心的，毕竟战场就是地狱，一将功成万骨枯，这话是没错的。宫里，裴文帝在听说赵恒和王春娘要进宫的时候，命人在外边守着，除了他们夫妻俩，谁都不能进。而当赵恒带着王春娘进了御书房的门的时候，一个茶杯顿时朝着赵恒的方向砸了过来。赵恒，你今日带他来做什么？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你传圣旨给一个老头，不就是逼迫我带兵出征吗？哎呀，你这个人呐，一直都是如此不要脸的做法。这是我跟你之间的事情，你把他带来做什么？难道你这次还想带他一起出征？你疯了吗？他跟你吃过的苦还不够多吗？裴文帝一脸嫌弃地看向赵恒，仿佛在看一个卑鄙的小人。那皇上逼我一人出征？哎呀，难不成是想在那战场之上置我于死地？裴文帝没有说话，只是目光直直地盯着赵恒。西戎和突厥的问题必须解决了，我们俩确实要一起去，只希望皇上在我们夫妻出征的这段时间里，不要做出任何伤害我们家人的事情。我们都有各自的责任，我们夫妻俩只想中原的百姓们不再受战乱之苦。倘若你还想对我们动手，也请等我们出征归来。一时之间，裴文帝竟然说不出话来。你若真要在这个时间里动手，我保证，但凡我能活着回来，这辈子咱们不死不休。朕答应你，你们还不走？急什么？我们还没开始说呢。既然我们夫妻俩要带兵出征，那皇上嘛，总得做点什么，要不然我们也不想动的。你们在跟我讨价还价？近日来，京城的乐坊又出现了，还当众挑选小女孩，此事你准备如何处置？一个乐坊疯了就是，事情交给护女司办。乐坊长期贿赂京兆尹，京兆府时常帮忙阻拦去状告乐坊的人，皇上又要如何处理？京兆尹是京城驻地，不可乱动。行，这个出征需要动用大量粮草，明日起还请皇上往京兆府门前设立捐款箱。至于如何让京兆尹在内的一些人把钱吐出来，那就是皇上的事儿了。拿了好处总要吐出来的，是吧？水至清则无鱼，想要一个贪官没有，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就这么定了，还请皇上有点脸。赵恒，不要脸的是你。哎呀，我以前呢就是太要脸了，我差点一家子都栽在你手里。你应该清楚，我好好回到京城的那一刻，你就该夹着尾巴了啊！夫妻俩就这样离开了皇宫。从宫门口走出来的时候，赵恒朝着王春娘问道：回家？去看看阿宝。赵恒没有说话，只不过脚步却是朝着书院的方向走了去。赵恒和王春娘往书院赶过去的时候，阿宝刚刚下课，正和钱小丫凑在一起。钱小丫带着阿宝在认字。你怎么对待阿宝认字这么执着？我外祖父说，昨天多谢阿宝大哥，我们没有办法报答，只能让我带阿宝多学习。阿宝蹲在一边，声音很小地说道：钱小丫，你也可以给我带好吃的，不用教我读书的。钱小丫对此无言以对。阿宝见钱小丫沉默，他以为钱小丫不开心了，便赶紧解释道：我很好养活的，我什么都吃的。我们都知道你好养活，
你好好跟着钱小鸭认字就行了。大宝站在一边，试图扭转阿宝想要吃东西的话题。好吧，那我好好认字，回家给爹爹娘亲看。老爷说了，今晚回家吃锅子。钱小鸭他们班的夫子瞧见钱小鸭带着阿宝认字，就朝着阿宝问道：赵阿宝啊，你哥哥读书那样厉害，文章写得比一些夫子都厉害，为何你这样不喜读书呢？哥哥当然厉害啦，我哥哥可聪明了。我娘亲说了，一个西瓜藤子上会长不同的瓜，有聪明瓜，也有笨笨瓜。嘿嘿嘿嘿。夫子失笑。墙角处，赵恒夫妻俩看向蹲在院子中间的小丫头，王春娘忍不住感叹道：阿宝长大了。赵恒点头，看着阿宝小脸红彤彤的，玩得很是开心，他眼里的情绪其实满是欣慰。很好啊，阿宝长得很好。孩子们都回来了，下节课该学乐器了。咱们去看看阿宝敲钟吧。咱们要出远门，可不得好好看看孩子。要看你去看啊，我不去。夫妻俩正在说悄悄话的时候，刘夫子走了过来，朝着站在墙角石头上的两位说道：两位下来吧，时间到了，请赶紧离开吧。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毛13。刘夫子伸出一个手指头，赵恒点头。夫妻俩从书院离开以后，王春娘朝着赵恒问道：刘夫子刚刚那是什么意思？让你暂出多少银两？刘夫子吧，最近想要筹划一下，教习孩子们学西戎话还有突厥话，需要银两。刘夫子是个有想法有远见的人。是啊，阿宝在这样的书院里确实会比较好一些。赵恒夫妻俩上午从宫里出来，下午宫里就传出了赵恒夫妻俩要带兵出征的消息。阿宝原本是不知道的，但是消息传得太快了，阿宝的耳朵又很好用。这天下午放学的时候，很多人来接小孩，所以不少人就在讨论这个事儿。阿宝耳朵很尖的听见了自己爹爹娘亲的名字，他这个人又不认生，所以就主动上前朝着人家问道：狗生娘亲爷爷，你们在说什么哇？赵恒出征是什么意思哇？狗剩娘听见阿宝这样问，她也不知道阿宝是赵恒的闺女，毕竟孩子这么多，所以她就笑着道：听说赵将军要带兵出征，就是去边疆。边疆是哪里哇？阿宝这句话刚问出来，人就被赵轩给抱走了。哥哥，爹爹要去边疆吗？边疆是哪里哇？阿宝，你别难过，干爹是大将军，要出征打仗的。除了干爹，还有很多人的爹爹都要出去，就像我们小孩要上学一样，大人们也有要做的事情的。那爹爹能带我去吗？肯定不能带小孩啊，带小孩会耽误打仗的。我们可以给干爹他们写信啊。阿宝想了想，也没有说话。大宝也没有说什么，直接将一包肉干递给了阿宝。阿宝虽然难过，但还是接过肉干啃了起来。阿宝，你要是不开心，他们俩肯定会担心的。你看我爹一直在守坟，我也就忘了。当然我爹不靠谱。可是我没有跟他们分开过。我小时候跟他们分开过，那次爹打仗回来之后，眼睛就看不见了。所以阿宝，只要他们能健康回来，咱们留守一下也不是不可以。哥陪着你，你也陪着哥。阿宝到底还是忍不住朝着赵轩扑过去，然后就嗷嗷的大声哭了起来。赵轩抱着阿宝，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后背，也没再说什么了，就这样抱着他，一直到马车进了赵家的门。到家，阿宝见爹爹娘亲都不在，就噔噔噔地朝着自己的院子里跑了回去，撅着个屁股就开始找东西。长毛甩着尾巴跟在阿宝的后面，阿宝整个人都要钻到床底下了，因为他的好东西都藏在床底下。长毛太懂阿宝了，见阿宝开始扒拉东西，他从角落里拖出一个大布包过来，
一娃一狗合作，很快阿宝就拖着一个大布包走了出来。阿宝打包了一大包东西，怀里还抱着一盆小人参。他坐在门槛上，眼巴巴地等着赵恒他们回来。老药王和宋氏他们听见消息，就朝着阿宝这边走了过来。结果阿宝死活不动弹，肚子饿了就坐在那里啃肉干。阿宝啊，去前面小花厅等，你晚上吃肉干不消化。咱们不是说好了今晚吃锅子吗？你去前面等好不好啊？这样你爹一进门你就看见了。大抵是最后一句话起了作用，阿宝这才拖着自己的大布包，抱着怀里的那盆小人参，朝着外面走了去。这都是阿宝的宝贝呀！老药王小声地朝着宋氏说道。宋氏点头。赵恒和王春娘最近几天特别的忙，所以回来的时候比较晚，天色都已经黑了。夫妻俩刚进家门，就看见了坐在前面台阶上的胖墩墩。长毛一看见夫妻俩回来了，立即甩着尾巴朝着夫妻俩跑了过去。阿宝，地上凉，你怎么坐在这里？王春娘快步上前，想要将阿宝给抱起来。给他铺了垫子，别担心，阿宝不吃饭就一直坐在这里等你们。王春娘眼睛有些发涩，阿宝这样的表情显然是已经知道了他们要离开的事情了。赵恒上前一把将阿宝给抱了起来。阿宝一看见爹爹娘亲，顿时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哭的那个伤心啊！给爹爹娘亲！阿宝将那盆小人参还有大布包都交给了王春娘。王春娘能感觉到这布包里的东西应该很沉，隐约还能摸到一颗圆溜溜的东西，估计是那颗很大的夜明珠。哎呀，行了，别哭啦！哎呀，我们很快就回来了，先坐下来吃饭。赵恒抱着阿宝往饭桌旁边走。阿宝抽泣了一会儿，想了想，又从赵恒的怀里爬了下来。一家人很是疑惑地看着阿宝，阿宝有些不好意思，他搓搓手，摸了摸已经开始叫的肚子，很是小声的道：我要去洗手。吃饭前必须要洗手的。阿宝这一走，赵恒他们才开始去看阿宝送过来的大布包，只见里面都是黄金、夜明珠那些值钱的东西，还有几根紫人参以及几包药。阿宝估计把全部的家当都给你们了。你们好好跟他说啊，他也不吵闹，爹娘突然要离开，他肯定很难过。王春娘点头。阿宝确实是饿了，很是能吃，吃完了就坐在王春娘的旁边，仿佛又变成了之前那个刚来赵家没有安全感的小胖娃。阿宝，娘跑不了啊，娘吃完饭就陪你回去。王春娘心疼极了，可这一趟非走不可，要不然边疆的百姓们会更难过的。阿宝点头，但始终紧紧地攥着王春娘的衣服。阿宝的屋子里，长毛守在外面，赵恒和赵轩父子俩给阿宝收拾床底，将阿宝大布包里的值钱东西又给收拾了回去，只留下了那盆小人参。其实这个小人参是老药王用阿宝的紫人参重新种植的，跟阿宝的好大儿还是有些不一样的，但毕竟是个活物，到时候看着它就跟看到了好大闺女一样。阿宝，娘呢至少还能在家里待1个多月，早着呢，你别害怕。娘必须得去打仗，要不然就会有好多小孩都失去爹娘，甚至没命了。那阿宝的爹娘会不会有事儿啊？阿宝的爹娘可厉害了，不会有事的啊。阿宝开心呢，爹娘即便远在边疆也会很开心的。我跟你娘呢商量好了啊，明天开始你们2个就开始适应啊，因为明天我们要更加的早出晚归了。找阿宝，能做到吗？阿宝瘪瘪嘴，脸上的表情有些难过，但声音还是很大的道：能。赵轩看着妹妹的精神好了许多，也总算放了心。明天开始他就要又当爹又当娘了。但是赵轩没想到第2天早上的情况让他大吃一惊。
赵恒夫妻俩却是跟昨晚说的一样，一大早就出发了。赵轩收拾好自己，就准备去喊阿宝起床。结果刚走到阿宝院子里，就看见阿宝自己已经穿好了衣服，一身齐整的朝着这边走着。啊，阿宝，这么早就醒了？当然啦，哥哥，当然啦，哥哥，我可是好小孩。娘亲说，我要是不好好吃饭，她在很远的地方也会担心我的。行，今天老爷应该做了煎蛋和菜饼子，我们快去，吃饱了送你去上学。一听要去上学，阿宝的小啾啾好像蔫巴了一下。阿宝，阿宝，快来吃饭！吃完饭我们要去看热闹了。京兆府门前有热闹。一听有热闹看，阿宝的眼睛顿时又亮了起来。我已经跟耀爷爷说，让他给咱们准备好菜饼子了，咱们带着去，一边看热闹一边吃早饭。阿宝仰头看了一眼赵轩，赵轩点点头。阿宝立即跟着二丫一起疯跑了出去，嘴里还嚷嚷着问道：大宝他们呢？大宝带着康康去他家打包馅饼了，快快快！唉，白担心了呀。老郑国公很仔细地给阿宝收拾着东西，又将食盒递给了毛13。布包里有果子，记得多吃果子。阿宝乖乖地点头。薛爷爷，我们会提醒阿宝的，我们要来不及了，得赶紧去看热闹了。好，你们去吧，注意别太大声啊，只要老实看热闹就行。几个娃一致点头，然后就一起朝着外面的马车上跑了出去。这一跑，原本吵吵闹闹的家里顿时安静了下来。要不然咱们也出去看热闹？先别出去了，眼下正是关键的时候。哥哥，你吃饱了吗？吃不饱会难受的。哥吃饱了，你们慢慢吃。阿宝，还不到京兆府呢，还有一条街呢。大宝给阿宝递了大水壶，阿宝赶紧喝了一口。其实在到达京兆府之前，赵轩也不知道是什么热闹，等到马车到达这里的时候，他才发现这儿的人呐，数量堪比过年时候了。我跟你们说，我听我娘说了，是皇上下旨让在京兆府的门口放一口大缸，明面上说是为了给干爹干娘出征筹集银两，实际上是让那些贪官将银子给吐出来。所以你们看，那么多来来往往的人，不少人都蒙着脸往大缸里扔银票，就是这个意思。赵轩听见康康这样解释，倒是明白了，原来是这般。只是为何要将这口大缸设在京兆府的门口呢？以他所见，这应该不是巧合。13毛，我看不见，你能不能扛着我哇？毛13自己做不了主，便赶紧朝着一旁的赵轩看了过去。阿宝，13太高了，你坐在13的肩膀上会有些扎眼，咱们往前面挤一挤，站前面可以吗？听见哥哥这样说，他立即答应了，迈着小短腿儿，紧紧地跟在赵轩的旁边。几个胖娃娃挤到了前面，看见时不时就会有人蒙着脸经过，再故意扔一些东西到大缸里。每次有人扔东西，围观的百姓们就会嗷嗷地起哄喊，扔银票的人就快步地离开，也不逗留。大哥，你说他们为什么这么听话？他们来扔银票，不就是自投罗网吗？大宝，他们现在这样老实，肯定是背后受人威胁了，要不然贪了那么多年，怎么可能现在才老实呢？梁姨真的是把康康教得很通透，尤其是关于银钱这方面的事儿，好似一点也不避讳孩子。哥哥，那么大一缸钱钱，肯定能买很多好吃的了吧？啊，我妹的关注点永远是那么奇特。是啊，爹娘要带兵打仗，这么多银两，应该能帮不少忙了。几个人看了一会儿，赵轩看时候差不多了，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该回书院了，等放学的时候再来看。可是就在这时候，人群中忽然传来了好大一阵哗然的动静来。金兆尹当着这么多围观百姓的面，他扑通一下子就朝着那大缸的方向跪了下来。一看见他跪下来，几个孩子也好奇极了。赵轩看了一下时间，说还不走的话，即便待会儿马车跑得很快，也肯定会迟到的。
来不及了，留下来看的话，我们肯定会迟到的。书院有规定，每次迟到3次者就得不到任何奖励了。我们先去书院，找个暗位留在这里看热闹，等我们放学，让他讲给我们听，好吗？几个娃最终还是一致同意了。大丫听了赵轩的话，忍不住感叹了一句：“大哥，这泼天的富贵就这样给了安维大哥吗？这又是从哪儿学来的词啊？怎么还泼天的富贵了？昨天我娘给了我爹20两银子，正好梁姨来我家碰见了，梁姨就说这泼天的富贵给了我爹。”一群娃嘎嘎地笑了起来。臣在此请罪。臣于去年秋天收取了岳方主的2000两银票，帮忙疏通关系，允许其岳方在立秋大典上表演。这2365两是我的积蓄，我今日将这些全部上交，恳请皇上恕罪。京兆尹大人，您是不是忘了，您老家还有300亩良田呢？哦，不对，听说您在京郊也买了不少地啊。此话一出，京兆尹的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周围的百姓们也再次哗然了起来。至于喊话的人，已经溜去点心铺子给他们家大小姐买点心了。调酒院，他不过是做做样子，就是赌皇帝动不了他，因为他对京兆府的事情太熟悉了，熟悉的他认为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到。这么多年，京城的环境也就是看起来比之前好了些，皇帝那边应该也是做做样子，小小的惩戒一下。他背后用年轻女子贿赂拉拢，此事不可原谅。要说替代，我觉得户部那个徐图之不错。会不会有些太年轻了？京兆尹可都是京城的父母官。嗨呀，如今朝廷啊都是老臣把守，关系盘根错节，需要一点新鲜血液了。哎，而且啊，你是有所不知啊，徐家那个后宅乱得很。总之他人不错。那宫里我已经上了折子了，并且已经暗中通知了徐图之，他的娘就是后宅斗争的牺牲品，所以他很清楚女子在这个世上活着有多受委屈，希望他当上父母官之后可要问心无愧来。这件事儿总归是最后一件了，办完这件事儿，我们就专心准备出征的事儿，这样即便在边疆也不必担心阿宝他们了。阿宝浑然不知道外面的热闹，正跟着教骑马的夫子在书院里学骑马呢。只不过因为在书院里上学的很多孩子们都是出自平民百姓家，家中并没有马，因此书院里养了一匹小马驹。每次到骑马课的时候，都是让他们挑选比较熟悉的小马驹。可是到了阿宝这里，阿宝之前熟悉的那匹小马驹今天压根不听话，好似是来脾气了，谁也不让靠近。夫子便让阿宝换别的小马驹，结果跟阿宝都不适应。阿宝纠结了一圈，朝着夫子道：夫子，小马驹们都不跟我玩，要不然我坐在一边吃饼吃吧。不行，隔壁还有几匹，继续去挑。阿宝无奈，只得垂头丧气地跟着去挑。大宝他们一直在等着阿宝，可是等啊等，没等到阿宝骑着小马驹出来，倒是看见了阿宝骑着一头小毛驴出来了。教习骑马的夫子无语地看着这一幕，险些一口气没上来。他也不懂为什么最后挑了一头驴呢？而且书院的马圈里为什么会有驴呢？夫子，还有一头驴，我最喜欢驴了。好了，现在我教大家如何通过缰绳来控制。毛13缩在屋顶上瞧着这一幕，我得记下来，回家还得跟老夫人他们汇报。大小姐今天竟然还在骑马课上骑驴。阿宝虽然骑的是小毛驴，但是整堂课也跟了下来。要下课的时候，阿宝摸了摸小毛驴，很小声地跟他说道：我跟你说个秘密吧，我姐姐也是驴。偶然听见的教习夫子：赵大人是驴，驴精不是人。
而自从钱小鸭教阿宝认字以后，阿宝每次看见钱小鸭拿着书朝自己走过来，他就吓得开始跑。钱小鸭赶紧放下书，阿宝你别跑，我把书放下了。夫子说过的，过犹不及。一听不教认字了，阿宝这才噔噔噔地跑了过来。康康，我还是不明白，今天那个大缸缸为什么能装那么多钱钱哇？他们为什么都往里面放钱哇？阿宝还是纠结那个大缸的事情。梁康一听，他想了想，在地上画了一个圈圈，然后朝着二丫说道：二丫，你要是不往里面放钱，我就把你找我们替血的事儿告诉张爷爷。二丫一听，顿时瞪大了眼睛，赶紧掏出一个铜板放到了地上那个圈圈里。阿宝，你看明白了，肯定是背后有人威胁他们了，所以他们才肯偷偷往里面放钱的，他们肯定是害怕什么的。阿宝一看这情形，顿时明白了过来，然后他的小脑袋瓜里就有一个主意形成了。你们懂得太多了，感觉这些书上都学不到。没事，我们经常说给你听，你就懂了。钱小鸭点了点头，谢谢你们。小鸭，我爹爹娘亲要出征了，我可能好久都看不到他们啦。阿宝，我外祖父说了，只要人平平安安的，什么事儿就都是小事儿。我们那条街上有个小朋友，他爹娘都是因为生病去世了，也没怎么有人管他，所以我觉得他们说的对，平平安安的就是最好的了。是的，我娘亲就跟我说，健健康康就最好了。被一群小伙伴给围着，阿宝觉得自己好像也没有那么害怕了。阿宝扔下赵轩，一到家就嗖嗖地朝着后院跑了过去。一个胖墩墩就轻而易举地将一个小坛子给搬了出来，就放在了赵家的大门口。老药王和老郑国公采购回来，瞧见门口放着一个小坛子，他们俩疑惑地看向阿宝。阿宝，你这是做什么？蹲在这里干嘛？赶紧回家！阿宝那双大眼睛溜溜地转了转，然后就看向了老药王。爷爷，你不往里面放钱，我就告诉奶奶你偷偷喝酒。阿宝，你出卖爷爷呀！给钱！阿宝指了指小坛子，老药王只得掏银票出来。然后阿宝的视线就看向了老郑国公。老郑国公很识相地将一袋子烤栗子递给了阿宝。阿宝闻了闻，很大气地朝着老郑国公道：老爷可以进去啦。啊！当然老药王也交了钱，所以阿宝还是让老药王进来了。只不过在老药王往里面走的时候，阿宝还是一个劲儿地朝着老药王的包袱里看了过去，小鼻子还闻了闻。爷爷，你没有给我买好吃的吗？爷爷，你没有给我买好吃的吗？老药王一听，顿时气笑了。这里面装的都是杂物，还有一些干货，没啥零嘴。哎，你个忘恩负义的，竟然打劫你爷爷我的保护费啊！啊！阿宝嘿嘿笑了一声，又开始放行两个人。毛十三跟在两个老爷子后面，瞧见眼前这一幕，他刚要说话，脚步又收了回来。算了，我还是不从大门进了，直接从墙上飞进去好了。阿宝就这样守着门，直到赵恒和王春娘回来。王春娘看了一眼站在院子里一脸无奈的老药王，以及守在门口的阿宝，她有些疑惑的道：阿宝，都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去吃饭？在这里等爹娘吗？赵恒没有说话，倒是瞄了一眼阿宝前面的那个大缸。他抬眼看向眼巴巴的胖墩墩，阿宝已经试探着要伸出要钱的手了，结果下一秒赵恒直接开始脱鞋了。一看赵恒脱鞋，阿宝啥也不要了，捂着屁屁就跑开了，嘴里还嚷嚷着：姐姐，我不敢了，我不敢了。赵恒看了一眼这架势，说道：今天上午他们去看热闹了？是啊，去看热闹了，早饭都在马车上吃的。个小王八蛋，
学这些东西倒是挺快的啊。其实京兆尹这人不好色不贪吃，就是喜欢当守财奴，贪了钱就买地。哎呀，倘若他不这样，倒也算是个好官。人嘛，总会被迷了眼，日后长大了切莫如此。做官不是为了赚钱，想清楚之后再做。赵轩点头。爷爷，不赚钱那怎么吃饭哇？那官员的俸禄能满足寻常所需，既然能满足日常所需，那为何又要贪钱呢？就是因为不满足。那按照你的俸禄，你用寻常的鞋子就能走路，好一点呢，你可以用绣花比较精致的，但是你呢，偏偏不满足，就要用那个满是珍珠的，这就是不满足，知不知道？一听爹爹这样说，阿宝立即低头朝着自己的鞋子上看了过去，然后就很小声的道：爹爹，买鞋子的钱是你贪的吗？爹没贪过，爹赚的钱够他们贪半辈子了。知道自己的鞋子是干干净净来的，阿宝就不担心了。爹爹，你今天都不凶，你今天说话真多。你爹很快就出发了，多说一点就让他说吧。一听这个话题，阿宝顿时沉默了下来。所以呀，我们出去的时候呢，你少整这么些幺蛾子啊！再敢出去收保护费，等我们回来，鞋底子糊了。我再也不敢了，爹爹不要回来打我。阿宝这2天或许是已经适应了，他主动地朝着赵恒问道：爹爹，你们要去多久啊？要是我想你们了，我出去收保护费，你们就会回来打我吗？很有可能，但是你还是要少给你哥他们几个惹事儿，知不知道？我会很老实的。因为今天赵恒他们俩回家还算早，毕竟前几天都是深夜了，所以吃完饭以后，赵恒和王春娘就带着阿宝和赵轩出去遛弯。阿宝走了没多远，刚出杏花街，看见有一个年轻的人背着自家小孩，阿宝也朝着赵恒伸出了手。往常但凡他能自己走，都不会让赵恒动弹的，都是自己溜溜跑。可是这一次他也不想走了。爹爹，你能健健康康回来吗？那你在家能老实上学吗？我肯定能赢小猪仔的。哟，哎呀，那我听听，你打算用什么来赢小猪仔啊？骑术。这书院考骑马没考骑驴吧？你别管。这又是跟谁学的？跟姨姨哇，姨姨经常对大丫二丫爹爹说你别管。爹爹你别管，我会得小猪仔的。哎呀，行，阿宝啊，再过2日，我跟你娘呢要去军营了，提前去规划布置，爹提前跟你说一声啊。好的，姐姐，我同意了。如果你愿意给我2根糖葫芦的话。1根。好吧，1根就1根。阿宝最后还是妥协了。第2天一大早，阿宝醒来的时候，枕头旁边有1根糖葫芦。好啦，吃完饭再吃，先去洗漱。阿宝一醒，超猫就去给赵轩送信，赵轩就进来带娃。阿宝点头，爹娘都出门了，老爷做好饭了。哎，阿宝，我刚刚听康康说你们今天有做饭课，待会儿还得给你收拾些菜带着。你昨天怎么没跟我说啊？哥哥，大丫二丫说给我带白菜。赵轩没有说出口，他总觉得大丫二丫不靠谱，他只带着小筐子默默地去后院准备。弄这些菜要做什么？阿宝他们今天有做菜的课，应当是夫子为了锻炼他们自力更生的能力。不错呀，阿宝，夫子有说请谁来教你们做饭吗？爷爷，夫子没有说哇，只跟我们说不能浪费东西，而且今天中午不能回家吃饭啦。阿宝说完这话，
就眼巴巴地看着老药王。想让爷爷给你送饭？我想吃油泼鲤鱼。赵轩坐在一边，暗暗地朝着老药王摇头。这鲤鱼啊，得新鲜的才好吃。爷爷今天就跟你姥爷去钓鱼，怎么样啊？只是我们不一定保证上午就能钓出来呀。那晚上吃也可以的。行啊，那就晚上吃。可是老药王嘴上虽然这样说着，但是在阿宝要出发的时候，他还是偷偷地剥了2斤肉，塞到了阿宝的筐子里。老郑国公正好过来，瞧见这一幕，他赶紧有样学样的塞了2斤排骨。会不会有点超重了？阿宝应该会察觉到吧？嗨，怕什么？让13背着，都给13背，这样他们就察觉不到了。直接将这筐子给了13，老药王才后知后觉的道：完了，阿宝不会被夫子批评吧？阿轩说书院好像只要菜的。光有菜有什么滋味？他们正在长身体，咱们俩放的那点肉算什么？不行，我得赶紧去钓点，给书院送过去。夫子见孩子们都到齐了，便带着孩子们去后院的露天地里去教烹饪。你们虽然还小，但日后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即便在最恶劣的环境里，你们也要学会生存下去。所以我昨天只让你们带青菜。夫子乍然拎起最前面的阿宝的筐子，一脸懵逼地朝着阿宝问道：赵阿宝，你的青菜篓子怎么这么重啊？夫子还好啊，不重啊，这是我哥哥给我准备的青菜。夫子见阿宝说的一本正经，他也就没有再说什么。阿宝他们将筐子里的青菜倒出来的时候，就看见了放在筐子最下面的排骨和肉。阿宝一脸懵懵地看向夫子。夫子，我真的不知道啊，筐子是我哥哥给我收拾的。看着包裹好的肉和排骨，夫子就猜测到肯定是家里人的意思。他捏了捏眉心，刚准备说话，夫子，我们中午炖排骨吃吧，炖肉炖排骨，反正也不能浪费啊。早知道让我爹也给我塞2斤肉了。生气归生气，但是这些肉确实要炒了。不过重中之重还是要教孩子们如何炒青菜。1刻钟后，班里所有人都离阿宝10里地，生怕被阿宝铲子带出来的白菜叶子给烫到。赵阿宝，炒菜不是打架，没必要太激动。况且你现在还小，颠勺做什么呀？可是我爹爹做菜都会颠勺的哇。夫子，我爹爹说了，这样做菜会更香的。给赵大人记一笔账，小孩子不必颠勺，会伤到胳膊。不行，今天还得叫家长啊。可是赵大人夫妻俩好像要出征了，应该是没时间。那旁人总归是有时间的。于是乎啊，这天中午，老郑国公被请到了书院。老爷子，赵阿宝篓子里的肉是不是你们放的？是啊，我还准备给你们送鱼的，不是我买的，是我钓的，不过被你们门口的护卫给拦住了。我还是得提醒一下，书院让带什么就带什么，你们别给他整特殊，这样容易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行，我记住了，你们别介意，他爹娘要出远门，我们生怕苦了这孩子，以后有什么事儿也请你们及时通知，我们也尽量配合书院。夫子想到要出征的赵将军夫妻俩，他也跟着叹了一口气，在回忆着自己刚才说话有没有重了些。只是这天下午放学的时候，书院里发生的事儿还是超出了所有父子的预料。放学的时候，阿宝开心地背着小篓子，蹦蹦跳跳地往外走，一边走一边朝着班里的小朋友们说道：等我下次再给你们带好吃的，我爷爷最近炸的鱼丸也可好吃了，等我明天给你们带。阿宝跟个开心的小太阳一样，在人群中蹦蹦哒哒的，可是不知道为啥，
等他准备哼哧哼哧爬马车的时候，一放下篓子，就看见篓子里面都已经满了。阿宝惊讶地瞪大了眼睛，篓子不是空空的吗？怎么都满了哇？这是怎么回事？不行，我得赶紧去找夫子。夫子，带回家给你爹娘，说给他们听，他们自然就明白了。可我姐姐跟我说过的，不能要别人的东西，天上不会掉馅饼的。爹爹说的话，阿宝记得可清楚了呢。赵将军把孩子教得真警惕呀。这不是掉馅饼，你带回家，他们就明白了。阿宝还是听不懂，他转头去找哥哥。刘夫子一个劲儿地朝着赵轩挤眉弄眼，试图让赵轩将阿宝给带走。赵轩上前认命地拉走阿宝，一边带着他往马车的方向走，一边朝着阿宝道：阿宝，这些东西可能是他们要给爹娘的，爹娘要出征了，他们……可是爹爹说过的哇，不能白吃人家的东西哇。那等明天咱们再把这些菜带回来，再添些肉，明天中午还在书院吃大锅饭，怎么样？赵轩给阿宝出主意。阿宝听着这话，又朝着康康和大宝看了过去。康康和大宝是他的军师，两个娃对视了一眼，然后就一起点了点头。爹爹不会打我吧？干爹肯定不会因为你带东西回去打你，但是你今天中午颠勺了，还烫到了夫子，说不定干爹已经知道了这个事儿。而赵府的门口，老药王也是忙得很，石狮子旁边被放了不少东西，有白菜，还有做好的棉鞋。宋氏看着那些跑开的百姓，他转头看向老药王，说道：明天开始，我们去杏花街街口义诊吧，如何？就当给孩子们积福了。老药王看着这一地的东西，点了点头。行。赵府，老郑国公看着这一堆百姓们送来的东西，他眼眶微红，声音有些哽咽的道：能得到他们这般的对待，阿宝爹娘也是有功德了。不能白让他们收东西啊！我们明天去义诊，老爷头啊，你好好看家啊！我已经让柴胡去准备药草了，以后每个月义诊几天。爷爷，不妨每条街都去一趟。其实每条街设立一个药方最好，这样也便于管理。日后这些就靠你们这些人去实施了。老郑国公拍了拍赵轩的肩膀，赵轩点头。老爷，那我长大了能做什么哇？阿宝忽然朝着老郑国公问了一句，老郑国公竟然也被这个问题给难住了。阿宝的兴趣太杂了，除了不爱学习，啥都爱。阿宝长大以后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不违法乱纪，想做什么都可以。那我能当夫子吗？阿宝嘴里蹦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惊讶疑惑的答案。阿宝为什么想要当夫子啊？因为夫子最厉害了，当夫子可以管一群小孩，哪个小孩不听话，我就这样，瞪着他们就安静了。我觉得当夫子最厉害了，所有小孩都怕夫子。当夫子最重要的不是让小孩害怕，而是教给小孩们知识。你没有发现你们学院的夫子们学习都很厉害吗？好像什么都懂，什么字都认识。阿宝一听奶奶这话，又想了想，好像确实是这样啊。原来当夫子要先学习很好啊，那我怎么办？要学很多很多东西才能当夫子啊。就在阿宝纠结的时候，赵恒的声音冷不丁的从前院传了过来。赵阿宝，听说你今天中午颠锅烫着夫子了？一听爹爹的声音，阿宝嗖的一下子就藏在了老郑国公的背后，只露出一个脑袋，很是小心翼翼地盯着赵恒。完蛋，又要挨揍了。
赵恒大步走了上来，阿宝就一个劲儿地往老郑国公背后躲，连脑袋都缩了回去。给夫子道歉了吗？我给夫子道歉了，夫子也接受了我的道歉了。那行。见赵恒没有找小竹条打人的趋势，阿宝这才噔噔噔地跑出来。这些东西都是书院那些孩子们的爹娘送的，太破费了。我跟你爹商量好了，明天我去书院坐诊，给孩子们检查身体，你爹去杏花街街口义诊。爹娘也注意身体，现在到底天寒。哎呀，放心。眼角的余光瞥见阿宝已经急得跺脚了，他这才道：快，赶紧收拾收拾，赶紧吃饭。宋氏要来书院给孩子们义诊的消息，让书院的夫子们也有些激动。毕竟这种大夫寻常很少见的，所以他们将秩序安排得很妥帖，还给宋氏准备了各种能用到的东西。宋氏就开始给孩子们把脉，每人一张纸，上面写着病症以及注意事项。阿宝则是很开心地拉着钱小丫他们道：这是我奶奶，这是我奶奶，像是炫耀着他最珍贵的东西。夫子你看，这是我奶奶给我写的字。他立即接过了那张纸条，低头一看上面的那几个字，顿时无语住了。只见纸条上写着其他无事，体重稍胖可稍稍控制。夫子，我奶奶是不是很厉害？写字是不是很好看？是，快回去吧，别耽误了上课。阿宝这才一溜烟的跑了回去。阿宝一跑开，学了些什么呀？说完好像不解气一样，又说了一句：学了些什么呀？阿宝回去以后就很开心地朝着大宝和康康他们说话。大宝认识的字比康康他们多一些，便朝着阿宝说道：宋奶奶这是让你减肥呢，少吃一点。不是的，我不认识，我不认识字，你就不能说我胖。我刚才都碰见夫子了，夫子也没有说我胖的。那等干爹今天晚上给你瞅瞅。宋奶奶说让我们以后不准挑食，多吃蔬菜，多吃蔬菜。我从来不挑食，什么都吃的。不对，爸爸不吃。皇宫御书房，大太监将宫外的这些情况都报告给裴文帝听。裴文帝一听说道：撤去赵府周围的暗卫，当今要紧之事是出征。西戎那边和亲不成，西戎公主一旦回到西戎，西戎势必会跟突厥联手。只要赵恒这次出征顺利，那西戎和突厥都将成为朕的臣子，心甘情愿上贡。听见裴文帝这话，大太监忽然想到了当初听见的宫外的动静。听闻赵将军肯出征，是怕战乱毁了边疆百姓们的生活，所以才肯再次领兵的。果然，人各有考虑。皇上喜欢的是开疆辟壤，赵恒忧心的是百姓安危。赵恒的心到底是不够狠呢。大晚上的，阿宝的院子里还是动静很大，好像是锅碗瓢盆的声音。院外，老药王和宋氏两人趴在外面，赵恒和王春娘夫妻俩站着，两个人守在那里，脸上的表情各异。怎么回事啊？不好好的自己在里边学颠勺，不是不让他颠勺的吗？阿宝今天放学的时候说，他们父子说了，做饭也能赚小猪，所以阿宝吃完饭就开始回来忙活了。颠勺倒是有模有样了，就是这么晚了，孩子也不睡，这万一以后长不高怎么办呢？爹娘早些去歇着啊，我们两个进去瞅瞅。阿轩，你也回去看着阿宝爹，别吓唬孩子。王春娘笑，然后夫妻俩就敲了敲院门。阿宝的耳朵好用得很，听见有人敲门，又看见长毛在甩尾巴，他大声地喊道：是姐姐和娘亲吗？是我们要进来了。阿宝点头，随即又喊道：姐姐怎么不说话？怎么想挨打？阿宝哼了一声，就继续颠勺炒菜了。他今天已经学会生火了。
进了院子，赵恒夫妻俩这才看清阿宝脸上的模样。只见阿宝那张小胖脸上满是黑灰，一看就没少折腾。做出来的菜呢？都去哪儿了？阿宝愣了几秒，然后就有些心虚地指了指一旁的长毛。长毛极通人性，仿佛能听懂他们说话一样。阿宝刚指了指自己，他就翻了翻肚皮，让阿宝爹娘看看自己胖鼓鼓的肚子。王春娘和赵恒没有再说话，就这样等着阿宝炒完这一小锅，就是炒大白菜。长毛的肚子已经很圆滚滚了。阿宝，你可知书院为何开设这门课吗？我知道的，娘亲，夫子说了，不能光会读书的。阿宝，你说的对，但是更多的原因是，一旦你们碰见困难，不再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么你会这个东西就可以让你自己活下去，活得更好。这就是学习更多的生活技能的意义。娘说的你明白了吗？明白了，娘亲。就是万一我到了一个山上，没有人给我做饭，我就可以自己做饭，对不对？没错，就是这个意思。自己的答案得到了娘亲的肯定，阿宝顿时开心地嗷嗷了起来。嘘，小点声，你爷爷他们应该已经睡着了。赵恒提醒阿宝，阿宝开心地在一边蹦跶。一家三口就又凑在一起洗刷锅具，夫妻俩又陪着阿宝说了一会儿话，这才准备起身离开。只不过王春娘发现阿宝的枕头旁边有一串小木棍，之前为了让阿宝学数数，他们也给阿宝串过小木棍，只不过阿宝现在不是能很轻松地数到100了吗？怎么又拿出这些小木棍来了？好啦，我要睡觉了，谢谢娘亲，明天见哇。阿宝钻进了被窝里，长毛也睡到了阿宝的床边。长毛也辛苦了，吃了那么多。长毛甩了甩尾巴，然后就在床边趴了下去。看完阿宝，夫妻俩又去看赵轩。虽然天色很晚了，但是赵轩还在书房里面。阿轩呐，这么晚了，怎么还在看书啊？爹，我睡不着，就看一会儿。科举手册。王春娘看见书桌上摆着这样一本书，她讶异地看向赵轩。轩儿，你要参加今年的科考。科举本质上是层层选拔，每3年举行一次，历经乡试、省试、廷试，但京城这边有个规矩，未满12岁者可直接参加。娘，我想去试试。去吧，爹娘永远都支持你。不过啊，不要太熬夜，如今府中有很多事情也需要你照看呢。赵轩点头。啊，行了，早点睡，我们回去了。赵轩起身相送，然后就看见爹娘携手走了出去。不管多忙，他们俩晚上都会这样转一转的。第二天早上，阿宝抱着一个大包袱走了出来，毛13有些不知所措地跟在后面。阿宝啊，你这是拿了什么东西啊？怎么不让13帮你带呢？老药王正在收拾饭菜上桌，结果就看见阿宝拖着一个大布包往这边走了过来。听见老药王这话，毛13赶紧开口解释道：老爷，大小姐不让我带，非要自己带。难道是带了什么宝贝东西？阿宝啊，快来吃饭，你爹娘已经出发了。阿宝小心翼翼地将大布包放在一边，然后这才去洗漱吃饭。趁着阿宝跑开的时候，老药王想要看看那布包里有什么，结果被宋氏给拉住了。孩子不愿说，你就别问了。行吧，应当是很重的东西，我听见动静挺大的。老药王小声的道。说完他又看向毛13，毛13赶紧摇头。老爷，我什么也不知道啊。老药王看得出来，毛13肯定是知道点什么，但是就是不说，一看就是阿宝的狗腿子。爷爷奶奶，我带的是
我的小锅具。我哥哥说了，有不会的问题就要问夫子。我今天就要去问夫子如何做得更好。好啊，阿宝，有不明白的就问他们，别害怕啊。阿宝点头。阿宝13，你再去拿2副碗筷过来。宋氏朝着毛13说道。13赶紧去拿。说话的功夫，大鸭二鸭已经跑了过来。两人虽说跑得乱七八糟的，但是碰见老药王夫妻俩，还是很有礼貌地问道：药爷爷，药奶奶，我们俩能来蹭饭吗？我娘一大早就出去办案子了，我爹被我爷爷带出去了。哎，2个臭小子，快去洗手。大鸭二鸭咧嘴，赶紧去洗爪爪，准备回来吃饭。结果孩子们刚吃完饭，毛13准备拉着他们去找康康的时候，赵府的外面传来了巨大的动静，是张将军崩溃的声音。要说，求求你，救救慧贤啊！张将军抱着浑身是血的张慧贤，快步朝着赵府里跑了进来。一看见这一幕，赵轩很快地抱住了阿宝和大鸭二鸭，生怕他们看见这有些血腥的一幕。张姨的胳膊好像受了伤。娘！大鸭挣脱而出，带着二鸭朝着张将军的旁边跑了过去。赶在后面的张尚书一把拉住了2个孙子。快抱到小花厅！陈虎，快把我的药箱拿过来！药叔，没那么恐怖，就是胳膊上被人砍了一刀。放心，叔给你治的一点疤也没有。阿轩，烦劳你送2个孩子去学堂。赵轩点头。大鸭二鸭还在崩溃之中，但还是被赵轩和毛13一起塞到了马车里。张毅没事儿，只是胳膊受了轻伤，他衣服上的很多血迹，从健开的角度来看，并不是他的，应该是其他人的。2个人一听这话，不约而同地安静了下来，2双大眼睛都眼巴巴地盯着赵轩瞧。你们俩现在守着，他只会更担心。以前我小时候也跟你们一样，我爹受了伤，我就哪里都不想去了。可后来我娘劝我，守着也无济于事，不是要紧的伤口，还不如好好努力，以后好保护他们。大鸭二鸭听了这话，也跟着点头。你们俩先把饼子吃完，我派人去打听一下发生了什么事儿。赵轩安抚完2个孩子，就掀开马车的车窗帘，朝着外面说了几句什么。10分钟不到，就在马车刚要到书院门口的时候，赵轩的暗卫回来了。原来是护女司之前帮助一个一直被丈夫暴打的女子和离了，结果这个女子的前夫气不过，便埋伏许久，在今天早上准备刺杀张慧贤。好在张尚书和张将军今天有事都跟着，所以张慧贤胳膊只被划破了一道伤口，倒是行凶的那个人一条胳膊差点被张将军给卸下来。听见这话，大鸭和二鸭的情绪才稍稍的平复了一些，只不过2人的心中依旧记挂着娘亲，到底还是无精打采的。这样吧，我带你们去跟父子说一声，然后再让13护送你们回去，行不行？兄弟俩都在犹豫，回去又害怕被娘亲说。娘亲现在在家里的话语权越来越大了，爹已经完全靠不住了。不行，你们不能回去，你们得学完东西再回去。阿宝，你得听大鸭二鸭的。大哥，你能不能让13带我们去一个地方？大鸭忽然朝着赵轩开了口。赵轩听完兄弟俩的话以后，他朝着康康和大宝道：你们俩带阿宝进去。然后又朝着大鸭二鸭道：你们俩跟我来。阿宝看着哥哥带着大鸭二鸭朝着刘夫子院子的方向走了去，他疑惑地看向大宝和康康，问道：哥哥要带他们去哪里玩？肯定是有什么事情，但是大鸭二鸭开心最重要。我们先不要管了，我们要去上课了，
要不然就迟到了。我能不能也跟着去请假吧？梁康和大宝对视了一眼，两人也没有说话，抬起阿宝的大布包就朝着小学堂的方向走了去。赵轩带着大丫二丫跟刘夫子说了以后，三人一直到了京兆府的跟前。之前的京兆尹已经不干了，如今是新上任还在试用期的新的京兆尹徐图之。大人，外面跪着的是护女司张大人的2个儿子以及赵将军的长子。护女司？外面还有很多围观的百姓吗？手下点头。走，出去看看，是时候让大家知道暴打妇女且袭官是什么罪名了。今天抓到的那个袭击的人也一并带出去。京兆府外，大丫二丫看了一眼跟着他们一起跪下的赵轩，两人有些愧疚地朝着赵轩说道：大哥，不好意思，我们浪费你的时间了。你跟阿宝不一样，阿宝要是知道我们来跪着，他肯定会抢着来的，因为阿宝不爱学习。可是大哥不一样，爷爷说了，大哥今年有考试的。无妨，学习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的。赵轩仰头看了看天色，说道：而且我们应该跪不了多久了，半刻钟都不用的。果然不到半刻钟，一位年轻的京兆尹就带着人大步走了出来。也就在这天的中午，菜市口出现了本朝第一例因暴打妻子外加袭官罪被宫里下旨斩立决的。你竟然不害怕？回大人，我已经过了害怕的年纪了。你不认为这件事儿宫里批准斩立决有些狠吗？此事意在震慑，况且听闻那位女子被他打成了双腿残疾。很好，不片面，不圣母心。听说你要参加今年的科举。回大人，是的。一大一小就这样一问一答，两人年纪差距不小，竟然还能聊到一起去。毛13站在后面嘴角抽搐，这两人竟然当着一个血淋淋的脑袋和尸体在这里面不改色的聊天，确实是人才了。大人，我该回书院了，就先告辞了。京兆尹点头，目送着小少年带着2个被蒙着脑袋的小男孩一步一步地离开了菜市口。是个难得一见的好苗子。书院，赵轩带着大丫二丫去书院旁边的饭馆吃饭，这个时间已经来不及回去了。结果刚到书院门口，就听见书院的护卫道：哎呦，阿宝哥回来了，你快去看看阿宝吧，听他们父子说阿宝拉着张夫子还在后厨那边学做饭呢。13，你去打包一些饭菜回来。大丫二丫，你俩先去书堂等我。赵轩朝着大丫二丫说道。结果大丫二丫也想看热闹，跟着赵轩一溜烟的跑去找阿宝了。书院的后厨里，阿宝跟着张夫子忙活的不行。赵轩带着大丫二丫赶过来的时候，三人都不敢认这一大一小了，实在是太过于惊人了。两人都是一脸灰，手上也是脏兮兮的。阿宝一直在颠勺，长毛在旁边已经躺平了。寻常阿宝的耳朵好用得很，大概如今专注在做饭这个事情上，所以压根没有听见哥哥他们已经来了。张夫子看了看天色，又看了看肚子已经鼓鼓的长毛，他现在满脑子还是那个赵家的护卫将这长毛狗给抱来的样子。抱狗过来竟然就是为了给赵阿宝解决这些大白菜。赵阿宝，差不多可以停了，我看你这狗也已经饱了，剩下的这一点白菜夫子我给你吃了。不用的，夫子，我带回去给我哥哥吃，我哥哥爱吃白菜。不用的，夫子，我带回去给我哥哥吃，我哥哥爱吃白菜。听见这话的赵轩，阿宝，我喜欢吃的是这样做的白菜吗？就在赵轩他们准备上去帮忙的时候，毛13忽然疯了一样的从外面跑了进来，大声的喊道：少爷，大小姐，快去外面看看吧，主子和夫人要去军营里常住了，好像出征前应该不怎么回来了。所以赵恒夫妻俩就这样直接找到了书院这边来，准备看看2个孩子。
一听这话，阿宝手里的锅都来不及放下，拿起小平底锅就疯了一样的跑了出去。赵轩将大鸭二鸭交给长毛，然后就快步的跟着跑了出去。书院的门口，赵恒夫妻俩已经换上了铠甲，两人站在书院的门口。此时毕竟是大中午，周围没什么人经过，所以很是安静。我真怕阿宝会哭，阿宝一哭，我这心也跟着抽搐。行了，别伤感了，他很棒的啊，跟着他哥应该没什么问题。两人就听见很大的一阵动静，抬起头看过去，就看见阿宝端着平底锅飞快地跑了出来。平常他都要费力跨过去的门槛，此时竟然也被他跳了过去。爷爷娘亲，你们以后就不回家了吗？阿宝崩溃地问道。他站在夫妻俩的跟前，仰着小脑袋，眼泪却在眼眶里打转，就是没有掉下来。阿宝，事出有因，爹娘实在是没有办法再拖了。出征前可能还会再跟你们见一面。爹娘不在家的日子，你乖乖的听哥哥的话，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不好？王春娘蹲下身子，将阿宝抱到怀里。赵恒接过了阿宝的平底锅，他捻起一块白菜条尝了尝。赵恒接过了阿宝的平底锅，他捻起一块白菜条尝了尝。这味儿不错，比之前好太多了啊！哎呦，看样子这回做饭的课应该可以拿个前几名了。好，阿宝乖乖听话，听哥哥的，听姥爷的，听爷爷奶奶的。阿宝一个劲儿地数着，小脑袋一直高高的仰着，始终没有崩溃大哭，像是个大孩子一样了。赵轩站在一边，他只问了赵恒一句话：爹，我们家不会再跟之前一样了，对吧？那当然。得到了赵恒的答案，赵轩就安心了。阿宝，爹娘有时间会给你们写信的。王春娘翻身上马，她坐在马背上，朝着阿宝挥手。阿宝也使劲地挥舞着自己的小胳膊，一直目送着赵恒夫妻俩离开了这条街。等到夫妻俩一走，赵轩立即揽住了阿宝，大鸭二鸭也跟着围了上来，一起抱住了阿宝。阿宝，难受就哭出来。阿宝摇头，嘴里喃喃地说道：不能哭，阿宝一哭，娘亲的心也会抽搐。这是他刚刚出来的时候听见娘亲说的，可是到底还是个小孩子，爹娘要出远门，而且时间未知。阿宝最终还是放声大哭了起来。长毛原本还在旁边瘫着，听见这动静，顿时也慢吞吞地凑了过来，一个劲儿地甩着自己的尾巴安抚着阿宝。爹娘虽然要出远门了，但是阿宝的生活还是要继续的。傍晚放学的时候，他先跟着大鸭二鸭一起去张家看了张慧娴，结果一出张家的门，他就被梁夫人和梁康给截住了。干娘，阿宝啊，今天来我们家睡吧。你看，他们养病的养病，出征的出征，大宝娘也跟着大宝爹出去忙活了，你就来我家吧，就当陪陪干娘了。梁夫人抱着胖墩墩，心道：这破天的富贵，可总算轮到我了。阿宝趴在梁夫人的怀里，梁康在一边巴巴道：阿宝，我们今晚要吃烤肉，我们把耀爷爷他们全都给叫来，等吃完了你在我们家睡觉，咱们明天一起去书院啊。阿宝其实没怎么有胃口，但是听见大家都来，他还是点了点头，人就趴在了梁夫人的怀里。梁夫人赶紧抱着阿宝，一溜烟地回了梁府。梁府的厨子可是很得阿宝喜欢的，所以一听说阿宝来了，厨子也开始发力了。赵轩赶来的时候，只见阿宝正在被梁夫人带着写信。对，是这样没错，想你的想是这样写。梁夫人认真地在教阿宝，见阿宝也不哭了，
而且脸上还挂着笑意。赵轩也放下了心，他拍了拍梁康的肩膀，朝着梁康道：“麻烦康康了。”大哥太客气了，我娘说了，阿宝也是我们的家人，阿宝也是我姐。赵轩无奈，因为按照小孩的年纪算起来，康康比阿宝大，只不过阿宝就喜欢当人大姐。大小姐，今晚的烤肉您想吃什么味道的呀？加不加辣呀？厨子叔叔，要香辣，又香又辣。厨子笑，然后就赶紧忙活。